凤儿睡着了。娘怎么怪怪的？为什么要压着嗓子说话？林子老高说，凤儿给他，给5斤高粱面。想保住宝地，只能舍了凤儿，整整5斤啊！可他也是你身上掉下来的肉啊！我也舍不得，可是能卖的只有他。要不卖我吧？村里没余下几户了，死的差不多了。能找到老高愿意买他，也是看他不大不小，很合适。他爹，你知道高家买他是干嘛的吗？那个传闻莫非是真的？把人当作牲口卖掉，被卖的人叫做两脚羊，钱货两清之后不许过问生死。两脚羊的买卖是饥荒第2年开始的。凤耀不信，爹娘舍得让别人吃了他。他们怎么忍心？第2天，窗外刚透出亮光，爹和娘就一起出门了。奶奶抱着弟弟，弟弟的哭声小得像老鼠，有气无力的。凤儿，爹和我去亲戚家串门，一会儿要是方便，亲戚会来接你。记住，来的人姓高，你就跟他走。娘目光躲闪，可语气却是坚定的。凤耀心下一片冰凉，夜里听到的不是个梦，是真的。不多时，门口有响动传来，接着有人扬声问：“屋里还有人吗？”这么快？凤耀认命的捂着饿得发疼的胃，慢慢的挪到了门口。门口站着一个中年女人，那是凤耀这1年里从未见过的健壮的、圆润的、完整的一个人。凤耀盯着她，只等她说出“我姓高”这3个字。卖孩子吗？女娃1贯钱。原来是专门买卖人口的人牙子。哟，小姑娘，你家卖人不？身后的驴车上坐了几个女孩子，一个个的面带菜色，瘦成了一把骨头。凤耀瞧见了其中一个女娃，眼睛一亮。那女孩子叫阿芒，手里拿着一块黑馍馍，正小口的吃着。得了，不卖就走了。卖？他断定这个人牙子不是做两脚羊买卖的，因为买去做羊的人不可能给吃食。哟，你家大人呢？奶奶和弟弟在屋里，我自卖自身。不过得要拿粮去换。哎呀，行吧，线下缺人，走了3个村子才收了这几个小丫头，连你这样的货色也不会赔。他从驴车上拿出了满满1袋蒸好的黑馒头，给了凤耀。凤耀将那布袋子送进了屋里。凤耀垂着头与爹娘告别：“爹娘，女儿不孝，自此别过。你们要5斤高粱面，现在这口袋黑馍馍大约也有5斤了，能暂时保弟弟一条小命，也能给女儿一个活命的机会。别怪女儿逃走，来日女儿有了出息，再来孝顺你们。”磕完3个头，凤耀抹掉泪水，头也不回的上了人牙子的驴车。一会儿贵人来了，都好好巴结啊！不多时便来了2位女客，一个身着绫罗珠翠满头，一个穿着干净的布衣，梳着玉珠髻。那绫罗女子仍未走到呢，一股浓浓的令人发昏的暖香就先飘了过来。哎呦，梅绿夫人，怎么要买新人啊？今儿个都是丫头，您长长眼，有合适的咱们价格好说啊。那女人目光在几人身上挨个扫了一遍，几个丫头都凑过去想被她挑走，唯独凤耀独独站在后面，偷眼打量着她身后的另外一个买家。穿粗布衣的大娘揣着手，气定神闲，并不急着挑人。哎呦，这俩丫头倒是清秀啊！都多大了？来了癸水没？我7岁半。哎呦，这么小的人你也收？白吃几年饭才能当个人使唤呀？凤耀出人意料地跳下了台子，绕过那华妇女子，扑到那大娘的身边，扑通一下跪下。大娘买我吧，我虽小，却什么都会做，我吃的也特别少，不费粮食。不知好歹的丫头，若是跟我去，大米白面吃个饱，绫罗绸缎穿到烦。这孩子我要了，多少钱？最后以5两银子成交了。阿芒被穿华丽衣服的女人买去了，整要了10两银，只因她12了。为什么要我买你啊？大娘看着就是善人。鬼精灵，说实话，来我府上当差，忠诚老实第一要紧。大娘穿的虽是布衣，鞋面子却用了绸缎，那东西又贵又不耐穿，想来一双鞋做下来也得要费个几10文吧。大娘不怕鞋子烂得快，家境肯定是好的，所以我猜大娘必定是特意穿的简朴，不想要张扬。一来不会被需要高价，二来必定是家道极好。大娘，我只在年龄上说了谎，其实我是10岁了，我什么都会做，您买我划算的。你呀，胆大心细机灵，年纪也合适，最关键的，你这丫头啊，运气着实好得很呐。大娘说自己是张王氏，要去的地方是常府大老爷的府邸，大老爷是3品京官。这里是皇城，天子脚下，皇城大宅门规矩最大，想要保全自己，
一定要守规矩呀。说话间，两人到了一处宅院，院墙很高，青砖带瓦的。张大娘带着凤耀打一处角门进了府去。她是3道院总管家，夫人的陪嫁。傻姑娘，这是下人浴房，你先好好洗洗，换换衣裳。瞧这一身的洗澡。大木桶中盛着大半桶的温热的水，她用手撩了撩干净的热水，跳入桶中，第一次体会到灵魂都舒展的快活。等洗干净收拾好了，大娘笑盈盈地打量着她。哎呀，瞧瞧咱们凤耀，洗干净是个多俊的丫头啊！大娘带你吃饭去啊！进了厨房，凤耀就哭了。厨房里头蔬菜成山，满满的白米堆在大缸里，一条条新鲜的肉码在岸上，泛着令人心醉的油脂。莫哭，好孩子。大娘使人端来一只海碗，里面装着多半碗的米饭，给了一些素菜。太香了。待吃完了，凤耀捧着碗，怯怯地瞧着大娘。晚间还有一顿呢，你饿得久了，一次吃这么多，身子受不住啊。放心吧，孩子，到了咱们常府，没人会挨饿。凤耀只觉自己是在做梦呢。今天本是他的死期，可是他没有死，还吃上了白米，穿上了新衣，进了仙境一样的大宅院。晚上，张大娘将凤耀带去给夫人磕头。既来了常家，以后就是咱们家的人儿，放心住吧。明天起，我请了老师教你学府上的规矩，要用心啊。这丫头机灵又细心，能进咱们府的福气是她自己赚来的。张大娘笑着将凤耀只瞧了一眼她鞋面就跟她走的事讲给了夫人听。夫人可知道差点把凤耀买走的是谁？是梅绿夫人。可知我说凤丫头有福没错吧？张大娘说的夫人只点头。第二天，府上来了个女师，给凤耀讲了京城世家女子要守的规矩，身为下人又要守哪些规矩。这样大宅的贵族女性言行举止皆有规范制度。正学着呢，一个丫头挑着帘子进来。规矩若是学不好，或者学好了却不照做，是要被罚的。咱们府上待下虽宽容，却不纵容，你记住了？凤耀点头称是。这是夫人的大丫头胭脂，现在大小姐院里伺候，以后你们是要作伴的。待她走了，师傅告诉凤耀，胭脂啊其实只有14，是夫人长眼从一群家生子里面挑选并亲自调教的人。师傅还说，开始伺候就能算月钱。凤耀马上支起耳朵，竟有这样的好事，有吃有喝有住的，还给钱啊！当晚，凤耀撑着不睡，将师傅教的规矩一字不差的背诵如流，这才肯睡下。第二天，女士都惊呆了。凤耀，你可识字？不识。凤耀拿出一张纸，上面鬼画符般的圈圈点点，按只有他自己能够理解的意思写了一整张。女士拿着那纸，笑得浑身颤抖。3天，凤耀就过了关。府上的丫头都是我教出来的，凤耀是我带过最伶俐、最知道操心的。胭脂就站在夫人身边，轻蔑地撇撇嘴。常家长房大老爷只有一个正头夫人，育有2子1女，这个女儿便是他要跟随的千金，小字云芝。娘亲，这是你给我新找的伴吗？奴婢秦凤耀见过小姐。娘亲，女儿喜欢这个伙伴。那就让他陪你读书刺绣，可好啊？晚间伺候小姐用罢饭，小姐去更衣，凤耀收拾小姐随身的小玩意儿。胭脂走过来，眉眼结了霜似的。你不是个安分的，能瞒过夫人却瞒不过我去，敢带着小姐淘气，我定将你赶出常府。胭脂姐姐放心，凤耀不敢。哼！胭脂冷哼一声，甩手离开了。凤耀好动，很快和2道院的小厮们混熟了，常托他们带一些蝈蝈笼子呀、泥人娃娃给小姐，小姐稀罕的不得了。闲来他又爱去厨房，和管事熟悉以后，一待就是半天，学了一手做菜的手艺，甜食做的比外面卖的还好。一次家里日常吃饭，上了道夫人爱吃的葱烧海参，夫人尝了尝，放下筷子问：“这不是李妈妈的手艺，厨房添人手了？”是奴婢做的。前儿夫人说过，小姐进补海参温和，适合女儿家身子，便跟着李妈妈学了。今日央了李妈妈让我做一回，若是夫人不满意，千万别怪李妈妈。我就说这味儿不一样嘛，海参烧得更鲜嫩不说，浇汁也不是往日吃腻的味儿。你做事很上心。娘，你不知道，凤丫头做的糕比外头道彦斋的点心还好吃。女儿给这糕取名叫芙蓉糕。哎呀，那咱们可都得尝尝啊！厨房送了芙蓉糕来，糕子是花朵的模样，外皮晶莹剔透，色泽由粉到白，入口软糯，咬开才吃得到里头酸甜的馅料。馅儿倒不腻，也开胃。是什么做的？回夫人，是山楂和红枣。打这天起，凤耀便升成了1等大丫头，按胭脂的等级领月例。夏天很快来了，凤耀已经将常府上下摸了个透了，哪里的砖是裂开的，她都知晓。白日长了许多，小姐不爱读45经，闲得慌，加上天热，整日里都艳艳的。2道门的小厮雨墨伺候老爷的2公子，说2爷屋里有好看的书。2公子每看都着了迷的。
若二公子喜欢，那小姐必定也爱。凤耀这么想着，于是便央雨墨偷一本出来，拿5块芙蓉膏来换他。二人约了见面时间和地点，雨墨真的给他一本油布包着的本子。他打开来，书封上无字，扉页上写着《西厢记》，书里面带插图，有趣的紧。和雨墨偷偷摸摸说什么？二道门的小厮你少来往，有事禀张大娘知道，需要什么张大娘会安排人买过来。姐姐说的是，天气炎热，小姐几日不想茶饭，刚才突然要刀岩斋的水仙枣糕，雨墨每日这个时候出去采买，怕回了张大娘再过来，她就走了，才直接来要了。小姐若淘气，咱们只有劝的份儿，万不可助着她，这才是真为小姐好。胭脂明明才14岁，老成的像是嫁过人的姑奶奶。凤耀将画本子给了小姐，可了不得了。她等巡夜的妈妈们走了，点上蜡烛去读，一本2天就读完了。凤耀也读了，故事起起伏伏的，公子佳人有趣的紧，看完了还想看。可是哪有这样便当的事儿啊？二公子房里的书是有数的，画本子不多，少上一本很明显。雨墨只肯拿正经书，说什么也不肯偷拿画本子。上回你同我说话，胭脂来问我说了什么，我支吾过去了，真不敢再拿了。这书哪来的？外面卖书的地方多的是，可我整日伺候二爷也不得空，没法去买。而且画本子在府里是禁书。凤耀，你别冒险，府里爷们给抓了，训一顿，再将贴身小厮打顿板子。小姐要被抓到，贴身丫头要倒大霉。哦，对了，千万莫惹胭脂，她比夫人还难说话。会挨板子，还是会被卖掉？哼，你这丫头是真天真。这种大宅门里只有买人的，哪会卖人？轻的会撵出去，重的，哎呀！雨墨，他没有来得及说，外院里传来喊他的声音，他挥挥手，逃命似的跑走了。小姐怎么都哄不好，芙蓉糕各种精美的小炒摆上来，她只是冲凤耀浅浅一笑，吃上2口就罢了。凤耀，你别费劲了，我就是感觉无聊的紧。李妈妈整天念叨那些女德，我听耳朵都起茧子了。哥哥们想去哪儿就去哪儿，骑马射箭踏青，甚至入朝堂建功立业。我们呢，又在这比水井大不了多少的地方，闷到死。不就一本破书吗？有什么可为难的？那你是能找来的了。出个府的事，只要我不在时，小姐能够瞒得住人，别叫知道就成。你要出府买啊？你也出不去啊。就算求了张大娘跟出去采买，她眼皮子小，你怎么进书局啊？反正我能搞来就是了。这天很快就到了，他去了房山书局，正当午，书局无人。他走到柜台前，将1两银子放在了掌柜面前。小人有个要求。他将一个书单放在柜台上，上面列着时下最流行的画本名字。你只需要这么做，我们家管得严，公子们读的书都是有要求的。明天即可来取，包你家公子满意。凤耀又逛了许多店铺，他太久没出府门了，抱着一堆东西急急地向停船处赶，走过一处十分惹眼的建筑。建筑的角门突然开了，一个人跌跌撞撞地冲到街上，张皇地四处张望。跟着他后头冲出来几个管家样的男人，那人忙向前冲，脚一软滑倒在了凤耀的跟前。凤耀屏住呼吸，呆愣愣地看着他凶气的脸，目光又移到他露出了一截的手臂上，那上面鞭痕烫伤交织着，不忍直视。几个男人已然冲过来，一个带头的跟李小鸡仔似的提着他的领子，将他提到一边去。你扒着这位小爷干嘛呀？啊，是相上他了吗？他蹬着2腿，沙哑的喉咙发出听不出音节的喊叫。凤耀看了眼角门，那里站着一个没有表情的华服女子，抱着臂，瞧着几个男人对一个瘦弱女子动粗。扑在他面前的是他的相邻，与他坐在同一辆驴车上的阿芒。那角门处的华服女人，就是买下阿芒的梅绿夫人。此刻，他终于明白张大娘在买他那天时意味深长那句话是何意思。他一口气跑到了系船的地方，滑到小姐闺阁外的河道边，将船锚挂好，利落地翻进了墙，上2楼换好衣服，并且藏好书，这才出来，却见兰厅院的2门外站着所有的丫鬟婆子。小姐在自己闺阁门前焦急地走来走去，连带小姐并所有家人去祠堂外跪后，今夜开堂。小姐腿一软，几乎瘫在地上。请族长！一声长喝中，一个穿戴整齐的男子缓缓走到了祠堂前。他是常家大老爷云芝小姐的父亲。咱们常家能有这100年兴旺和基业，靠的是3个字：守规矩。大家都知道，咱家三爷马上升任詹事府少詹事，那是常家最近的大事，出不得纰漏。三爷上任前的声望最要紧。凤耀眨眨眼，听说这位三老爷只有一个庶出的女儿，没有儿子成为他的汉室，娶了5房侍妾，想续上香火。这种不守妇德、私会外男的女子，必须要受到严惩，方绝了这院里
几百号人不存纲常之心。凤耀又细听一回，原是三老爷的武姨娘是给父母迈入常府的，她原有娃娃亲，便遣自己的侍女给青梅竹马的相好送信，私定了约会地点。结果信被大管家截住了。带淫妇！一个纤弱的女人被两人押到祠堂前，紧跟着的家丁拽着另外一个女孩子，只有10几岁而已，被堵了口舌，五花大绑，瞪着惊恐的双眼，不停地挣扎。先处置了这个不守规矩的下人！一个男家丁上前，冲着女孩腿窝里一踹，女孩跪下。打！那2个家丁拿出了长长的板子，一人一下，不分部位的向女孩的后背打去。板子打在肉身上，闷闷的声音令人战栗。不一会儿，还在蹬腿的女孩子不动弹了，血渍浸透了她的衣裳，家丁却仍未停手。凤耀不知是自己跪得太久了，还是吓的，他腿肚子一直在抽筋，疼得他一头一脸的汗。族长隐在黑暗中，仿佛挥了一下手，打板子的家丁猛地用力，一板下去。女孩子堵着的口中发出了一声呜咽，脖子向前一梗，猛地软下去，再没了动静。武姨娘不守妇道，欲与人私通淫奔，影响我常氏满族清明，此乃大罪，着沉堂。凤耀一屁股跪坐在青砖地上，在他看来，武姨娘只是写了一封没有送到的信，怎么就送了自己一条性命呢？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如做梦一般，内院的夫人并小姐等正经主子们先回房休息，所有下人和侍妾一起观看陈堂。凤耀随着人群麻木地一起从内门穿到2房院内，他们将他带到了水塘中心，在他身上绑上了几块大石，生个物件般把他抛下了水塘。几人高举火把照着他入水的地方，那里冒出了一串密集的水泡，然后便归于了沉寂。一切结束，凤耀跟着大房所有下人深一脚浅一脚地向自己的院子中回。你家去了哪里？我家一直肚子疼，小姐说不必伺候，让我在院子里随便逛逛。胭脂姐姐找我有事。你别做戴磊小姐的事情，再敢与2月小厮来往，我回了夫人先打你20板子。胭脂陪夫人回来后来找过我没？问了一声，我说你到院子里逛去了。怎么样，书呢？订过了，明儿才能拿得回来。第2天，小姐一直催促她去书局。经了前夜的事儿，凤耀打算缓2天再去。她不明白，昨天刚死了2个人呢，小姐怎么像没事人一般啊？可是女子与人淫奔，放在哪个官宦大族中都是死路一条呀。她到了常府，必定有妈妈教她府上规矩，她还敢跟人私相往来，那不是找死吗？怪不得爹爹呀。再说了，3房不上报这件事，爹也不会知道，所以三叔就没打算保武姨娘。哎呀，别说他们了，和咱们有什么关系呢？凤丫头，你再不去拿书，我就闷死了。我的好小姐，你刚说过武姨娘自己不守规矩，自寻死路，现在就让我不守规矩，是不是想让奴婢被赶出去啊？有主意了，今天张大娘出门，谁找你我就说让你和张大娘一起出去帮我买东西就行，或者不理她就完事儿。听小姐这么安排，凤耀只得答应。又过了2天，凤耀瞧着胭脂松懈了，便在当日4时仍然从后院翻墙走水路去书局，拿到书便回了府。这天晚上，院与院间已落了锁，胭脂忽然带着2个夫人房里的1等丫头，打着大灯笼进了兰亭院。做什么呢？胭脂，你就见不得我舒服一点吗？奴婢很疑这丫头带着小姐不学好，回禀了夫人，特来检查。不知姐姐要查什么？把小姐请到东厢房，我们先找这里。小姐频频回头，担心地看着凤耀。几人翻了被褥、梳妆台、花盆下、衣橱里，甚至连床板下面都找了。胭脂的目光落在小姐的书架上，她走过去，眼睛扫过码得整齐的书，抽出了一本，翻了10来页，的确是正经书本。回了夫人，胭脂闷闷不乐地回到厢房睡下。去吧，把凤耀叫过来，莫惊动了云芝。凤耀迷迷糊糊在睡梦之中被人推醒，又被捂住嘴带出了房。他在月光下看到张大娘似笑非笑的表情，心中一慌，却什么也没说，老实的跟着大娘向夫人的松韵轩里走。进去，屋里只有夫人自己。跪下，买来的书放哪儿了？凤耀沉默着。你能瞒过胭脂，以为也能瞒得过我吗？我也是打年轻时过来的，云芝又是我肚子里出来的，我能不知道她什么脾气吗？唉，这官家小姐啊，也就未出阁时能有几天好日子过。咱们家的条件，她又是嫡出，必定嫁得门当户对，过去便要做长家大妇的，为夫家生儿育女，3从4德，有什么趣儿啊？你起来，你这丫头对小姐忠心，为人机敏多智，做事从不居功，正是我想选给小姐的伴儿。胭脂刚毅有余，智谋却不足，若做陪嫁丫头，不是最合适的。书单上都有什么书啊？凤瑶不好再瞒，将订的书目一一道出。别的书倒罢了，雷峰塔传奇是本好书，云芝该多看看。我就不问你怎么跑出去的了，只问你把书藏在了哪儿啊？并没有藏，
都放在书架上，只不过装订在了那些正经书后面。你这个丫头啊，这招藏掖于林用得好，却害苦了胭脂，累得大热天的在外晒了2个时辰。我把小姐交给你了，要好好看护她，不论是现在还是将来。说胭脂姐姐找到那些书呢？且去吧。张大娘走进房中，为夫人更衣。夫人照着铜镜，皱起眉：“哎呀，夫人这是怎么了？小孩子不懂事，教导就是。凤耀那丫头啊，心地慈实着呢，调教得好，将来做掌家大夫的陪房也够用的。我担心的不是这个，外头的风声越来越紧，老爷是要员，怕不能独善其身啊。”天冷下来，眼见到了年夏，挨着京城的几处地方闹起了雪灾，许多灾民围在京郊处。皇上下旨，4皇子带皇上去赈灾。谁曾想灾粮出了问题，灾民连冻带饿的死了上千人。这日常家家族饮宴，又赶上夫人生辰，摆了几10桌的喜宴，可老爷却一脸愁相，长吁短叹的：“哎呀，哎，老爷，这是为了赈灾之事发愁吗？”“哎呀，旱灾3年，百姓体饥好寒，饿殍载道。我们这般人家，锦衣玉食不食人间疾苦。旱灾结束了，又来雪灾，不知何故，赈灾粮中失之7、8是沙子。我看咱们的好日子快到头了。今儿不必等我，我与2房、3房男眷要在祠堂议事。”他起身看着夫人想说什么，可终究长叹一声，离了席。凤耀，我打小就没见过爹爹这样发愁过。你说他们议事都议些什么呢？我真的睡不着。凤耀，我担心爹爹。要不我去偷听？我可不告诉你，爹他们议事总在祠堂边的喜宴阁中。哎呀，我睡着了。桌上的碟子里放着几只芙蓉糕，是小姐让凤耀当日现做，带给老爷做夜宵的。结果老爷心情不佳，他没有拿出来，又带回了房。凤耀拿块手帕将糕包起来，揣入怀里，蹑手蹑脚地出了门。凤耀将裙子撩起来绑在了腰间，利落地上了树，跨上房顶，爬到了喜宴阁的正上方。他轻轻地接起了几块瓦片，向里瞄了一眼。皇上久不立太子，党争之分愈重，太师中意4皇子，现在逼着我们常家站队，该当如何？我常家素来只忠于皇上，来日哪位登基，那自然就是我们的主子，又何必现在冒险？现下3品以上官员都分了派，一边保贵妃的6皇子，一边保皇后的4皇子。哎呀，想要中立难呐。那4皇子行事无状，听说私德有亏，不是可保之主。可他是嫡子，立太子的可能性最大。不立嗣还好，若是立嗣，怕你我之祸还在日后啊。凤耀听得个大概，心中惦记小姐，小心翼翼地离开房顶，爬上了树。四周黑漆漆的，他向下一跃，却掉到了一个人的臂中。好姐姐，别作声。我是男子。好，大哥哥，烦请您别出声。那人将凤耀轻轻地放下。你是谁家细作？最好直接说实话，省得受刑。你熬不住的。我是小姐的贴身丫头秦凤耀，不信你去问小姐。我自会核对。你一个后院的丫头，跑到喜宴斋来干什么？他叫你来你就来，听到什么了？那你又是谁？这里的管家？我是能管得住你的人，为何来偷听？不如实回答，只能先关到马房，等天亮禀了主母再处理。小姐见老爷晚间没用多少饭，叫我送宵夜过来。他是个乱出主意的，你最好约束着他些，出了乱子，被罚的是你，那便送进去吧。他伸手想推凤耀，他身量高，凤耀一猫腰，敏捷地从他手臂下面钻了过去，撒丫子便跑，边跑边回头瞧。他抱臂站在月光下，冷脸看着凤耀鼠窜，并没有追来。翻山越岭的好不容易回到了内院，里面并没有点灯，他心头一松，刚想进屋，一道身影闪出来，挡在了堂屋门口。胭脂姐姐，这夜都深了，怎么还没睡下？我倒想睡。说，去哪了？我肚子疼，我又不想吵到别人。你打量我好骗呢？好姐姐，我今天真的是肚子疼，我这翻来覆去睡不着，就往园子里转了转，这好点的就赶快回来了。再不说实话，我就回你交给夫人了。胭脂，吵到我了。凤耀晚间腹疼，我叫他出去，别在屋里翻腾。我这会儿子倒睡着了，你却在窗外吵呢，叫不叫人安生了？胭脂冷笑一声，拉着他进了小姐房内，推他一把，顺势向膝盖窝里猛一踹。凤耀腿一软，跪在地下。他撒谎你也帮他？天来园里今儿我上夜，
内外都转了几遍，没见这丫头影子。大姐姐，我说实话，今儿你也见了，老爷心里不安生，一家子都不好过。小姐担心的跟什么似的，一直念叨着爹爹没用饭，身子要紧，怕老爷再有什么不适，想叫我去瞧瞧，送2块点心给老爷。可院门早早落了锁，我一时错了念头，想成全小姐的孝道，就翻墙去找了。我倒忘了，在胭脂姐姐这里，人情算不得什么，规矩才最大。点心呢？交过去了吗？你要知道内外院大房很是要紧，你以为夫人为何叫我不到内院来？是芙蓉糕，下午新做的，翻墙时丢了，没送成。胭脂姐姐这么认真，人在听兰院当差，眼里却只认夫人，就将我与凤耀捆了去见母亲吧。吃亏我便罢了，我违反府里的规矩，与小姐无干。夫子说百善孝为先，凤耀忘了，规矩比什么都大。她是一等丫头，你也是一等丫头，我这个主子没说话，她敢在我面前捆人。明天我去外院打听，若撒谎，人要告诉夫人知道，到时若是撵出去，莫怪姐姐无情。小姐不等凤耀回话，从床上下地，指着胭脂的鼻子骂：这院子里就你那大丫头款，什么了不起？我这主子你也不放在眼里，这当做起我的主了。请小姐穿上鞋子。胭脂再迟钝也知道小姐是生气了，忙恭敬跪下，啪啪2声脆响。胭脂先认罚，冲撞了小姐，可是规矩就是规矩。胭脂与凤耀的确都是一等丫头，可我是夫人房里的，指派过来就是为着约束这些不守规矩的小丫头们，奴婢不敢渎职。现在我要代替夫人好好教训这目无刚志的小蹄子。他用力揪住凤耀的衣领，不让其乱动，卯足了力气，狠狠扇过4记耳光才罢。等他甩手出去了，小姐扶起凤耀：疼吗？我知道老爷为什么烦心了。凤耀告诉他老爷们说的话，又说了差点被捉住的事儿。你叫他姐姐，难怪他生气。那是我大哥，平常不在家，能怪你不认得他。大公子原是神仙样的人物，不过还是咱们小姐最好看。多少世家女子都喜欢我哥哥，你说谁才配得上他？那得是金枝玉叶方能配得上他。我们村里所有男人加起来，不及他一根头发丝儿好看来。我大哥不喜欢任何与皇家有关的事情或人，他偏在宫里当差，可见人生于世上，总有不如意之事。爹爹为难的事情，咱们也分担不了。他忧心忡忡地躺下，辗转一会儿，终于发出了均匀的呼吸声。凤耀入府当差以后，从来都不乱花银钱，攒下了不少梯级。他思忖着，如若有突发事件要逃，带着银子不太方便，不如换成银票的便当。却不知道自己这点银子连最小面额的银票也换不到。小姐说这事可以问问二哥安之。凤耀趁着家学散了，等在二公子要过的连院小门处。呀，这不妹妹跟前的凤丫头吗？怎么有事去传？凤耀将自己所求之事说明，二公子也没笑话他钱少，只说自己问问。没2天时间，雨墨送来了银票，取走了凤耀的银子。晚间，小姐和凤耀一起瞧那票面。小姐说与平时爷们使的票子一样，只是面额很小，像是单位他印的。便是这章子最有效力，没了章子谁给你对？凤耀抽时间将银票藏在了一处稳妥的地方，备好衣裳，放多了一份安全感。约莫过了个把月，城中已经开始宵禁了。熄了灯火，凤耀心中一直不安，他身体不由挺得笔直，用力地侧着耳朵听着。好孩子，婉婉拿好这东西，带着小姐逃出去，要快呀！马上官兵就把我们整个城府围了。凤耀还没问呢，他已经拼命狂奔而去，顾不得一丝的仪态。小姐，穿好衣服，我们被官兵包围了。张大娘让我带你先跑。母亲呢？父亲难道不管？凤耀哪知道这些啊！凤耀自己穿起小丝衣服并男士靴子，拉起小姐的手，轻手轻脚地向屋外走。后墙临着灵河的小河道，平日偷出门时用的小船泊在那儿。凤耀熟悉地翻过墙，在墙外接应他。凤耀，我们偷出府，万一没出事，是要请家法惩治的。我的大小姐，再犹豫，我们就都被围起来了。我有点怕。我拖着你，张大娘拼了命才给我们争取到这一点点时间，我们别辜负她，别辜负夫人，快跳啊！我想娘，我情愿和娘一起被捉去，也好歹一家子在一起。凤耀不再多话，跳起身来，抱着他搭在墙处的一条腿，用力地向下一拽。云芝没有防备，身子一歪就要掉出墙来。小船顺水飘出了2里远，河道变宽了，水流也缓了。为什么不让我回府同爹娘在一起？凤耀没有马上回答，举起撑杆，将船撑到了岸边上。先上岸，我再同你解释。云芝不动，死死地瞧着凤耀。小姐快跳上来吧，水里冷得很。你为什么不叫我再看我家一夜？为什么压着我？为什么不让我和娘待在一起？哪怕坐牢，看着我娘我也放心。为什么？我们到岸上，我就告诉你。云芝哭了起来，到底软下身子，趴在了凤耀的背上。凤耀将她放在干地上，又回到船边。
从船上拿了那包男士衣服，将小姐的衣服用力丢在水面上，又将船送到了水深之处。船儿随水飘向了远处。我不想逃，我要回家找爹爹娘亲去。你是个怕死的叛奴，只记得逃命。云芝小姐，我只说一句，你若还要回，我与你一起回。死的时候咱们还做着伴儿。小姐半信半疑地转头看着他。你来这里，放心，我不强拉你。云芝慢吞吞地挪过来。现在你快说吧，说完我要回去找娘了。你还记得夫子说过人之风骨吗？他说人在得意时未必看得到风骨，在失意时才可见其风骨气象。君子有铮铮铁骨，难道女子不堪为君子？现在府上遭了难，我们保全自身以徐徐图之。若是大家都死在一处，谁在外面操劳奔波？可我们女子平时宅院都不出，要怎么奔波呢？此时在牢中之人无法可想，无消息可传递，难道不需要个能跑动的人？哪怕有人传个话也行。说句更难听的，看这阵仗，三房爷们儿都遭了难，这是连坐，不似小事。若当真要杀要剐，是不是也得要有个人见效收尸？非得要等着别人一锅端吗？云芝听到要杀要剐，瘫在了凤耀的身上，哭得快昏过去。小姐，你再思虑，今夜来传消息的是张大娘，你娘亲的陪嫁，她来递消息，还会是谁的意思？此时你不听夫人的话，还算孝顺吗？咱们要活着，活着才有希望。凤耀从怀中拿出张大娘给的纸展开，是申契，里头夹着路引，名字写的是秦春和女，秦春生男，并两人的详细情况。夫人给两人改了名字，小姐随了自己的姓，但是对自己天大的信任，又将凤耀改成了男子，方便两人逃跑。这份信任让凤耀心底发热，他暗下决心，定将小姐护住，逃出追捕。小姐，从现在开始，你是秦春和，我姐姐，我是春生，你的弟弟，记住了吗？凤耀的目光投在他手里的小包袱上，心下一沉，那东西说是随身带着，恐怕二人活不过几日，怎么死的都不知道。拿来。干嘛？我们不能带着这么贵重的东西走夜路，等安置下来再来取也行。万一遇到强盗，谁能保住这些钱财？云芝想想说的在理，便将包袱交予了凤耀。凤耀顶着北风，折了一根粗树枝，在坟圈子里转了几圈，看到一座无主的荒坟，用枯树枝向棺中一拨，哗啦啦的作响，显然死人已经风干成了枯骨。他趴下身去，摸索着将包袱放在骨头底下，又把棺盖盖好。你不怕吗？这可是在棺材里的死人，扔在路边的我也见过不少。死人不可怕，活人才可怕。还是你聪明。两人跑了一段路，停下来歇息时，小姐累得脸泛红晕，映着血光。虽然身穿男装，可也如仙女一般美丽。凤耀二话不说，蹲下身抓了一把泥，给自己涂了一点，余下的全部都糊在了小姐的脸蛋并衣服上。二人顶着风，一步步的向前挪。凤耀不敢停，天亮时必须得走到南永兴门才行，那时出城可能还容易一些。等两人到了永兴门时，天已大亮了，门前排起了稀稀拉拉的队伍，都是要出城的百姓。两人排在队尾处，云芝好奇的左顾右盼，丝毫不知现在的处境有多么凶险。昨夜常家出事啊，你可知晓？闹腾一夜怎会不知呢？我二弟在禁卫军中当差，听说昨夜常家死了一个夫人呐。凤耀心头一紧，小姐也听到了，她紧紧攥住凤耀的手，眼圈已经红了。凤耀用力的回握着，用眼神示意他不要急。哦，抄家也不会对家眷怎么样呢？怎么就死了一个呢？那夫人烈性的很，好像查她的嫁妆，她不乐意，她家老爷又给人按在了院子里。她身有诰命去与人理论，护自家男人，一时气急便中了柱，血溅当场啊！常家三房的正头夫人都是有诰命的，不过说起脾气的话，最硬最烈的当属三房的正头夫人，最有可能触柱的就是她了。云芝也想到了，长出一口气，又撇嘴想哭。脸擦干净。两人胡乱的擦了擦，卫兵又打量几眼，又让对方将手里的破包袱打开，里头只有几块发馊的干粮，这才放了行。没想到有了路引，还会查得这么严，怎么办？恰在此时，一辆夜厢车过来，气味逼人。停下，排队去。郭爷，咱们是良民呐，见天给城外送夜宵，您通融一下，让咱先出去吧。哎呀，让他过去，别他妈的拿着鸡毛当令箭，快熏死老子了！今儿个天王老子来了，也得排队一个个验明身份。雪雨天里不会有人推这样的车子出门，一旦遇到了坑洼不平处，极易歪倒。
他偷摸拿了几块碎石头，趁乱扔到粪车轮子下。让开，快让开！紧急举物！眼见那打马而来的身影越来越近，并不减速，凤耀用力地扑在了粪车上，用尽力气将粪车一推，轮子压过碎石，失了平衡，带着满满的一车粪倾斜着倒在了路当中，粪水一下泼洒出来，溅得老高，周围人身上或多或少都沾上了一些。城门前顿时就乱作了一锅粥。凤耀趁乱在身上沾了粪，向小姐示意。他前头故意扑粪车的时候，小姐看到了，也明白他的用意，咬紧牙关，眼含热泪，一步一步走到了粪车边上，故意一打滑，倒在了满是污水的路上。秽物沾了他一头一身，他起身干呕起来，呕完流着眼泪，一瘸一拐的坚定地向城门口走去。守城人一边看着这边的乱子，一边对陆野：我就这一件衣服，弄上大粪，怎么换呢？快滚快滚！走出了几十米，凤耀追上他，后面陆续出来的百姓都停下此处，聚在一起。他们所要去的地方名为青石镇，途经野人沟。小姐千金之体，抛头露面已属万不得已，若给人擒去，失了清白。凤瑶，我不是故意拖后腿，我好难受啊！凤瑶一惊，伸手摸了摸他的额头，是滚烫的。能忍受得住吗？我能忍，就是怕万一晕过去，你可怎么办？你胡说什么？你忘了，我们可是亲姐弟，别小瞧我，这里啊有的是主意和计谋。我知道。两位也是要去青石镇的吧？咱们结伴一起走吧。老大爷没开口，一泡眼泪先涌出了眼眶。两人青石镇上有亲戚，来信说青石镇的日子还算是平静，若是经理混不下去了，可去投奔。他们一直没去，是因为京城中他们开了好几家的饼铺，生意很好，也攒了一些银钱。流民大量入城的时候，很多外来乞丐成帮结派一起来要饭，不给就不走。后来就发展为了不给就抢，不光抢店面，还抢顾客，搞得普通顾客看到有乞丐就不敢上门。再后来，世道越发艰难了，关了好几家店，至于最后一家。一家子商量好，余下的面粉卖完了就去投奔亲戚。经理说什么也不能待下去了。小姐同情的点点头。大爷，这经理早就开始驱赶流民了，后头连城门都不叫进，乞丐都清理到永兴门外，您怎么还关了好几家店呢？这位小哥，家中是做生意的吧？也察觉出不对，可正忙于虎。小店力薄，被抢走几个饼并几个大钱，影响没多大，只是官府越来越重的税负叫人承受不了，开始赔钱，自然不愿意再做下去了。家里老太太看不得官家3天2头的上门找茬，奈何却斗不过，等不及，带着小伙的弟妹先走一步。可过不几日，亲戚送信来说老太太跟2个孩子没过去，他们2人顾不得生意出来寻亲了。向周围走过野人沟的邻居打听，都说原来白天里面结伴走是没问题的，匪徒只在夜里出没，后来大白天的就有劫道的土匪。那咱若是绕道呢？就算是多费些脚力也无妨，只要平安过了野人沟就行。原本呢，从北平河门出城绕个圈呢也能到，现今平河门封了，东西校门更不用想，只给皇上过。且野人沟西边靠着大山，山前一片树林，里面是乱坟岗，大白天的暗无天日，须点火把前行。东边就是恶人集聚的村落，只有这一条小路直通青石镇。办法冒险却能一时，小姐发着烧，不能在路上耽误，无论如何得要闯过这一关。大哥，我和我姐姐身无长物，你2位呢？小伙犹豫一下。咱们一起走，按照我说的做，可保住你的钱财。这位小哥年纪不大，难道诸葛在世？你用了什么计谋过得了这烟过拔毛的野人沟啊？曹冲6岁丞相，大爷您可别小看了少年人。正说话呢，小姐身子一软，靠着凤药就向地上滑，
凤耀赶紧蹲下身，将小姐背到自己背上。遇上就是缘分，就咱们作伴吧。大爷倒是没吐口，看向路上别的行人。大家豪气万丈，三五成群，折了树棍拿在手上，打算仗着人多硬闯。大爷若是真不信我，你与大哥先远远跟着那些人，他们过得去，你们跟着过去就行。说是过不去，我就在后面等着您二位。小伙抱歉看了看凤耀，扶着大爷和大群人先走一步了。他们不与我们结伴吗？凤儿，他们可是嫌了我。他们是看那堆人多，乌合之众不足常事。野人够声名在外，说几个人拿着棍子就能过，岂非是浪得虚名？他咬牙顶风向前走着，那些人结伴走得很快，一会儿就看不到人影了。长长的小路上只余凤耀一行二人，小姐无声无息晕过去了。四周一片死寂，抬头看不到尽头，回头没有来路。别往前走了，死人了！强盗杀人了！有人一身血呼号狂奔，路过他们一步都没停地向城里跑。不多时，大爷和小哥都垂头丧气地回来了。小兄弟好判断呐，不知是何好计，与犬子商量即可。大哥，你可有御寒衣物？佳姐受了风寒，已经晕了。你那计策能保着女娃也一起过得去吗？此计正由佳姐而来。那小伙爽快地拿出一件半旧的夹袄，凤耀顾不得许多了，将小姐放下，套上宽大的棉袍。哎呦，你们有什么准备的？快着些，这娃娃看着不好啊。我这计不十分吉利，但只有7分把握。路西有荒废宅院，要去找辆车。你说吧，不管多难，我都尽力而为。你去找个荒得久些的坟挖开，把棺材请出来。那小伙吃了一惊。哎，听我说完。我知挖坟是大忌，对死者不敬，就怕防生者。可是大哥，你看看现在的世道，还有什么忌讳？想活下去罢了。别人敢杀人，我们只是挖个坟而已。哦，你误会了，我是问你要棺材何用。你愿意出多少买路钱？我怀里揣着1贯钱，别的银子在我爹怀里。你看佳姐只剩下一口气，我的计划是声东击西，具体咱们便是如此。凤耀叫他找到一口深棺，将小姐放在最下面，银钱全部都放在小姐身上，卡上一块板子，将一副枯骨放在上面。小伙大喜，觉得此计甚好，两人分头行动。冬日昼短，将申时，天已经暗下来了。大家动手将棺材绑在车上，期间小姐动也不动。凤耀很是担心，只能加快行动。我想求小哥一件事。小兄弟，你请说。关键时刻，请借着匕首一用。放心，我要保证佳姐清白，计策失败，佳姐被擒，只怕……凤耀没说完，小伙子明白了，只要被发现，凤耀便一刀杀了他，好过被那帮凶残的匪徒玷污清白。一切准备妥当，凤耀推起车子发力，木头车只在地上来回的扭动，却不向前行。小兄弟，没怎么干过粗活，还是力气太小，我来吧。小哥牢牢地握住了推车把手，均匀发力，车子终于在雪地上前行起来。凤耀在一边帮忙用力，越向前走，他心中的弦就绷得越紧。天色更暗了，朔风阵阵，碎雪扑面。正走着，小哥突然停下，是一堆火把挡在那儿，现在回头也来不及了，哪怕阎王殿也是要闯上一闯。小兄弟竟是明神，这一遭咱们也算是生死之交了。这世道有今天没明天，初次见面谁又能推心置腹，谁又敢呢？若是此时告诉他我是女子，会不会连明天的太阳都见不到？他也许不是坏人，关键时刻他会不会为了保全自己而推出我们？小哥说的是，我叫春生。在下曹正。停！强盗上下仔细地打量着几个人。呸！晦气，一窝穷酸。去哪儿？送我奶奶灵柩回乡，俺老家青石镇的。不会是用这口破棺材运送财物的吧？哼，想骗过我们黑爷？那不可能！在风雪的呼啸中，凤耀听到了棺材下部传来一声细小的敲击声，
好在风声很大，夹杂着周遭枯枝哗啦声和火把燃烧的噼啪之音，掩藏了这声轻响。打开，让爷瞧瞧。奶奶，咱们家这么倒霉，您老人家都化成白骨，还要遭人开棺这是什么世道呀？老天爷，您看看眼，这大哥来逼死这帮坏蛋！儿不孝啊，让母亲遭这等大罪呀！曹征直勾勾地瞪着独眼龙，目中喷火。独眼龙冷眼瞅着，用手拍了拍棺材，小喽啰上前开始起棺材盖儿，盖子一开，一股臭气先涌出来。晦气！凤耀心下一激灵，心知自己犯了个弥天大错。独眼龙就着小喽啰举起的火把瞧了瞧棺材里，用刀伸进去划了2下。你敢数这一体？我奶奶她老人家今夜就来学你晦气！他疯了似的在地上打滚嚎叫，大爷也跟着哭。两人的声音终于盖住了小姐发出的细微响动。都起来！凤耀放低了哭声，顺从地从地上爬起来。他挨个搜身，虽然穿着破棉衣，但是他将凤耀浑身上下摸了个遍。曹征捂着胸口蹲在地上开始挣扎，可他一拳难敌4手，还是被众人按在地上。独眼龙一把掏出他怀里那罐钱，他扑上去抓住那罐钱，也不说话，就是死也不松手。大爷见儿子吃亏了，上去帮忙，被推倒在地上。一群人涌上来，是又踢又打。要钱不要命是不是啊？大王饶命！人没钱，实在是活不下去。早晚活不下去，现在老子就送你去见阎王。大王饶命啊！别打了，给我们留几百钱，我们一家子就靠这点钱了。把他衣服扒掉。万一他们脱了他的衣服不算，还要过来搜我的，那要怎么办？心神大乱之际，几人不由分说的上前，将曹征的衣服一件件的扒掉。他抱着膀子立于风雪中，健壮的身体缩成一团，瑟瑟发抖。他们将衣服一件件的抖了抖，确定里面什么也没藏，才扔回给曹征。行了，叫他们滚吧，后面再等几个人就回村，也好早晚的了。凤瑶推起小车，示意曹征快走。三人连滚带爬的离开了野人沟，推出了几10米后，听到后面传来给我站住的喊声。给我站住！给我站住！此时的三人只恨双腿没插翅膀了，推着车子狂奔起来，也不知怎的能跑那么快，彻底甩了追兵，一直跑出了10几里方泄了劲。天也黑透了，三人停车暂作休整。凤耀将小姐背出了棺材，探了探还有微弱的鼻息，将棺材放入密林中，财物还给大爷，把衣服盖在小姐身上，使小车推着她行至了午夜，终于到了青石镇。凤耀找了一间小客店，通铺1夜10几个大钱，热炕热水。曹征看凤耀带着个女子不方便，出了20大钱包了一个单间。凤耀费力地将小姐放在炕上，掩了房门，神经仿佛突然断了一般，一屁股坐在地上，眼泪控制不住地流出来。缓过神来，他伸手去摸小姐的额头，小姐已烧得滚烫了。凤耀取来温水，将毛巾泡水搅干，搭在她的额头上，又替她擦了手心。曹征爷俩住在隔壁的大通铺，凤耀收拾利索去道谢了。他们也刚拾掇好，大方地叫了3碗热羊汤炝锅面，热腾腾的面带着绿色小葱端上来，香气四溢。凤耀怀着感激，饱含热泪地喝完了1大碗的热面。谢谢你，明明应该我谢你。小兄弟客气了，没有你的计谋，我们怎么能瞒天过海？我只是奇怪，后来他们怎么发现的？都怨我思虑不周，是因为臭味。他只想着让对方别太靠近棺材，增加棺材的恶心程度，却忘记了那棺材中的死人都成了一把枯骨了，哪还有那么大的气味呢？就算有此一漏，兄弟也是我见过的最机智、最冷静的人。还得谢谢小哥出手相助，害你损失了1罐钱。嗨，1罐钱算什么？这世道，最怕赚得来留不住。这样，等我们安顿下来，我便慢慢还你。这个损失本该是1家1半，不能让你吃亏。1罐钱换回4条命，太便宜了。我跟你讲啊，别再提钱，小瞧我曹征。那就谢谢。咱们就此别过，青石镇不大，以后还会有相遇的。曹征爽快地与之告别。回到房间以后，
小姐突然抽搐起来，眼见着挺不到天亮了，凤耀脱掉鞋子，抽出鞋垫，从鞋垫上方拆一个口子，抽出了1张2两银票。找掌柜打听了镇上哪家医馆比较好，请了大夫来瞧病，才晓得夜间诊费要比白天高1倍。在府上1年多的时间，连着赏钱加月例，也存了30两之巨。可是如今吃喝住用都要花钱，30两坐吃山空，不得不省。老大夫开了方子，连药带诊费的1两银子就这么没了。但老大夫见了2两的银票，他怒极反笑：“你这小骗子，没钱就说没钱，我是大夫，好歹要救你。老夫虽穷，却也知道银票没有2两的面额，你又何必呢？”老大夫甩手走了，方子也没带走，倒是省下了一笔。小姐后半夜时安静了一些，凤耀歪在她身边略略歇息。天光大亮才寅时，凤耀问明了票号所在的位置，直接找过去。小伙子，我就不多问你家主人与老板的关系了，想来呢必是老板要紧的朋友，否则呀老板也不必为这点小闲份事。多送你50钱，拿去买糕饼吃。凤耀开心地接过钱，抓了药。他没有急着回去，在镇上转悠打听，这里的空房子很多，在最繁华的街道上有一条岔路，进去不远有一处合适的空房子，凤耀爽快地租了下来。回到客栈时，曹真父子已经离开了，掌柜的帮忙煎了一副药喂小姐喝下，盖上被子给她发汗。凤耀独自去打点租下的房子，待一切都准备妥当了，天已经黑了。他借车来接小姐，小姐一直昏着，始终没有知觉。车子把2人拉到了新家，凤耀把小姐背到2进院的楼上，盖起新被子，自己在一边坐下来。夫人，凤耀没有辜负你，小姐现下安全了。我是死了吗？小姐，一切安好，咱们都还活着，放心，有我在，一切都会好的。他在枕上略点点头。凤耀算算账，租下房子，银钱所余不多，坐吃山空万万不可。他盘算着，这镇子坐落在山脚处，丛林茂盛，木柴易得，养殖牛羊的人家也多，羊下水极便宜，开个羊杂汤馆应该是可行。寅时刚到，窗外黑漆漆的，凤耀从热被窝里爬起来，去院里面起火烧锅，天边还亮着一颗星。木柴燃烧起来，升起袅袅炊烟，将羊汤的鲜香能送出2里地去。声音很快就稳定下来了，力不多，胜在稳。夫子说过，细水长流。小姐退了烧之后，还需要静养一段时间。凤耀抽空去了一趟医馆，将诊费还给老大夫。多谢大夫当着救命之恩，又给了多1倍的诊金。老大夫只收了自己应收的部分。年轻人没钱就直说，莫要行欺瞒之事。那小子恭敬地点头答应。凤耀回家同小姐说了此事。为何不和老大夫说明银票的确能换来银子？现在我俩无依无靠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银子能给我们就不错了，哪里还敢张扬？小姐心思沉沉，心忧家人。凤耀观察许久，其中一个客人为人豪爽，不爱计较。待用完饭，周围没了别人，凤耀悄悄地求告于他，他很快就应了，没几日便回了话。常家罪名是涉嫌谋逆。凤耀惊得拿不住碗，一松手，碗就掉在地上，摔了个稀碎。小官人，你挺住，可别与他们沾上关系啊！万万保住我自己，才能保住小姐。也许常家最后只余小姐一人独活。听说有一个哥们儿没押进去，是为哥儿还是为姐儿？我特地问过，是哥们儿，还说是宫中有贵人庇护。常家与你什么关系啊？如今风头正起，若是亲戚，还是不要沾染的好啊。他姓常，我姓秦，原是沾着拐弯抹角的相邻，想着要投奔富贵，进不去皇城，就想着要打听一下，看有没有路走。思来想去，秦风耀还是决定先不告诉云芝。与风耀一墙之隔住着酿酒的一家3口，他家儿子大牛16、17岁，与风耀很快就相熟起来。近些日子总有流民经过，凤耀央大牛找一只小土狗来看家。上午求了他的事儿，下午大牛便抱来了一只小黑狗。凤耀喜欢的不得了，开了后院锁，直接抱回后院去给小姐解闷了。大牛伸长了脖子向后院看，待凤耀出来时，他好奇地问：春生弟弟，后院住着谁啊？佳姐，她生着病，见不得人。你姐多大了
哦，佳姐18许给我老家大西营村的许家，可惜是闹了旱灾时，大家都逃荒出来，我与姐姐同大家走散了才跑到这儿。日子稳下来，我们是要回去寻亲的。别看现在只有我2人，但是我们秦家也是大家族。狗儿见风长，2个月就很大只了。凤耀将它拴在了前院中，给它起了名字叫黑风。小姐不乐意，黑风要看家，你撒开他老见人就不凶了。我就是想要他亲人。疯丫头，我在后院很寂寞，你又不来陪我，你如今待我不如从前好了。小姐，现下乱世，赚来银子已经很难，我哪能像从前时时刻刻陪你？我也分不了神啊。眼睁天都不亮，那我就得起床生活，一直忙到日落西山。我也想念从前的日子，听听夫子讲课，翻墙去为你买东西，我也想啊。我早说将那点翠首饰卖了，我们度日用，你不肯，现在又来和我哭穷。唐家世代为官，父亲和叔叔们一直忠于皇上，我不信我家能有什么大错处。很快爹就能来接我们，你何必自苦如此？你瞧瞧这衣裳，我打生下来就没穿过这么粗的布，一整日下来，皮肤都红了。凤耀，你来长府时，我们家是怎么待你的？小姐，我想护着你，直到老爷平了冤，所以有事未曾相告，想来也是时候与你商量。先说那点翠首饰，小姐可知典当有期限吗？云芝瞪大了眼睛，果然是一无所知。一般当期6个月，到期不赎，这些东西就成了死当，人家能随意处置。6个月难道爹还出不来？疯丫头，你是思虑过度还是小瞧常家？我经历过更坏的时候，不得不多思虑一步。那东西是夫人留给你的念想，是兜底的宝贝，1000多两的首饰，拿到当铺当200就不错了。我们吃多大亏，当首饰的事就别想了。你忘了你是我的侍女，怎么能这么跟我说话呢？小姐本是千金贵女，何曾吃过苦头？这一路走来，她穿过男子衣，沾过大粪，走了长大以来最远的路，数月来吃了一生都没吃过的苦。爹娘入狱前，她哪曾知道世道艰难？想到此处，她又慢慢坐下，缓缓神告诉了小姐昨天听客人讲的一件真事。那客人傍晚路过野人沟，他亲眼看到了刘匪将一姑娘给侮辱了，就当着所有人的面，几10个匪人点着火把，过路的行人没一个人敢多说一句话。那姑娘想死都死不成，给几个男子按在地上。你的首饰就算是想拿过来，谁能过了搜身那一关？那东西价值1000两，现在谁出门敢带超过500钱？你敢把东西托付给旁人？那我们如何过的野人沟？你是烧糊涂忘记了，本不想告诉你，怕吓到了你。凤耀将当日他烧晕被放入棺材，上面盖着木板压着白骨才将过关的事情告诉了他。小姐，这种苦头我不想你再吃，也不想你知道。还有什么是我不知道的？一并说了吧。常家罪名是谋逆。凤耀的话音未落，小姐一下站起来，又翻着白眼倒下了。凤耀扶着她，将她放平在床上。素叶，我们是没依靠了。爹爹他们认罪了吗？我托人打听说还没审，还说除了小姐你，还有一位爷未下大牢，宫中有人庇护。常家与宫里有联系的多，但能得人庇护的就只有我大哥穆之，他在四皇子跟前当差，很得信任。一滴泪顺着脸流到了枕头上。这一次凤耀没有帮他擦，转身出门，留他一个人在屋里好好的想想。喂，店家，没看见大爷来了？凤耀打量一番，一个15、16岁的少年，一脸挑衅模样。哎，快点啊！没看到咱家王哥来了吗？快上羊肉汤，多放肉啊！凤耀站着不动。看不起爷？信不信我砸了你的汤锅？凤耀盛了一碗汤端到他的面前，又拿碗放上了2个大块饼给他。初次见面啊，先不收你保护费，算是爷的礼。以后啊，看爷心情，我会常光顾你的。一碗汤5文，饼算送的。什么？2个小弟吃惊地看着凤耀，又低头看着王二。王二只顾着喝汤吃饼，跟没听见似的，一大碗汤一滴不剩的喝干。跟我要钱啊？来，爷没钱，用命抵给你。凤耀瞟了一眼平日里剔阳的刀，以为爷怕你啊？想砍只管来，哎，打开，
也要进去转一圈。来，砍死我，踩着我尸体过去。哎，王二，莫要欺负外乡人，你收钱归收钱，去别家屋里，过分了。哼，好小子，爷记住你了，给爷等着。王二离开了，凤耀知道此人不会善罢甘休的，回到了西厢房。推开门，小姐坐在自个儿床上，一脸的愁容。我们怎么办呢？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。你看情况不对，就快从下面地道跑。说论起来，我们才是亡命之徒，他王二不算，他在此有家。凤耀只是在安慰小姐，她尚未想出办法。凤丫头，我知道你一定能想出办法来。她回了二院，二门上内外各上一道锁。凤耀放开黑风，在前院守着，这才放心回屋睡下。后半夜时，黑风突然狂吠，凤耀披了衣服从窗缝向外瞧，一道黑影趴在墙头向外逃去，黑风死咬住那人的脚踝，被带离了地面也不松口。凤耀吹一声口哨，他松开跑回来，黑影逃走了，那墙根下留下了一滩血迹和一只鞋子。这人倒是个急性子，有仇不隔夜。这日，凤耀如常招呼客人，只见离大门远远的一个不辨男女的行人蹒跚着脚步向店中走来。凤耀知道是遇到讨口的了，他一向对这样的人大方，备了饼，待一会儿再打上一大碗的热汤，说不定就保了一条命。待人再走近一些，他已经认出了那是何人，心若擂鼓，转了100个念头，是假装不认得，还是赶走？他到底还是会引来祸患，还是多了帮手？他定定神，心中拿了主意。天冷，里头坐着喝碗热汤吧，这出门在外的不容易。凤耀将饼放在了汤碗边上，丫喊叫：“是我，天之姐姐怎么跑出来的？”那人身体一僵，不敢相信地抬头看了凤耀一眼，惊得要站起来，被凤耀一把按住，大声说：“客官慢用。”胭脂明显吃得急，心思却并未在食物上，他憋着一肚子的问题，一肚子的委屈，想要一吐为快。待客人少了，凤耀将胭脂带到了自己屋里。小姐安好。安好，你换了衣服，我带你去见他。凤耀忍了一肚子的问题，打了热水，拿了衣裳。我亦如你一般，扮作男子，行事方便。凤耀拿了一卷白布扔给他，自己先出门。凤耀，我名春生，他名春和，你做我们小叔，叫做运来吧。以后咱们仨相依为命，喊错不得。虽然刚才他有一瞬间的犹豫，并不想与胭脂相认，可是现在胭脂在这儿，他心中升起了一股莫名的安全感，好像是累久了，有了依靠。他听到里面传来的水声和胭脂强忍的啜泣声。待胭脂装扮好了，开了门，恰如一个端正的大小伙子。他太适合男装了。那一卷烂衣服被他拿到院中点火烧了，他呆呆地盯着那团火，眼睛不眨一下，直到衣服化为灰烬。凤耀直觉不太对劲儿，先莫告诉小姐我来了，我先熟悉一下，等能做事了再说不迟。相聚不免哭哭泣泣，现下我实在是无心，若在此地无用，我是不会留下白吃饭的。他仍如在常府时那般冷硬。如果注定要告别，不如别相见的好。说到此处，他已经语不成声了。凤耀并未打扰，先出去了，叮嘱他先别作声，自己会想办法给他搞身份。到了晚上，凤耀果真没有跟小姐说起胭脂。胭脂细问了凤耀过野人沟的情况，又问了凤耀到这里的日常生活作息。直到3更天，凤耀呼吸均匀，他却一直在黑暗中双目炯炯。世道不公啊！明明常家那么忠心皇上，却被打成谋逆之罪。明明我先入府，夫人却将小姐托付给凤耀，也幸亏托给了凤耀。事实证明，我是不如凤耀机灵呢。若将小姐托给我，连府门我都走不出去，别说安全带到青石镇了。他无声地流着泪，回想着自己一路的经历和苦楚。难道上天真的不给我活路吗？我这样因循守规之人，上天为何给我如此残酷的考验？见凤耀睡得香，胭脂轻轻起了身，穿好鞋子，走到柴房门口，把一段麻绳挂在房梁上，将脖子伸进了绳圈里。死在此处，可有想过我怎么处置你尸体吗？想过仵作验尸时，我怎么解释你是个女人吗？你由何来，去何处？为何死在我家？我该怎的去说？他听着凤耀一连串的诘问，痛苦地捂住脸，蹲下来蜷缩着身子，呜呜地哭起来。姐姐并未做错过任何事情，为何用死来惩罚自己？胭脂泣不成声，胸腔里有一支利刃将五脏绞碎。你没有做错，错的是这个世头。要死，我也当死。
可我偏不死。自今日起，你是我的救命恩人，但凭差遣。去见见小姐吧。胭脂起身拍打了干净的衣裳，面色如常。三人相聚，一夜倾诉。胭脂说，那日官兵所拿常府的所有人丁，她是被抄家的御林军从床上拉起来的，跪在院中才知道小姐与凤耀跑了。常府中有几百口人，队伍拉得极长。大家过灵水桥时，胭脂从队伍中跑出来，跳进了刺骨的水中游走了。她在城里躲了多日，并没有得到一点关于小姐的消息。又有传言说，在灵河找到一只小舟，上面丢着绣鞋，还在水面上打到了小姐穿的披风。传言说小姐带着丫头投水自尽了，我不信，凤耀绝非是能自尽之人。他猜测两人无处可去，定是来了青石镇，便跟着寻过来。那你是怎么过了野人沟的？我们过得可难呢，多亏凤丫头瞒天过海。胭脂愣了，他扮作男子，身无分文，也就过去了。哦，那就好，万不可做女子装扮，那些土匪无恶不作的。凤耀同胭脂对视一眼，他已决定将这秘密烂在心头了。一大早，胭脂让凤耀先去休息，由自己做粗活，等客人上门了，凤耀再起也不迟。凤耀有个相熟的客人，对方帮他打听过常府的情况，还在王二挑衅时出言阻止，是个极稳重的人。他托对方再办一张路引。现在的官府啊，只要付钱，没有不给办的。真有钱能使鬼推磨呀。凤耀付了对方整整3两银子。胭脂有了新身份，凤耀在外称他为小叔。胭脂行事沉稳，颇有长辈架势。胭脂在二院楼下搭了一个小床，守着小姐，也让凤耀放心了不少。这日入夜，春生，今儿我去给人送酒，遇到王二，他嚷嚷着要找你报仇，我送他瓶酒，叫他别再找你，可他不依。谢谢大牛哥提醒，有黑风护院，我无妨的。此人阴狠，小心他投毒。我们家黑风只吃我喂的食物，不出外来食。那你多加小心。这夜不知几时，黑风不停地狂叫，在院子中跑了几圈，扒拉着2道院门。凤耀一个机灵，突然醒了，他穿上鞋冲出门，姐，救我！只见胭脂倒在1楼，不知死活。王二一脸淫邪，压在小姐的被子上，小姐正拼死抵抗。小姐里面贴身穿着的薄棉衣已经给撕开了领口，露出修长雪白的脖颈与玲珑的锁骨。哎呀，大牛说的没错呀，小姐果然貌若天仙，肌肤生香啊！哎呀，滚开！他用力一推，凤耀向后趔趄了，腰部撞在了梳妆台上，疼得他眼前一黑。老子知道皇城里到处张榜找常家千金，瞧你模样，绝非是普通人家小娘子，骗得过隔壁傻子，骗不过我。你的鸡拿链要不得几天就贴到咱们镇了，到时候老子就接棒领赏。就在此时，一个人影摇摇晃晃地走上楼来，是胭脂。哎呀，好漂亮的千金小姐啊！我王二也有此等艳妇，今天就是死在你身上也值了。胭脂大吼一声，从腰上抽出了腰带，走到床边，一脚踏上床去。他蹲在王二身后，将手中的布带缠上了王二的脖子，快速缠了一圈，用膝盖顶住了其后心，手上猛地一发力，只一下，王二眼珠子被勒得突出了眼眶，眼皮子向上翻去。王二的一只手向后抓到他一缕长发，用力的拉扯。凤耀终于缓过一口气来，他扑上去抓住王二的食指，用力向外撅，那厮疼得松了手，咔嚓一声夹着惨叫，生生的掰断了他一根手指。王二的身体忽地软下来，胭脂拖住他，将之拖到了地上，他自己也泄了力，瘫坐在了一边，死一般的寂静。3人谁都没有说话，小姐掩着领口忘记了哭。你去看看有没有人给他望风，看他是怎么爬进来的。胭脂没动，他低着头还在发着抖。胭脂，天杀的，都该死，他们就是这么对我的。小姐光着脚下了床，将他抱在怀里。凤耀也走过去，3人抱作一团。寒夜的风扑打着窗棂，凤耀拉开扯着自己的手臂，他连滚带爬地下楼查看一番。墙外无人，只架着一把梯子，此人应该是只身前来的。他死了吗？胭脂伸手探了探王二的鼻息，冲凤耀摇了摇头。凤耀将梯子搬回院中，劈成了柴，早起生火时烧了。王二则把他扔到原点的大街上，天这么冷，他挺不过一夜的。我去丢。2人同时开口。我对青石镇比你熟悉些。
你也不知扔到哪里合适。凤耀拿了一些白酒倒在他身上，又捏着他的下巴灌了一回。凤耀偷偷摸摸地推开角门，推车出去了。凤耀战战兢兢的，一点动静都能吓得他头皮发紧，将他推出2条街外偏僻的地方，找了一个街角，把他拖下车，靠在墙根上，推着空车回来，勉强锁了角门，在地上坐了半天，才感觉到了入骨的寒意。胭脂这时拿着宝贝飞奔到了院子里，他用力架起凤耀，连扶带拉的把他弄进了小姐的房中。要不我们关几天门？无缘无故关门不是更可疑吗？他活该，自己找死。此事事发我来担着，只说我失手杀了他。这不是单找的事，我们没杀他，也没和他结仇，和王二不对付的人多了，不止我们一家。大牛被他敲诈不止一次，收保护费的也多了去了，只需一口咬定，没见过人就好。我们是不是再也不能回家了？应该是再也不能回去了。今天的事，天知地知，咱仨知道，不会外传。小姐你放心好了。凤耀，胭脂，我被那厮看了身子，又给压在身上，已经没了清白，已经让家族蒙羞，回家也是给吊死。他的确说得不错，家风与清白是世家的命门，是誓死要守护的东西。我倒不如那日没跑出来，死在牢里的好。莫说傻话，不要因为别人犯的错惩罚自己。说按规矩，咱们仨人我该最先去死。毕竟过野人沟我被那独眼龙全身摸了一遍，我更该死。小姐，你若寻死，我们陪你一起；你若打算活，就把此事烂在肚子里，莫要再提。天擦亮了，不管头一夜发生了什么，日子还要过下去。凤耀安排小姐睡下，自己跟胭脂一起将劈开的梯子置于灶下，泼了一些油，烧起火来。小姐受了惊吓，又发起热来。凤耀让胭脂照顾小姐，他来招呼生意。吹笙！只不过一声招呼，把凤耀吓得一屁股坐在地上。大牛哥，我烧火出了神，没听到你过来。哎，你和你姐都好吧？好啊。大牛哥为什么要这么问？王二啊！哎呦，我的儿啊！你跑哪儿去了？啊，是王二他妈。乡亲们，谁见过我儿王二啊？他从来不在外面过夜，昨天一晚未归，谁见过呀？这些客人中多有受过王二欺负的，大家都当作没有听见，没有一个人与他搭话。也许一会儿他就能找到王二冻僵了的尸体吧。然而一整天下来，并未听到街上发现尸体的消息。凤耀心中呐喊，又不敢刻意打听，便使胭脂看着店面，而自己假装买东西去抛掉王二的地方瞧一瞧。到了那里，他震惊地发现，头夜明明将王二摆在街角，可现在那个地方却空空如也。尸体是不会平白消失的，那就是没有死喽。小姐一直在2楼院中藏着，怎么会招惹那种杂毛？凤耀这才将大牛看到了小姐，为了转移对方骚扰，说出了小姐的事情，告诉了胭脂。你就这么放过那小子？出一时之气有何用？他已经说出去了，结果无法挽回。他想保护自己，推出别人也无可厚非，怪只怪我思虑不周。再说了，我不怪他，他心存愧疚，反而有事能出手时会出手帮一下，毕竟是邻居，不可反目成仇。我知道你一向嫉恶如仇，有时候也要忍耐一下，来日方长。他突然想起了府上的日子，问胭脂为何那么讨厌自己。没良心的小蹄子，我以为你知道我的苦心，说我妒忌你室友，讨厌你可从来没有。你也看到了武姨娘的下场，我那是怕。说起来这规矩，是专门约束女人的，我怎会不知她的厉害？我在大宅门里长大，这些个夫人奶奶们厉害着呢，我不想你被别人抓到小辫子，累了小姐吃亏。再说，你的来处的确可怕。凤耀知道他闻听过自己村里将人做羊卖掉的事儿。那你知不知道我们村子饿死了多少人？10之5、6，一村子1000余口，活活饿死了一半，余下的都逃荒走了。凤耀苦笑一下，他自己也差点被人当肉羊买去，而卖他的是自己的亲生父母。这天，胭脂出门买菜，出门不久便一阵风似的跑回家。不好了，季拿令跳到70镇来了，要不咱们跑吧？不行，这里混不下去，去哪儿都混不下去。你就让小姐用冷水洗脸，站到太阳下晒，手也要如此操作。自打来了青石镇，小姐仍没有下过阁楼，细皮嫩肉的，行止都是大家闺秀模样。
行为习惯很难改，先改改模样再说吧。胭脂明白，跟小姐说了其中利害关系，让她拿着湿面巾擦了脸，在窗口吹风，双手也沾上水吹干，再沾水再吹。只1天时间，小姐脸上就出现了2团红晕，还皴了。这天来得这么快。一大早上，在外放哨的胭脂跑回来说官府来人了，一个小队7、8个人正向这边走来。王二他娘跟在队伍的后面。凤瑶拉着胭脂到大牛家。大牛哥，能否让我小叔在你家躲一会儿？进那儿，滚！胭脂钻入了鸡棚，大牛掩上了鸡棚门，继续打扫院子。官兵已经堵住了凤耀家的大门了。哎，保安，都别吃了，滚！所有客人都跑出去，却也没有离开，围在门口看热闹。哎，都先别走，待会儿官爷查完，大家接着吃，免费加热汤。将你路易拿出来。既然来了就是客，这一早上麻烦爷们跑一趟，喝碗热汤暖暖身子。小队长略抗拒了一下就坐下了。放心，咱们是良民，不怕查的，真有事咱也不跑，不耽误爷们升官发财。热汤热饼端上，大家先吃。他去厢房里拿了路引，大家吃饱喝足。小队长细看了路引，说：货真价实的官府文件，和鸡命令上的长假没有关系。这厮的姐姐绝非普通人家女子，生得花容月貌，细皮嫩肉，整个青石镇也没有这般人物啊！不是官家千金怎么可能啊？拉出来大家瞧瞧才算。哎呦，怪到你能养出个好儿子，欺男霸女不讲道理，这话你也说得出？你当人家的黄花大闺女和你一样抛头露面，什么人都见吗？哎呦，只是见见，不堂堂。哈哈哈哈哈！王二妈妈脸上是青一阵白一阵的，有人直戳她的肺管子，她怎么能不疼啊？大家都知道她做了什么营生养大了王二。哎呀，老娘要进京告状，要犯在此你们不抓，却来为难我一个寡妇。哎呀，你还算寡妇啊？老公怕不是太多吧？佳姐久病几乎不下楼，别说是大娘你，那就算是邻居，哪个见过我姐姐的模样？大娘开口就说我姐姐的样貌，怕是夜里翻墙爬楼私闯民宅进去看见呢。那便是诬告了。佳姐不便见人，一来久病，二来已经定了人家，现在待嫁不方便。您看这么可好？您老一人上阁楼，瞧一瞧这姐姐是否和那大娘说的一样。王二他娘，你起来，我这就去看看。你若还闹，便去衙门里闹吧。他甩手跟凤瑶一起进了2道门，上了楼去。一进门，他便闻到了一股浓浓的药气。小姐躺在床上，脸上2团红晕，脸蛋皴了，嘴上起着干皮，头发也枯黄打绺。她闭着眼睛在昏睡呢，这副模样与美貌可毫无干系。也看清了吗？她从怀中拿出了一个纸包，塞到小队长的手中。别拿上，给兄弟们打点酒喝，今儿白跑了一趟了啊！那人虚推了一下便接了。在下外乡人，这不知怎的就得罪了人，求爷指点，罪人2字实在是当得不起啊！不必理会，那个老娘们不是良人。不过她既接了缉拿令来报官，我们也不好不接。官爷走回前院，对围观群众抱拳道：在下领命来查朝廷要犯，现已查明子监所住秦春和、秦春生乃良民。乡亲们，今天多有打扰了。爷们有空来喝碗热汤。又招呼刚才没吃完饭的客人进来接着吃，给大伙换了热汤，一人送了1个饼。王二母亲站在门口盯着凤瑶，目光阴毒。哪儿跑来的老鼠，惹人嫌恶，一只老鼠坏了1锅汤。女人悻悻地离开了。客散时，胭脂从大牛家溜回来，2人上楼。你为何给那军官塞银子？一碗汤才挣几个大钱，你就这般大方？小姐息怒吧，我们现在求人都没方向，这送上门的小官先巴结着吧。妹妹，姐姐为从前在常府的事情向你赔不是，你是知道轻重之人，是我错了。这次多亏了邻居相帮，本来我是不服的，只觉得一切祸事皆由他夺嘴而起，还想着要报复一下他，是我错了。我看这事没完。门口响起了拍门声，胭脂去应门，拿着一个信封回来给了凤耀，里面只有1张纸条，上面写着要查原籍。凤耀心下感激，知道是那位接了银的官爷通风，说明他并没有完全相信凤耀并小姐是无辜的，也或者他根本就不在乎，收了他的钱财，通风也是回报。
还好是个糊涂小官。怎见他糊涂？我与小姐来青石镇的时间太巧合，恰是常家落难第2天，第3天便搬到了这房子里，稍微操点心就能够查得清。那个时间落脚的人就这么多，一一排查清楚。我与小姐年纪最符合，再找个婆子验了我身子，怕是插翅难飞。多亏，你小官没你这么精明。他未必不精明，只不过现在为官都是让糊弄，他又何必劳动自己？查不出也就算了，查出来的功劳也不是他的。我猜他连鸡拿链都没细看过，也由此可见，上梁不正下梁歪，官府烂到了根儿里了。那爹爹也是这样吗？老爷是大员，皇上眼皮子底下做事，他为人又在意官声，想来不会。我也不知道。没几日，一大早头锅汤刚熬好。好生意啊，春生兄弟。官爷这么早就来捧场啊？都是乡邻，我家就在这条街前头。李姓王，看得起我啊，称一声王哥就行。那我就不客气了啊，王哥。哎呀，好汤啊！东营村调查下来了，兄弟你无事在身。你秦家的东营那边可是大家族，纯字辈的兄弟姐妹20几个，只现在离散了，家中不余几人。哎呀，兄弟是良民，在此间只为寻亲，这赚够了盘缠还要继续走的。凉不凉不知道，只知道老弟来得太巧，咱不得不跑这一趟。你忙去吧，哥就是来告诉一声。他吃完，凤瑶又打包了一份，说什么也要给他带回去给家中的母亲。你这小兄弟太会为人，前途不可限量啊。而他自己则为夫人心思缜密的程度喝了一声彩。半个假路引对他来说易如反掌，能将事情细致到这种程度，却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的。他挑了离散的大家族，也真有秦春生和秦春和2个人，这身份经得起查验。那姐弟俩该是不在人世了，他2人才得以顶替了这身份。凤耀不敢往深处再想下去，只觉得细思极恐。夫人谋划深远，非他所能及。常家3房男人，只有任族长的大老爷只娶1房正头夫人。他原以为是老爷在乎官声，或是与夫人情深如丝，可此时看来，却是夫人手腕了得。是时候该教训一下那个该死的寡妇了。但想到那寡妇早起看到门口分水时的表情，他嘴角忍不住挂上了一丝微笑。此时只听得黑风突然叫起来，接着传来了很轻的叩门声。哪位？凤耀，常不知。露馅了，怎会有人知道凤耀这名字，还冒充常家大公子之名来试探我？是王二，还是常家死敌？开门细说。没有这人，我也不认得常不知。那人从门缝中塞了一团东西进来，他捏着一角拉起来，只看了一眼便打开了门。他大踏步走入了亮着烛火的小屋。那夜他跳到大公子的怀中，用这方帕子包着芙蓉糕，帕子上精心绣着一朵芍药。他好吗？我想看他一眼。看他样子过得相当不错，还能漏夜来访，该是有手段的。怎么将云芝小姐扔到这破地方，问也不问，直至今日才来相逢？我时间有限，好不容易抽空跑出来的。我只告诉你一句，我自身难保，待我缓过来，便要救常家一族。多亏你将云芝带出，常家子弟在牢中已有几十人染了疫病。他轻手轻脚地带木枝上了楼，小姐睡得香，他不作声地在微弱的灯影中细看了她许久，这才依依不舍地转身下楼。想不到命运如斯，还要多谢你。这里生活可过得去吗？过得去。这一路经历不少辛苦吧？大约和公子差不多。木之忽然转头深深地看他，月光下沉默中两人相对而立。凤耀感觉自己看错了，他看到大公子的眼中含着泪。我得走了，别告诉他我来过，过段时间该能去探监了。他走得很快，身影越来越小，月色洒在他黑色的大氅上，将他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。哎呀，那野人公要怎么往返？这么重要的事情忘记问了。他手上持着黑金腰牌，代表着最高权力，能过所有通道，能穿所有门禁。一路猛跑，子夜时到了皇城角落的修真殿。殿中高高低低的点着许多红色的长明灯，光辉暖而暧昧。此刻
一位妙人斜靠在床上，黑发散在胸前，一手支着自己的脑袋，一条玉腿搭在床沿上，稍一动，脚踝上的金铃便发出愉悦的脆响。他对木之招手，将杯子亲手递给他。木之毫不犹豫，一口饮下，一脚踏上床，随手拉下了云锦帐。殿内不久后便充斥着欢悦的金铃，伴着女子婉转娇吟。王寡妇在门外似笑非笑地走进来，将5个大钱放在桌上，要了一碗羊汤，喝光了，坐了好一会儿，然后才离开了。他就这样一连来了1个月，有的时候还逗弄黑风。第2天，这女人又来了，她坐下，像往常一样要了一碗汤，只喝一口便泼在地上，破口大骂，肉里混着许多的杂物。女人一连骂了1刻钟的时间，胭脂忍不住想要和她理论，可凤耀拦住胭脂，不动声色地将女人的汤钱放于桌上，静静地盯着她。胭脂向其他客人道歉，一并奉上了汤钱。她接过汤钱，阴狠而得意地瞥了凤耀一眼，离开了铺子。为何不让我与那妇人理论？这东西定是他搞鬼。那你觉得我看不出吗？若为泄愤，打他一顿又如何？打完之后呢？这次你该谢他。胭脂不解，一脸疑惑。你该谢他只是向汤锅里投了树枝石子，而不是下毒。是我太笨了。你想想，他能先来喝上大半个月的汤，只为黑风认识他，下手识别嘲衅我们，光这一点，以他的演技怕是做不到。两人正说呢，一边的黑风突然站起来，嘴角流着咸水，翻着眼睛，忽又倒在了地上，四腿乱蹬。他中毒了，快拿碱水来灌下。可还是来不及了。胭脂端来碱水的时候，黑风抽搐几下，闭上了眼睛。此人不除，我们不得安宁。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，如何？你想，他怎么对黑风，我就怎么对他。万万不可！今日他做的事情，落在这许多客人眼中，我们与他结仇不是1个2个人知道。刚与我们闹出了纠纷，他突然就死掉，谁的嫌疑最大？此其一。其二，他一个妇道人家，敢惹我们有2个男人的店铺，谁给他的胆子？王二，现下最要紧的是逼他说出王二下落，以内寡妇心智，经不得一击。胭脂，我有办法可以一试。先在自家院落中挖了个坑，将黑风掩埋掉，又打听此地快要出青石镇的郊区有一个狗场，专为富贵人家养狗。凤耀拿了2两银子给胭脂，又交代了买狗的具体要求。时至傍晚，凤耀站在门前张望了几遍，才把胭脂盼回来。让开，这狗现下只认得我。什么狗这么厉害？狗场说是獒犬，不是我们这边那种，专为护院准备，斗得赢野狼呢。在那边光是听我指令就花了半日。你别近它就行了，咬到了不撕掉块肉不会松口的，厉害的给咬到喉咙，立时就死了。王二他娘晚上的确又过来了一回，他拿砖头垫着脚向院内看，先闻到一股臭气扑到脸上，再低头，一双绿油油的眼睛与他只有几拳的距离。女人吓得半条命几乎都去了，一下从砖上跌下来，脚腕子顿时肿得老高。小兔崽子，不得好死！第2天，他气不过又来捣乱。你们这些外乡人在此做生意，也不本分点儿，汤里不干不净，谁来吃啊？你说汤不好，咱们白送你1碗，好好尝尝。一边说，一边将1大碗半热的羊汤兜头盖脸的淋下去。一个无儿无女的妇道人家，心地嫩得很毒，向我锅中投放垃圾，毒死我看家护院的狗。你儿在地府等你多时，你怎的还不去寻他团去？好个王八羔子，不知死活的小乞丐！你死800遍，我儿也不会死。你等他从野人沟带人来绑了你，收了你的店，你才知道厉害。哼，大家都听到了，这夫人自己说的。王二做了土匪，官家早有令，捉到一个土匪赏银10两。这小财，大家伙可要发呀！我只是吓吓你，我儿没做土匪。妇人顾不上一头葱花香菜，灰溜溜地拄着拐杖跑了。胭脂很高兴，王二暴露在众人面前，他只要敢出现，就会有人报官，这段时日总不用悬心了。他现在地位低微，哪天手上有了几个喽啰，以他之和，绝不会放过我们。你放心，我的命是你给的，若你需要，我拼了这条命与他玉碎。要与他斗，却不能将你的命给他，他不配。办法总会有的，
去睡吧，容我想想。凤耀将自己房子各处都备了火油，他若是带人过来，便找机会点了。此处房子多毗邻而建，且为土木结构，一烧起来，整条街都会烧光。到时候只需喊一声着火了，大家都会出来相救的。说是含有强盗，倒不一定有这样的效果。每日头锅汤熬好的时候，他总请胭脂打一碗给上次那位官差头目家的老母亲，且交代一定要等官差走了方送进去，如此方显情谊。一碗汤又不贵重，凤耀就是要送个人情。夜来，他三人一起做工，缝制了不少衣裳。他还细心地买来许多细稻草，准备一并雇车送到牢中，夫人小姐们都能好过一些。一切准备妥当，只等大公子消息。这日里，他见胭脂那边已经熄了灯火，便起身点灯，想着看一会儿书再睡。一看就看入了迷，直看到了2更天。只听得一声闷响，又听到獒犬威胁的低吼。他忙站起身到了院子里，他一眼扫到了一团黑色物实在墙根处，那人冲他做了一个嘘声的动作。外面一串脚步声、低语声从门口经过，他站着没动。待外面的人走远了，他皱眉看着地上，那里有一滩血迹。男人靠在墙上动也不动。凤耀打起精神，将他的手臂搭在自己肩上，扶他起来。进了屋子，他只往床上一倒，晕过去了。男人腿上有一大片的血渍，还在不停地向外淌着。他用剪刀剪开了对方裤子，那么可怕的伤口，他还是头一次见。这会儿出去请大夫不太现实，他只得硬着头皮自己处理伤处。他滚了一些热水，拿来烈酒和剪刀、针线。你忍住一些，别嚷，我给你处理伤口。男人哼了一声。凤耀将白酒尽数浇在男人的伤口处，男人绷紧了身子，浑身都在发抖。只管做，不必管我。凤耀烧了烧剪子，咬着牙将男人的碎肉剪干净，针在白酒中泡了泡，便开始缝合男人的伤处。大约用了1炷香的时间才缝完了。不知大哥姓甚名谁？小弟现下要为你换下上衣。你这样的伤口着了风了可了不得。对方毫无反应，也不知道是不是晕了。凤耀困难地将男子的上衣去掉，给他套上了自己的衣服，却发现自己身量太小了。男子穿上之后，前襟都掩不拢，露着胸膛。他只得心疼地拉开自己的新被子，为男人盖好。而凤耀自己倒在稻草堆上，迷糊了一宿。天之起得早，烧好汤才来换凤耀，可推开门却见到床上躺着一个陌生男人。哪来的野男人？你心思越发胆大了呀！凤耀将胭脂拉至了门外。哎呀，什么野男人？你说话小心一些，这是我救下的人。他把头天夜里发生的事告诉了胭脂。既然有人追捕，他肯定是大麻烦。你又来多管闲事，我们尚且自顾不暇。都倒在我面前了，这怎好不管？放心，不会有事的。胭脂开门做生意，凤耀回屋揭开被子。男人怪异的面孔仍然让他不习惯。那些吃的来。哟，我以为你会先说谢谢呢。凤耀讽刺了一句，转身出去盛了一碗汤，细细掰了几块饼泡进了碗里。想了想，他自己把汤喝掉，饼也吃了，重新沏了滚水，打了3个荷包蛋，撒了一些白糖，在胭脂惊讶加谴责的目光中，将此豪华大餐端入了屋中。他看着男子抬手都费劲儿，自己用勺子舀了一勺鸡蛋，吹了吹，喂到男人的嘴边。男人闭着眼睛，张嘴接了，惊讶地睁开眼。他知道鸡蛋对普通人家有多么金贵。你我素不相识，为何如此相待？好不容易壮着胆子给你缝的针，当然想让你活着，不想让你死。我是卖羊汤的，那是发物，你不能吃，不然你以为我会舍得给你吃鸡蛋？我可报答不了你什么，你会失望的。放心，不讹你，看你那穷酸样就知道你不能给我什么。男人发出奇怪的声音，像是硬憋回了一声笑。晚上才会做饭，你歇着啊，晚上让你吃饱。晚上收了铺子，胭脂做了饭端进来。好臭啊，你可别死在这里。凤耀让他把饭拿走，这人眼看着是吃不下了。他摸了摸男人的额头，烫手，心道不好，拿了钱袋子便去请大夫了。老大夫原给小姐看过高热的。这伤口中毒了，臭气是腐肉的味儿，香气来自毒药，伤口没清干净，毒素进了身体，老夫只能勉强先排排毒，给些药粉，小官人还得另请高明啊。
凤耀打着下手，老大夫重新豁开了伤口，让血流出来。昨天流的血是红色的，可今日已经开始流黑血了，那臭味重到让人睁不开眼睛。此人并没晕过去，老夫从医几十载，未见过如此硬汉，难道没有痛感？这药治的歹毒啊，故意让人保持清醒，看着自己一点点烂完呐。听了这话，他回头瞧了瞧男人，那人没有什么表情，只是咬着牙。这人我是救不活了，这世上若有人能救的，必得是京城的杏林神医薛家传人方可。我与人家没有交情，帮不了你呀。那家人古怪得很，并未开设医馆，不认识的人见也不见。凤耀回去，坐在床边盯着那人，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我尽力了，你想要吃点什么，我去给你做一些。都快死了，别忌口了。我闻到羊汤香气了，盛下来。凤耀只给他一碗汤，没有多给肉与饼。收了摊，他拿出手段做了红烧黄鱼、辣椒小炒肉、芙蓉虾、清炒豆苗、醋溜银芽，腌制各拨走一些，同小姐一起吃。他自知道男人要死，倒也不多说什么了，只说挖坑埋人的时候，凤耀只管开口。凤耀在屋内支了小藤桌，将菜摆上。看不出小丫头咬两手啊。凤耀顿时张大了嘴巴，惊得动弹不得。怎么骗大傻子呢？以为自己装得很高明。你是怎么发现的？我抓你手时你叫的那声，是个男人都叫不出来。你中毒几日了？怎么看我快死了，所以不担心秘密会泄露是吗？凤耀气急，自己救他，他不敢借就罢了，还这么不客气。但凤耀只气了一下，又想他反正没有几天活头了，何必与一个将死之人计较啊？你真心愿意帮我？我会把你埋在那边墙下，与我最爱的狗儿作伴，这样你也不寂寞了。你干嘛？不是有人在追捕你吗？怎么这么大意？你当我会死吗？只要你肯救我，我便不会死。你若不肯，我死了就赖在你身上，化作鬼来寻你。那你倒是说一说，你叫什么？我姓金，你叫我金大叔就行了。你这怎么还占上便宜了？炒菜手艺很看得过去，不像普通人家的丫头。尤其这道芙蓉虾，你不会是大户人家的厨子吧？扶我一下，头晕。凤耀搀他，他将大半重量依在凤耀的身上，直走到床边便轰然倒下，腿上又开始流黑血了，将那药粉都冲走了，臭气越发浓郁，盖住了那股腥甜。凤耀好容易将男人抬到了床上，自己愁眉不展地坐在一边。那人晕过去足有1个时辰，再睁眼时眼神恍惚。我不是坏人，你要信我。衣服拿来。凤耀将他的衣服尽数抱过来，他摸索着从衣角中拿出了一枚拇指大小的金色印章。金子的呀，想不想杀了我拿走啊？等把你给埋了，用它做我的辛苦费好了。毕竟你身材相比于寻常的高大许多，我得要多挖个半个时辰。听好了，那是这枚印章，我有官府颁发的脚印凭证，可保你通过野人沟青石镇的边郊石林深处，拴着我的黑马。你骑马去京城寻血炼青神医，将此印给他看，他大概会同你来，不来也无妨。把印章给他就好，他未必愿意救我。他笑了几声，剧烈咳嗽起来，之后就彻底晕过去了。胭脂已睡下了，被凤耀从被窝里面拉出来的时候还迷迷糊糊的。你说你要回皇城，我不同意。理由1，回去要过野人沟，太危险了。理由2，这里离不开你，小姐和我都需要你。理由3，这男人既是被官兵追捕，不是个好人，你何必为了个外人拿自己冒险，还将自己家人丢下不管？我决定了，来和你说一声，
你只需要自己照顾生意，快的话1天我就能回来。天之见也说不动他，疯了似的披头散发的跑到院中，拿着铲子开始挖坑。我能为你做的就这一件事了，我看他救不动，先把坑挖好，省得你再费劲。胭脂，我真的有很多原因，必须要去这一趟。天已蒙蒙亮，他转头出门，先雇一个车，家中现有15两家当，全部都带在身上，将3人所做的所有衣物，还有之前准备的铺盖、稻草等物都带在车上。远远看到那道木栅栏，他稳住心神，只装出一副常来常往的样子，停了车，将怀中那张脚印证递过去。哟，阔户啊！小爷打点酒喝，我替我家爷爷去经理办事儿，打听一下，这脚印证不一样吗？这还有多少之分？你家爷一交便是1年，可不是阔户吗？多数人1月一买。小喽啰拉开栅栏便放了行，整个过程轻松的让凤耀都不敢相信。有了路引，进皇城也容易，自己走到大牢处询问狱卒。常家可有人来探过没啊？他家罪名撇清都难，哪有人看？线下可以探监不？你是谁啊？我原是常家元吉村的同乡，这家道艰难，本想来投奔，是到了京城才知道常家没了，这都来了就看一眼。哎呀，尽尽同乡情谊。2吊钱1可中。啊，这么多呀？我们只是乡亲又不沾亲，少点吧。最终一串半钱，他赶了车子来，抱着衣裳挎着提篮进入了大牢。这牢中又脏又臭，还有老鼠。卒子将他带到了一个大一点的牢房前。到了。他放下篮子，待狱卒离开了，他喊了一声：“夫人，我的儿，他很好，很安全。好孩子，好孩子，亏得你了，我没看错你。”凤耀将吃食、衣裳还有细稻草全都拿了进去，帮忙铺好。稻草上垫上自己做的褥子，那褥子续了极厚的棉花。大公子会救你们出去的，夫人要相信他。从牢中出来，见了太阳，心中的郁结才散开一点儿。他直奔了薛府。每日里来求见的，没有100夜话事，哪有功夫见？要看病啊，拐角去医馆看。凤耀不死心，看到门口多有拿着扁担、绳索卖力的人蹲在墙根处晒太阳，便找了一个有些年纪的过去打听了一番。薛青莲每月逢了初1、15会上樊云岭的金钟庙去上香，走6德街，从皇城东安泰门出城。今儿个14，那就是明天了。第2天寅时，他便换了一套女装，扮成了小乞丐模样，并忍痛对自己做了一些手脚。薛大夫的亲朋马车快来时，他冲出去。谁帮忙砍了我的手臂吧！疼死了！这大夫们都是废物，都瞧不好我的病！停下，叫他上车。凤耀麻利地窜上车去。薛青莲拉过他的手臂，掀起他袖子瞧了一眼，将他手臂扔了回去。你乌头过敏，还敢拿来擦手臂？我的面你也见了，劝小姐自重。任何男人都不值得牺牲自尊和性命。他把凤耀当作是倾慕自己的轻浮女子了。薛大夫的面太难见，不是无法可想，谁愿自残呢？我并非女子，男扮女装而已。若非男人都有怜香惜玉之心，我又怎么能用这么一点伤就面见尊驾呢？你的看门狗不替我通传，我只得出此下策。印子主人呢？在青石镇中了7日夺命散，快死了。若昨天见了你，怕此时你已经为他上过药。还好今天就是14，不然等到初1，你就在他坟前祭拜吧。我需要回去拿药箱，还要准备些药材。你先回去吧，记住，不可给他吃喝任何东西。为何？我的药虽然管用，却十分疼痛，严重时会让人失禁，屎尿齐流。你我同为男子，本人说话直白一些也无妨吧。到时还请小官人打打下手啊。车驾绝尘而去，留下凤耀一个人在扬起的灰土里面发呆。凤耀驾车去了小姐同自己逃走时去过的荒地，在坟洞子中找到了点翠头面，直接将那东西置于车中。他始终是不放心的，还是将首饰盒粘在了车底板上，才作了罢。中午忙完那阵生意，大牛过来了，提着酒糟放在院中，盯着那个大坑。他问胭脂：“请问秦家小叔，挖这么大的坑做什么用？春生兄弟去了哪儿？今天一整天都不见他人。”多谢大牛兄弟送来的酒糟，
杀猪时放箭好了，定将最好的留给你。大牛讪讪地走开了，走2步又扭头看看风耀住的厢房。回青石镇的时候，风耀将马儿打得起飞，拉着空车可劲儿地跑，耽误了一晚，也不知家中如何了。天志见到凤耀，欢喜地跑去拉着他的手。怎么才回啊？我以为……凤耀将首饰盒子递给他，快去放小姐楼上，放好。他急匆匆地回了房，看了男人一眼。凤耀心下懊恼，觉得自己晚了，探不到气息了，也听不见心跳了。他呆呆地坐在一边，想到人死需要换一件干净的衣服擦洗一下。你命怎么这么不好？我已经见你也请了薛大夫来，你就这么急性子？那边有亲人等着吗？对了，你那一坨金子我给薛青莲了，挖坑钱也没落下。他家看门狗太气人，说尽好话也不通传，我又耽搁了1天。你做了鬼找事报仇，自己知道了吧？凤耀给他洗净了面孔，将衣服尽量弄得齐整一些。不敢大张旗鼓的替你办丧事，只能够偷摸的埋了。我会多烧点纸钱给你的。我家狗儿埋在你旁边，名叫黑风，你要好好待它。做完了这一切，他推窗散气，自己到院中拿铲子开始挖坑了。他不能停下，停下就觉得心中堵得慌，有一种想哭的感觉。坑挖到一半，传来叩门声。凤耀快步走过去，打开门。薛青莲一个人站在门外，衣冠楚楚，儒雅至极，手中提着药箱。见凤耀打开门，他对凤耀温柔一笑，又瞧见了院子里的坑。他死了？不会啊，我算好时间呢。生炉子，将蜡烛全部点起来，有多少点多少。他掀开了被子，将男人全身露出，拉开上衣，又将其裤子剪开，全部去掉，只余一件中衣。回头看了一眼凤耀，见他面红耳赤的。小兄弟，大家同为男子，别扭捏了，快来帮忙！我要重新清洗伤口。你将他上半身捆住，按住他的2腿。凤耀机械地走过去，捆绑男人的上半身，捆结实一点儿，否则一会儿不好处理。不必联系他，上面捆得再紧也没有关系。待会儿腿疼了，会让他忘了自己亲爹是谁。再说他这个人，哼，一向硬气得很。凤耀捆罢了麻绳，挨着青莲，伸手去按男人的2条大腿。你这样不行啊，我没法清创啊。你且骑在他身上嘛，用尽全身力气按住腿部才行，不然他一脚就把我给踹飞了。凤耀咽了口唾沫，对这种事情他是闻所未闻。我知你顾虑，请务必帮这个忙。我答应你，将来不管你有何所求，我也帮你一个忙。此事机密，我不能多带一个人。再告诉你一个天大的秘密，这天下间，但凡规矩，都是给守规矩的人定的。规矩是给遵守的人定的。骑他身上。凤耀一言上床，用自己的膝盖加上身体的重量压在男人的腿上。青莲拿出了一把锋利的小刀，在火上来回的烧灼，不等降温，猛地划在了伤口处，快速用一叠厚纱布盖在伤处，直到此时，那伤者都没有动一下。看好了啊，我要撒药了。这个药拿来拷打人是最合适不过了，任你是铁嘴钢牙，也得开口。被撒上药的地方开始冒泡泡，并伴随着流出黄水。床上的死人身体抽动起来，上半身被绑着动弹不得，他开始抽动着双腿。凤耀用力地按住，却仍被他颠得几次都快要掉下去。他拿起刀开始刮那流黄水的地方，不管男人怎么呜咽颤抖，他下手都毫不留情，口中骂骂咧咧。这个药去腐生肌，很快会长新肉，不过呢，每6个时辰需要撒上新药。若有黑血，须得清洗干净；若无黑血，直接撒上即可。我留了大瓶清洗的药水在此。他将药瓶与药方放在桌上。生肌之药的配方是我自创秘方，若有坏死的地方呢，哪怕要截肢，也可一试。哦，还有张方子，抓来煎给他吃，苦得很，有助于排毒。看他吧，爱喝不喝。我完了吗？呀，把你忘了，下来吧。哦，对了，发高热时给他多喂水，火盆不要熄。他现在体弱，会觉得冷。若嫌麻烦呢，冷着他也罢。
凤耀送青莲从大门离开了。好孩子，你不知你帮了多大忙啊！好大哥，和你家看门狗说清楚，下次见你别让我自伤自身，那就多谢了。你只需报上贵姓，我开大门亲自迎你。什么贵不贵的，秉姓秦。可惜啊，你的坑白挖了。我从不白干任何事。凤耀冲他挥手道别，他早都打算好了，那里可以种一棵苹果树。薛大夫走后，凤耀骑了男人的黑马去找那老大夫，照方抓药，并把去腐生肌可救断肢的方子给了他。这药神下凡呐，好方好方啊！天哪，老夫真是井底之蛙，这次算见识了。老大夫拿着药方，两眼放光，他支开伙计，亲自照方抓药。小个儿啊，以后你家瞧病一概免诊金，药材啊只收本钱。医馆里的小伙计都惊讶地看着平日里呆板的老大夫，手舞足蹈地亲送凤药至门外。你请来了姓薛的。喝药吧，我也没贪你金坨子，还白刨了个大坑。你昏迷时还把青莲大夫给踹到了地上。那厮踹他便踹了。男人端起碗一口干了，直皱眉头。这厮折磨我，故意给我加苦药。喂，我给你洗伤，你别踹我啊！我那是晕着的，若不晕，怎么疼我也不动。凤药将药倒在伤口上，男人果然不动，只是抓紧了衣襟，想必是很疼的。重新撒了药粉，将一片干净的布片放在伤口上，算是操作完成了。啊，你不是说你姓金吗？名字是什么？我没大名，小字玉郎，金玉郎。你名字也该告诉我吧？真名？凤药，秦凤药。好吧，阿瑶。玉郎。齐先生，不必这么客气，喊大哥即可。凤药，你有银子吗？你要借钱啊？你有多少？我看过你的生意，替你算过，1月下来也就存个几两的样子。这点钱没有抵御风险的能力。我瞧你为人谨慎有致，机智也够用，有宗生意说与你听。凤药正支起耳朵，金玉郎突然直起身子，侧着脑袋仔细地听了听外面，回头对凤药摆手：你今夜去和你那小叔一起集结，不必过来，生意的事明日再说，需准备些银两，本钱决定你此次赚钱多少。凤药忙挑帘离开了。他与胭脂住东西厢房，房子相对隔着院子，从胭脂的窗子向对面张望，那边已经熄了烛火，一片寂静，甚至都没有听到狗叫。凤药疑惑地盯了半天，什么也没有看到。凤药房中，大人，属下来迟，请大人责罚。免了，我走得急，没留下记号。若不是薛青莲，我算着2天后才能找到我。要不是伤口紧急，我情愿多疼2天，不想欠那死人情。现在需立即杀了这些人灭口吗？请大人示下。杀？是，杀你个头上！要脑子做什么用的？属下愚钝。找我之前都查清了吗？回大人，都清楚了，还有意外收获。此间3人皆为京中人犯，还有那边有奸细，如何处置？请大人明示。那2人于路上斩杀，别的先等等。他挥挥手，黑衣人无声无息地退出房间。夜半时分，凤药正处于黑甜的梦中，被一阵嘈杂的声音吵醒了。两位，认得我吗？那张让人恶心不已的笑脸，是害他几宿不得安睡，恨不得将其挫骨扬灰的王二。凤药在房子4处都准备了火油，只等机会冲出去放火。可是他没有等到机会，王二一挥手，几个人走上来，将他与胭脂一起拉到了院子中间。想掐死老子，还想冻死老子，截断老子手指！臭娘们儿，今天要是让你们痛快死了，算我输。凤药的眼睛转着去找火油桶。你放心，你的房子顶头那边我已经叫人守住了，不会有人救你。压过来！
他高呼一声，狞笑着眼看着手下砸开了2道门，从楼上拉下了衣衫单薄的小姐。别动他！凤耀和胭脂同时喊出来，但又同时被死死地按在地上。还有几个小喽啰从凤耀的房中出来。那屋里没人。王二瞪着眼，色眯眯地看着面前如白雪般的女孩子。他从来都没有见过这么清丽的妙人儿，只觉一股子血气从天灵盖直击胯下，浑身是燥热难耐。别动他，别动他，我替他。不可！就你啊，你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的尊容。再说你一个男人，真不懂小爷要干嘛吗？啊！闭嘴！凤耀对着胭脂大喊。他很清楚，就算胭脂说出自己是女子，想要替换小姐去受辱，不但不能使王二放人，还会多一个受害者。胭脂用血红的眼睛盯着凤耀，凤耀咬着牙，面目扭曲的重重对他摇头。哎呀，兄弟们，今天也与你们有福同享了。这2个人都他娘的是女人啊！今天不管拿他们怎么办都可以。谁叫他们是皇城里捉拿的要犯呢？一个常家千金小姐，一个小姐的贴身侍女儿。哎呦，赚了，兄弟们！他走过来，用刀尖挑开了凤耀的衣领。胭脂爆发出了一声尖叫，凤耀噙着泪，不喊叫，不求饶，只是下死眼地看着王二。这时只觉有动静，目光不由飘过去，表情突然一变，成了惊讶。所有人都顺着他的目光向着2道院那小楼看去。只见楼顶站着一个异常高大的男子，男人吹起口哨，高低起伏，甚是悦耳。只见院子的黑暗中突然涌动10几条人影，像是由黑暗中捡出来的一般。请指使大人下令。整个院子的人像是被施了魔法，都直勾勾地盯着黑袍男子，无法移开目光。王二打了个寒战，他第一次感觉到杀气，似乎可以摸得到，粘稠而冰冷，在这小小的院落中涌动。他轻轻朝着门的方向移动，想要出其不意地跑出去。杀！影人齐刷刷地起身，各有各的目标，一人一个，手起剑在黑暗中划出了优美的弧线，人如被收割的瓜果一般倒下。影人手一伸，拖住倒下的死人，一点声音都没有发出，甚至没有流到地上一滴血。他们每人负起一人，无声地退出了院子，消失在了街道上。杀戮原可以如此安静，生命便凋零了。王二腿软了，他知道自己逃不掉的。他冲着男人跪下，男人脸上没有表情，眼睛却瞧着凤耀。王二瞬间明白，他西行爬至了凤耀面前。小饶命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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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王二在地上不停地磕头，磕到头上的血都染红了地面。凤耀不理他，走到小姐身边。他是谁？你从哪里结交的这种人？胭脂，带小姐回房休息吧。走吧。凤耀走到哪儿，王二爬到哪儿，嘴中不停地求饶。杀掉他！男人从袍中扬了一下手，一道光如流星一般从他所站的位置飞向了凤耀这边。他不动，眼看的流光没入了王二的身体。一个影人站在了王二身边，接住他，将其负于肩头，离开院子，不知去向。一群人如秋风扫落叶般被刮走，院子里空荡荡。男子从2楼跳下来，口中抱怨：薛青莲真不中用，这腿只好跳下来出了这么大的动静，下次有的话说。凤耀带着责备的看他一眼，拉开自己的房门让他进去。你就不害怕吗？刚才你差点被人……怕？害怕有什么用呢？他不会杀我，我与小姐还在缉拿令上，这厮定会拿我们去换钱。常家是给人构陷的。算了。凤耀眼看着玉郎那条烂腿，刚才那一跳腿又流血了。你还是别动了，好好养伤几天。凤耀清了伤口，又撒了药粉，下意识地轻轻吹了吹伤口。一口暖气吹得玉郎腿上一阵轻痒，他不由动了动。很疼吧？啊，挺疼的。你若能活下来，会如何？复仇，杀了他，
我才能继续存活在这个世界上。他活着，我永远不干净，你懂吗？我脏了，不光这世道容不下我，我自己也容不下自己。清洗自己的方法不是我去死，而是要杀了弄脏我的人。之后呢？他死了，我变干净了，自然能活。天真，世人只会觉得你脏了，还厚着脸皮苟活，更觉你可恨。可世人不能，也不应该决定我的死活。我没有做错任何事。原来世上真有与我想法一样的人。凤耀沉浸在自己的世界，没有听到玉郎的感慨。你知道为何你家的事这么快会传到王二那小子耳朵里吗？你隔壁住的是野人沟设在此处的细作，说他们是细作，也是高看他们了。你的事情，最初你家小姐就是大牛说给王二的，不过那是不小心。大牛不知父母是细作，所有事情都是他爹娘传递。我杀了那2人。啊！向来细作被抓，只有2种处理：一是双重奸细，为我所用；一是处死。凤耀不说话，他觉得罚得太重了，又觉得自己人微言轻，无法说服对方。你大约觉得我心狠。细作这种东西，人虽微，却能造成重大破坏。好在他们没来得及发现我，不然坏了我的大事，剁了他们2人也不够赔的。你既是我金玉郎的救命恩人，我也不瞒你，我是秀衣指使。我知道你不是土匪歹人，你不告诉我，我也猜得出。明天我就要走了，你可知道，疫情已快闹到皇城了。凤耀依稀记得，有过生病的流民从路边过，有咳嗽与发热的症状。这病初时似风寒，但人挺不过去，最后会吐血而亡。你记住，有2样药材大量囤货，我估计最后能炒到价如黄金。你有多少本钱都投进来，赚到钱别忙着回京，在此地开家更大的食肆，越豪华越好。为何在此处开豪华食肆？在这儿开肯定赚钱，不比京中赚的少，还安全。在斗出京城的时候，你不想有个落脚处吗？还有个原因，等你开了食肆，我再告诉你。好吧，金大哥，说药材赚了钱我就信你，开家豪华食肆。金玉郎有些疲倦，凤耀起身要他休息，而自己回到胭脂那里去。看凤耀走了，玉郎熄了灯火，吹了一声口哨，一个影卫无声进入房间，单膝跪下。4号、5号，按手。意思是要2个人暗中保护凤耀。卑职自己即可完成，不必出动5号。此事我救命恩人，不可大意。不日我将发起剿匪，可能会波及至此，更要保护好。金玉郎直属东监狱司，最大的特务机构。他亲自潜入野人沟打探虚实，将流匪人数、头目、地形、暗桩、地窖乃至小卒全都登记于花名册，务必一个不少，一网打尽，且要以少胜多。他睡不着，走到凤耀的桌前，那算是一个简易的梳妆台吧，里面放着几本书。他好奇地拿出一本，翻了几页，露出一丝好玩的表情。前头写着兵法实记，他暗自惊叹。可是刚翻没几页，又出现了一个封面，上书艳女夜奔4个字，里面讲了一个女郎未等心上人，变作艳鬼报复负心男人的俗艳故事。想到那个小丫头坐在灯光下认真读着故事时的表情，金玉郎笑出声来。凤耀一直睡不着。有了这笔钱便可将生意做大，源源不断赚更多的钱。大公子一直没有任何消息传来，该是举步维艰吧。有了钱可以帮助大公子，可让小姐过得如从前般舒服，可以好好安置胭脂，为她将来打算一番。可多雇些伙计，我不用再面对如王二一般的鸟人。他由此悟出一个道理，越有钱就越安全，小姐和胭脂定会支持我。他迷迷糊糊的，不知道什么时候睡着了。这一夜胭脂没有回来，是陪着受惊吓的小姐去了。一早凤耀去自己的房间，那里人去楼空，只留了一张纸条：黑马人在石林，乌头与丁毒草。凤耀怅然，想到采购药材一事，他又兴奋起来。他急匆匆地去了2道院，上楼。小姐已经起床了，胭脂正在为她梳头。2人听到声音都没有说话，胭脂冲他使了一个眼色。小姐，
凤耀不知做错了什么，请小姐示下。你眼中哪里有我这小姐？我也不敢当你这一跪，从常府跑出来，我就仰赖你活着呢。小姐，凤耀一片心思都为咱们好，你有哪些不快，直接告诉他吧。我们只是暂时待在这里，你不该招惹是非。像王二那样的人气到头上，我们应对也就是了。这个男人又是怎么回事？他看着就不是一般人，我们沾惹他做什么？凤耀将那日男人受伤翻墙倒在自己厢房边的事情说了。你既知道是官府拿他，就更该把人交出去才是。此人是东监御司的指使，与咱们常家是有意的。大公子其实来探过你一次。什么？真的？那我们是快回去了吗？说是快回了，大公子何必偷偷看你呢？我瞧着他似乎是有难言之隐，京里形势艰难，只靠他一人为常家洗脱罪名，还需时日。从上次来过已有1月有余，他没有递消息过来。多亏有那个指使，我才顺利过了野人沟。他那张1年期限的脚印文书还在我手里，再去京城也能过得去。只是线下小姐不方便露脸，有胭脂或者我代劳是可以的。他一定很难。是，所以凤瑶必须要照顾好小姐，不使她分心。倘若你有个什么闪失，大公子绝不能安心解常家之困。现在大公子应是急用钱之时，不知小姐可否舍得那套点翠首饰？云芝毫不犹豫地起身，将珍宝摘的首饰盒子交给了凤耀。给他。凤耀在地上接过首饰，心中酸涩又愧疚，对不住了小姐。他下楼，胭脂也跟他下楼，起火开门做生意。凤耀将那盒子藏好，无力地捂住脸。胭脂有些好奇，你这是怎么了？当他知道凤耀对小姐说了谎，自己其实要当了首饰出门采购草药的时候，惊得下巴都快要掉了。你怎么能做出如此大逆不道之事？你在诓骗小姐，你知道吗？她落魄了，可也是我们的主子呀。那你要去告发我吗？罢了，你这个无法无天的小祖宗，只求你能安稳回来。可不道明原因，小姐也许能理解。此举有危险不说，还要垫上她娘家财产，我怎么开口？我必须全力去应对要做的事，我也没有精力解释。按小姐的脾气，不会允许我去做此事，我不能丢了这么宝贵的机会。姐姐，你可信我？现在我将你与小姐当我家人看待，我想要照顾好她，也想要给你做一个长远打算。只好我帮不了你，不能和你一起出门。我来时就说了，现在一切都听你安排。他那边，我帮你瞒着。他换上最好的男装，打扮成贵公子家的贴身跟班，去石林取了黑马。他打马向银号那边去。他不想去当铺，当铺此物只能当得10之1、2，太少了。他来到银号也不下马，当大宅门里的恶奴架子摆了个10足10。你们家老板在吗？小伙计喊来掌柜，掌柜是老油条了，马上就认出这小厮是老板朋友家里的。磊老板给私印过小额银票，哄着家中小姐玩。对方从怀中漫不经心地拿出了首饰盒子，抵押借点银子，急用的啊，1个月还，利息您老说了算。小哥想借多少？1万。照理我们家老爷跟家老板打过招呼也借的，可他老人家不乐意欠这人情。这个东西呢，值个6000，多借超过老朽权限了，还得和老板说一声。哎，不必，就6000嘛。写了字据，要了500一张的票子，一共12张，厚厚的一沓。银票入怀，凤耀感觉自己身上沉了许多。他打马先去租下一个大而空的破房子，也有户可以暂存卖方的规矩，可是一旦涨价，对方赖账就很难处理了，不如全部都运过来储存的好。到时候再多租几条獒犬来看住货物，比人省心好用。打算好了，他便骑马出阵，走过一家生药铺子，只听得一阵的大哭大叫。几个伙计拉着一个浑身稀脏的孩子扔出了店外。那孩子顶多也就8、9岁的年纪，一张小脸都看不出颜色了，跪在店外不停地磕头，才几下，店门台阶便沾了红色。凤耀不忍心，下马拉过旁边卖果子的农妇问清缘由。这小乞丐是外省流民，和他母亲流浪至此，他母亲病倒了，高烧不退，咳血，小乞丐身无分文，想要用自己顶债。
请宝林堂的大夫给开一些药。这些日子零零星星有人病倒，都是这个病，不晓得怎么回事。凤耀进了屋，给了一些碎银子，帮小乞丐付了诊费并药钱，托大夫为他母亲看病。只那掌柜尖酸刻薄的不得了，虽然收了凤耀的诊费，却没个好脸色给小乞丐，说了好些难听的话。凤耀急着办事呢，顾不得与他争吵，出门瞅了瞅宝林堂3个字，打马飞奔。那小乞丐含着热泪，一个劲儿地对他离开的方向鞠躬。他这一去便是20多天，为着保护好银子，住店也不敢脱衣，灰头土脸的。他以宝林堂的名义收购药材商所有的丁毒草和乌头2味药，交付日为3日后，由对方运至青石镇北郊，到时候会有人接应。此时天也热起来了，待采购完毕，他算一算时间，3日也够跑一趟了。他又跑去京城，去大牢瞧瞧夫人。小卒子都疲了，这么多人压在这儿又不审，前段日子有人打了招呼，说不能使常家一人因病而亡，大家便知是上面使了劲儿了。常家有8、9成是不会死了，都不敢对他们太过苛刻，吃食也有所改善。事情都办妥了，他松弛下来，方才发现这日皇城要比平日热闹许多。大家都说今天公主的车辇要从灵河边的街道经过，所以街道2边就聚了许多瞧热闹的人。一辆8架马车从远方慢慢驶来，太阳下车体描金的地方闪闪发光。喂，听说过吗？咱们这位大周公主最喜奢华，车上的金色不是金贴，是贴的金箔。你去先下几片就发财了。大家说什么的都有，凤耀垮着脸跟着看。一个女子云鬓高耸，端坐在宽大的盘缠花纹禅椅上，椅上垫着云锦绣的软垫，脚下放着一个条榻，条榻上一个美男子半躺半坐，靠在公主的腿上。哎呀，我的妈呀，这世上竟有这么好看的少年啊！哎呀，当公主真值了。他泛起了一阵酸楚，只有他瞧见了吗？那露出的胸膛上有着新旧交错的红痕，似是鞭子抽打的。车架上的少年向街道边扫了一眼，便引起了一阵尖叫。凤耀明知道他不可能在如织人群中望见自己，可他还是慌的一缩，钻出了人堆。他心中该有多难过？倘若他看到我，那种痛苦会不会绞杀了他？他提前归了家，站在门口和胭脂打了个照面，对方只将他当作普通客人招呼。是我啊。老天爷！他一脸受了惊吓的样子跑上前，拉住凤耀的手仔细地打量一番。只见凤耀的眼睛发亮，一脸喜气，知道对方只是累，便放了心。凤耀给了胭脂时间和地址，叫他那天不要出摊，提前搞上4条獒犬，雇一个大车去约定的地点找自己。胭脂也不多问，满口答应。哎，小公子，你要的货咱们都送到了，快点好，给了银子我们好回啊。你可是宝林堂的少东家？凤耀冷着脸只验货，却并不说闲话。对方见他的态度也不敢轻慢。这时传来了一阵狗吠，他们齐齐望去，只见一青年公子赶着一辆大车，车上载着4个牛犊子大小的狗，甩着鞭子欢快地冲他们过来。那人见了凤耀之后下车，帮着验了货，双方交割完毕。管家问要不要帮着送到仓房去，凤耀说自己待会儿有伙计会过来。一伙人乐得清闲，赶着车离开了。这么多货，今夜就靠他们2个人搬了。好在胭脂没有一句废话，也不多问。2人将药一包包的先搬到车上，将狗儿拴在药山旁，4条狗各看守一个方向。4头凶兽看守这些草药还是很安全的。2人来来回回的搬运，累了就休息一下。天亮时才忙完。凤耀嘱咐胭脂今天不开门，歇业1天。瘟疫刚开始只是零零星星的，后来便在流民中传播开了。再过一些日子，每家每户都有病人，开始有大量人咳嗽吐血，药房与医馆中挤满了人，药品开始涨价。胭脂很紧张，他们囤的那2味药可并没有涨多少。此时脱手小赚不赔，但是有几味药已经一飞冲天了。凤耀看到瘟疫真的爆发了，心中很惊奇。他先去了与自己相识的老大夫的医馆。小公子，你与薛大夫那么熟，他连神方都给了你。眼下的瘟疫可有什么好方子没有？想烦您问问。救人是积德的事，凤耀决定自己跑一趟。
晚上时，三人一起在楼上用饭。凤耀说想要去讨一张方子，胭脂有些为难。家用已经很紧，你却要为别人奔波，瞧瞧这菜素成什么样了，真的没胃口。好凤耀，没点好的真的吃不下饭呀。放心，过不了多久，什么好的都随你挑。凤耀安慰几句，放了筷子下楼去了。胭脂收拾完也跟了过来。凤耀，小姐娇养惯了，你别怪她。怎么会？她也是我最疼爱的人。我去瞧夫人了，老李恐怕也要闹起这病，讨了方子既为他人，也为我们自己。两人正对着灯说闲话呢，有人拍响院门，一阵紧似一阵。凤耀穿了鞋子过去，是一个年轻男人。可是秦家小哥啊？那人从怀中拿出一只竹筒，递给了凤耀。主人交代，这东西要紧，请小公子收好。说罢跨上马就走了，弄得凤耀是一头雾水。展开纸卷，上面写着：吴弟，此为目前你最急需的药方，按方抓药即可，薛青莲。凤耀将方子照样抄下来一份，塞入靴筒，牵过马便去了老大夫的医馆。老大夫拿到方子热泪盈眶，握住凤耀的手，连声夸他救了青石镇百姓的性命。凤耀脸蛋红扑扑的，心里砰砰直跳，那是因为太过激动了。方子上有2味药，正是自己大量囤积起来的乌头和丁毒草。晚间，小姐问起了凤耀上京城的事儿，凤耀只说去看了夫人，一切安好，他没有提起大公子。凤耀，点翠头面给了大哥吗？他拿去换银子，定然比咱们换的多。凤耀犹豫了，不知道该不该把大公子与公主在一起的事情告诉云芝。他不是驸马，而是寻常百姓街头巷尾笑谈的面首男宠。你到底把头命弄哪里去了？眼见外头乱了，那是咱们3人保命的东西。啊，你先坐下。我不坐，你说清楚，你把东西丢了还是叫人抢了？你不敢说。首饰没丢，在丰隆银号里存着呢。咱们这破屋子放着那么贵重的东西，到底不放心。上次我换银票时结识了此间票号掌柜，先存在那儿了。那你没见大公子？大公子他没在别院，我寻过了，他住在皇宫修真殿。大哥，我可怜的大哥。他还有我们，我信他能挺过这一关。可大哥的名声，他还要走仕途，这将是他人生中的污点，永远都抹不掉。他的路得多难走啊！那不是普通女人，是大公主，人家会说大哥是靠当人家的才上位的，可我哥哥是栋梁之才啊！不就是那些个词吗？面首、男宠、相公，世人怎么说不重要，我们知道，他自己知道。凤耀知道他一时难以解开心结，叫胭脂陪着他，自己去药材那边看看。4号5号来报说药材商那边组了一些人手向青石镇这边来了。这摆明是要硬抢啊！只靠那4条狗2个丫头，怎么可能守住药？你是想把人杀死在荒山野岭里吧？就地一埋，给他来个失踪算拉倒。我已经把药方给了秦丫头，你却还来烦我。你欠我的钱根本就赖账不还，你的恩人你自己报答不算完，还扯上我。青莲，你我打交道，何时叫你亏过？你这人，又有哪个有本事把亏塞给你吃？秦凤要能想到把药藏起来，已出乎我意料的。他能做的全部都做到了，一路上没让我插手过一件事。第一次做生意做到这种地步，买来的药材是1等货，没次品，价格公道，没买贵。你评评他做的如何？你去不去帮他？价格很快会升上来，不出7天就可出手。再晚，南边药材商出动就会跌价。你不去，他抓不住出药的时机。有利自然得早起，我这就去。还有啊，依我说啊，不必杀人，也别让秦家小妞知道你在帮他，出几个隐卫，埋伏在仓库边上，就依我所说的，这样。他对玉郎耳语几句，金玉郎无奈的点头。儿戏一般，哪怕是猴戏呢，管用即可。
凤耀骑上马刚出门，就看到不远处有一个扎眼的人物。薛大夫好。哎，我正要找你呢，咱们边走边说。薛青莲毫不客气地拉住马儿的缰绳，轻轻一跃，跳到了凤耀身后，不容分说从他的身后抢过缰绳，将他揽于怀中。没不好意思吧？反正大家皆为男子。我有钥匙。哦，可是看守药材，我与你同去。凤耀一惊，青莲老练的一抖缰绳，马儿飞奔起来。风中带着花香，预示着一个温暖恬静的夜。我告诉你，秦小官人，但凡他金玉郎知道的事，大约也逃不过我的耳朵。你二人是朋友？他算个什么呀？一个特务头子，他也配？哦，对了，我也有要紧事。你的那批药材有了买主吗？凤耀摇头。你呀，听我一次劝，哥哥我不会诓你的。你给我3成抽利，我保你赚多1倍。给你3成，我还能拿6000。不信可以签字画押呀。他们很快来到了仓库处，薛青莲捡了一个破树枝，在仓库前画了一道深深的直线，前头又用树枝写着“不准越线”4个大字。怎么了？从遇到薛大夫，他就觉得不是偶然。听他说要抽成，以为他是为此事过来，但是看到他在门前画线，凤耀猜到是药材不安全了。青莲帮他卖药材真假不论，帮他守住药材被别人抢走才是真的。他感激地望了青莲一眼，警惕地向四周看看，将狗儿们的牵绳放得松出许多，扩大狗子们的攻击范围，之后拉着青莲走入了仓库。好机敏的丫头，这么快就猜到了我的来意。论看人，我终究是矮了金玉郎那小子一头。哎，秦小官人，身为一个男人，你以为什么样的女娃能入你的眼啊？身为男子随意评论女子是很下贱的行为，不过若身为女子，薛大夫这样的男人，我是不会喜欢的。哦，连我这般的郎君你都瞧不上？我性情直率，不做伪君子，为人直来直去，不藏奸，生得眉清目秀，哪里不叫人喜欢啊？我可是京城女子春闺梦里人呢。两人斗着嘴，不知不觉就到了深夜。风声送来了嘈杂的脚步声，人数大约有20-30个。从仓库门缝向外看，隐约可见火把。这里有字，不准越线。里头现在放的是咱家的黄金1万两。噗的一声，一条狗儿被一只飞刀刺中身体，倒在地上。张头儿，你这是要毁约吗？这以后还做生意不做了啊？你们这也是老药材商了，如何为了这小利毁了自己信誉？乌头的价格才几天，翻着跟头向上爬，你把我家乌头买空了，我损失大了去了。你敢说你没提前得到消息？有油水大家一起赚才是。你还我1万，我不与你计较；不还，别怪我不留情。想要1半货，却没提退1半的钱。他压根儿就不是真心退货。我知道，什么世道，做生意要操刀啊！管家不再犹豫，一脚踏上青莲画的那条线，却不知为何，刚踏上线，他身子软着就倒在了线外。又一个人踏上线，却也倒下了，大家才知有诈。队伍里有一个须发皆白的老人，建议多点一些火把，将受伤之人去了衣服查看。扒了他的上衣，在肩膀处有一个很小很小的不易察觉的红点。这老人吓得脸色发白，左右查看，然而除了风在吹，树叶在摇，他什么也看不到。这种伤需用磁铁对准伤口，将里面的小针吸出来，才可进行后续治疗，不然他会肠穿肚烂而死，而皮囊却完整如初，吃再多药都没用啊！小人有家有口，此次惹的人来头太大，小人担不起这风险啊！告辞了。赶走，扣罚越线。不要了。老人撂下了一句，趁着夜色跑得比兔子还快。这安排你早就知道了。你说的梦话，我想知道都能知道。里头的小官人，给咱们治伤吧。凤耀也听到了，回头恳求地看着青莲。他与玉郎商量过的，此情此景都在他们的预料之中。按照金玉郎的意思，于半路荒野中伏击他们，扔到提前挖好的坑中，神不知鬼不觉，来一批杀一批，看谁还敢打药材的主意。
青莲却是不同意。你要给凤耀机会，你把麻烦都拦下了，只会让他越来越傻，他还不成情。当你是杀人魔头，离咱们会越来越远。你要让他自己向前走，在善良的时候学会看人。这个世界，不是谁都能配得上享用别人的善良。玉郎想起自己杀了大牛父母之时，凤耀看他的眼神，他一句话也没说，可他心里是不赞同的。俗话说得好啊，祸不及家人，但是俗话还有一句，斩草要除根。凤耀目前奉行的是头一句。老狐狸也没你这般奸诈。我可不是奸诈，是吃多了恶果。这丫头作为同我原来一样，谁和你一样啊？生下来就一副铁心肠。青莲对凤耀点点头。救他，把人扔到县内。他和青莲将人拉到了屋内，青莲从怀里拿出了一方磁铁，吸出了一枚细针，用镊子夹起来丢在一边去，又从荷包里拿出了2丸药给两人服下。凤耀盯着他的荷包，抢过来捏了捏。你就带2颗药，万一对方伤了3人呢？再1再2，不能再3再4吧？他们试了2个人还来塌陷，得去看脑子了。我来保护药材的，又不是来救人的。可你是大夫啊，大夫的天职不就是救人性命吗？嘿，巧了，我还真不是大夫，家里世代行医不假，我却没当过大夫，还真说不上我啊。副裁，内阁大学士薛青莲，给您请安了。这次轮到凤耀说不出话了。这2人服了药丸，很快就醒来了，连滚带爬的出了仓库。我看这事没完。他们吃过亏了，应该不会再来了吧？就不怕再吃一次毒针？哼，你且看明天的药价吧。第2天，2样药材各涨1倍。凤耀在仓库中守了一夜，早上回去梳洗了。胭脂经营店铺，薛青莲赖在摊子上喝了1碗汤才出发。2人去见钱家药局的采买掌柜。凤耀本想在本上加5成半的利，可是对方理都不理他。咱们还是管事的和管事的直说吧。你们开价，我听听。您家药局开了100多家了，我怎么好开口要价啊？再说了，您吃的是躺币，看着市价给吧。听到最后，以他不敢想的翻了3倍的价格卖给了钱家药局。有多少要多少，只有一条，当天取货。哎，当家的，来签字儿。这位是东家？啊，对啊，咱们少东家，有名有姓的山西秦家，生意马上就要做到青石镇喽。对方连称失礼，口称得罪。凤耀还礼，心里恨不得踢死薛青莲。这人只要逮着机会就要捉弄人。当天交割，2味药他各留了几麻袋，预备拿去给老大夫，当地用药就解决了。大掌柜着人过了秤，自己拿着本子记账，小伙计搬药，一切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。天边突然出现了一抹诡异的红光，待近了才看到一群蒙面匪人手持火把，腰挎大刀向自己逼近。都回仓库，快，都躲回仓库！大家都回过了味儿来，可是过了秤的药全都装了车了，再想向屋中移动来不及了。人都先进去，别上闹了！所有人都躲回仓库，关上大门，把药车赶走。这人是头。我要说这些人是昨天那会儿，你信不信？秦小官人，不可能！你看这杀气，看他们进退有度，绝对不是昨天那批人。把药都交出来，不然我们可就放火了。为首的大汉举起火把，后面有人将火油向着门上泼洒。凤耀满心以为这些人还会与昨天一样被毒针所伤，可等了半天竟没有一人倒下，反而对方越逼越近。其中一个土匪等不及了，将火油泼在了狗身上，举起火把就要烧狗。别烧他！药材分你们一半，和气生财。怎么样？哎呀，瞧瞧这小官人，一双手白白净净，刀都没掂过，空口白牙跟我们讲价啊！能全都拿的，我为什么拿一半啊？啊？因为另一半可以留作你的买路钱，给你多烧些纸，不然黄泉路上你吃喝什么？那人漫步到凤耀的面前。左起第3个，是你昨天救活的药贩子，你姓阮，
今日无人替你做决定，杀还是放，都由你。双方对峙着，火把燃烧着，风在吹，树叶在哗啦啦的响，所有人目光都集中在他的身上。妈的，给老子烧！一只火把扔到了仓库的顶上，火开始燃烧起来。凤耀看看金玉郎，对方垂下眼眸，气定神闲地坐在药包上。薛青莲也看着凤耀，眼中藏着说不出的神色。第二只火把朝着狗扔过去，狗子反应灵活，给躲过了，只烧了一点狗毛。狗子的惨叫声似乎刺激到了凤耀。你们现在走，还来得及，放你们一条生路。走？你身后放着我一半金子，让我走？烧！对方只当他们为鱼肉，可以任人宰割。凤耀目露寒光，他身后不只有草药，还有数条来买药的人命。杀！一支支利剑破空而来，准确地刺入土匪胸膛，一人一剑，毫不浪费。辛苦了。他就这么走了，尸体被人清理干净，没有发出一点声响，没有留下一点痕迹。凤耀木呆呆的，隐约听见青莲对掌柜的说：“今天发生的事情，一个字都不要向外说。”什么事啊？我怎么不知道有事啊？余下的货也不点了，直接按照凤耀报的数字，钱货两清，车子赶得飞起，麻溜的跑了。你可知一句话？菩萨心肠，雷霆手段。凤耀，我知你心底良善，然而善良不长牙齿，很容易变为懦弱。今日所杀之人，没有一个是冤杀的，个个恶贯满盈。你放他走，他会祸害其他人的。天边的红光仍未散去。这是怎么的了？哪里着了火？今天呢是老金围剿野人沟的日子，他潜伏野人沟数10天，里头摸得门清，还会了地图。他做事向来利索，一个喽啰也跑不掉。凤耀看着天际若有所思，他在指挥围剿，却还抽空来看自己，该是觉得自己不中用，不放心才过来看看吧。杀掉这么多人，里面一个错杀的也不会有。嗨，我的傻姑娘呀，野人沟中上万土匪了，算得上是小型战争了。你自己想呢？难道他们做尽恶事，还得先审审不成？再者说，你可知老金带了多少人？2000对上万，按你说的办法，老金他们都得死完。那些士兵冤不冤呀？哎，一个坏人能祸害多少好人啊？你杀了坏人，只需要想想你救下的那些好人。哎，行了，快走吧，先把药给老大夫送过去。凤耀和青莲赶着把药送去给老大夫，里头挤满了病人。病人极多，方子很管用，不如也各抄送到全镇所有医馆。小官人，你看如何呀？这些药啊，老夫不敢独贪，可分给大家一起处理，怕病人等不起呀。凤耀点头，拿走一些药，分发给了全镇各医馆药局。人堆里跑出一个7岁左右的小男孩。哥哥，再求你一次，救救我娘亲。我去瞧瞧吧。凤耀跟着青莲去给女人瞧病，女人蜷缩在医馆外的墙角边。好孩子，你肚子饿了吧？娘，儿子没事，能讨到吃的啦。青莲为他号脉，回头冲凤耀摇头。他救不了了，元神都散了，脉搏弱到摸不到，留着这口气，只为看看他的儿子。我的儿，娘舍不下你，好想有一口热粥喝。你就留在医馆这里，不要乱跑。哥哥办完事就来找你。若是有了病，这瞧病也方便。小男孩已经将凤耀当作自己的依靠了，抓住他的衣角不松手，一双黑眼睛饱含眼泪瞧着他，也不说话。凤耀一下子便想起了自己被卖时初遇张大娘时的情景，他与这孩子模样一般无二吧。青莲知道他又要多管闲事，硬拉他离开这里。薛青莲，你不就是看我打算射了那小男孩吗？我知道管不过来，太多了，我能做到的微不足道，如若不做，我会一直内疚的。我不为他，我为我自己。
他气得抢过马鞭，用力地抽了马儿一鞭。天亮了，城里乱哄哄的。青莲陪他取了首饰，数了余下的银子，这一票他赚了足有1万。他分出了3000给青莲，对方摇着纸扇并不接钱。我以为你的新店想好了名字，就叫做玉楼春景园。本公子呢不要钱，我要分你新店的股份，还要建造园子之制。一个酒楼你起这么大的名儿，还春景园，1万银子建个毛的园子。玉郎说了，建个豪华酒楼而已，酒楼后头连建几间上好的客房，银子就这么多，建不起什么园。你想要几成？你我各4，玉郎得2，你看该不该啊？凤耀摇摇头。你难道嫌自己得的太少啊？我道你是大家公子，竟说出如此小气的话。这次赚钱虽有难有险，可一切皆由消息而来，那条消息最值钱，所以玉郎得4，你我各3。不愧是山西望族秦家小哥啊！你什么意思？跟前世药局也说我是山西秦家？拿来吧。凤耀毫不迟疑地将银票给他，犹豫了一下，抽出了一张200两的。我需要用点钱，将来分红了扣下，可行不可行？凤耀去打听了房子，此时房子价格比他刚到青石镇的时候更贱了，用了100两买下了3进院子。天志在家正常开门做生意，来了个小孩子传话，说秦春生叫他去悦来酒店有急事。天志见凤耀一夜未回，听了这话，放下汤铺便去了酒楼。凤耀完好无损地坐在了酒楼一角，桌上还坐着不认识的人。是药材出事了。你身契上的名字是什么？莫怕，告诉我吧。我姓宁，单字一个安。那人一听，便在文书上开始写起来。天志一脸莫名，直到那人写完，便收了笔墨离开了。凤耀将几张纸递给他。姐姐，这是我答应过你的，给你的安排。长假无事我们回去，回不去的话，小姐另说。这便是你的家。他接过纸，低头认真地看着，那是一张房契，端正地写着自己的名字宁安。秦凤瑶，我配不上做你姐姐，我便把你当做恩人。这是咱俩的家，以后你若是有难，有我宁安一口吃的，就有你一口。你已救过我一次，又给我安了家。你也不止一次帮过我。先下我们收拾了搬过去，汤馆暂时关门，小姐的首饰拿去给她收好。有人重重地撞了前院门一下，他跑到门前开了半扇门。凤瑶，救我！他身上有股子奇特的气味，嘴里还散着酒气，脸颊绯红，喘得极而短。怎么了这是？发烧了吗？凤耀踮起脚去摸木之的额头，被木之一把握住手腕。他发着抖，气喘吁吁，盯着凤耀看了好一会儿，突然用力将他推得远远的。哪里有水？凉水。凤耀突然明白，他给人下了药，又用了酒催化，此时药性正浓。凤耀跑到家里用的水缸前，打开盖子，快跳到这里来！木之跌跌撞撞地奔到那儿，整个人都跨进去。你走开！过了1炷香的时间，凤耀听到水声，开了门。他背了自己干净的衣衫递过去，又将房间让给他。待他换了衣衫，凤耀热了一碗汤端入了房中。大公子，此药伤身，你喝碗热汤吗？我好多了，老爷夫人你快出来了。那日在桥上，我瞧见了你。倘若你觉得我会因此而低看你，你便错了。我反而更敬佩你。男子汉该当能伸能缩，你身担几百条人命，谁能说出你什么？自家骨肉只要知道你的好，外人便嚼舌根，那我何必在意呢？我虽不姓常，也敬佩公子，为了家人能做的都做了。夫人很快就出来了，现已平了冤，到时候你与云芝都可以回家去。只有一件事，我想问问你，我说出来，你别觉得我是忘恩之辈。你先说说看。若母亲要认你做义女，你会答应吗？我不想在常家做小姐。我今天不走了，胭脂那屋是空的吧？我想明天看看云芝。凤耀将他引到胭脂的房中歇下。第二天见了云芝，
云芝又悲又喜，哭了一场。胭脂与风要退出来，让他们兄妹二人好好叙叙。啊，秦兄弟，大牛，你可好？连日不见，去了哪儿呀？我父母去送货，好久不归家，我去寻他们，一直没找到。啊，兄弟，这些日子没回来，你不做生意了？生意不太好，做不下去了。那是要搬到哪儿去？先收拾一下，没想好，也许去投亲，也许再找个住处。凤丫头，给哥哥下碗面。这可是你姐夫。是的。他急忙走到大牛前头，对着快到门口的青莲使眼色。你眯了眼啊？怎么老眨眼呢？姐夫，姐姐尚未起来，你来早了。这我家邻居大牛，大牛，咱们回头再聊啊，我家有事。风要赶紧打发大牛，大牛终于听明白了，转头要走。那人是谁？姐姐忘了，这是咱家邻居大牛啊。不是说他，你旁边那位，哪家公子随意进别家院子？木之也看着青莲，他们是相识的。今日细看才明白那个妖女为何会缠上了他。我若是女子，也一样要把此人搞到手不可呀。大牛看呆了，他一生之中没有见过纨绔子弟，也没见过富贵公子，这次一下子见全了。凤丫头，你先送这位小哥出去，咱们大家屋里说话。凤耀圆不过谎，只能硬着头皮先送大牛出去。因有外男在，小姐先回了房。凤耀很担心木之的身体，问过木之的意见之后，请青莲为他诊脉。亏你和此女在一起时间不长，她给你服的药效霸道，很伤身子。你年轻底子好，我给你开个方子，你服上1个月就可调养回来了。大公子吃了什么药？药还有伤身的？催情药。胭脂红了脸，找了个借口出去了。哎，听说你家平了冤，马上就要出来了。常家被人构陷，可惜了三婶娘，还有几个子侄，白白在牢中送了性命。那你定是答应了那妖女什么条件了？木之示意凤耀出去，关上门后正色道：今天你我并未见过面，若有一句半句闲话传出去，我是不认的。自然。我的确答应那人助他上位，不如此，他不会放过我家人。但我也知道，那位不是可服之主。此时若要自保，还需好好谋划。你知道他是何为人就好，我只怕你拿错了主意，以为扶他上位，你家就可以继续飞黄腾达。两人互看一眼，都明白真正的夺嫡大战已经开始了。等道别时，青莲心中清楚，最起码常家还在观望，并没有打算保哪位皇子上位。他甚至比常木之看得清楚，但是不忍心道破。其实木之的牺牲完全没有必要，即便是不与公主苟且，常家也不可能获罪的，被放出来官复原职只是时间问题。常家没罪，坐在龙椅上的皇上比谁都清楚，他不开金口，常家死不了。哎，秦小哥，陪爷出去走走。他拉着凤耀去瞧地皮，那块地非常之大，100亩是有的，背靠青山，东临湖水，位置极佳。凤耀咂着嘴，心中算了算，地虽不贵吧，可是建造下来1.8两银子根本就不够看啊。说吧，还有什么瞒着我的？怪不得叫做玉楼春景园，原是看中这么大的地。我告诉你啊，再过一段时间，这地皮压根用不了什么钱就能拿下了，甚至可以不要钱。凤耀诧异极了，知道这人虽然看起来大大咧咧的，但是从来都不乱说话，是个极靠谱之人，心知必有原因。各地方官府粮官上报，存粮见底了，旱情刚解，大家都能种地了，可是新粮出来还得大半年，官府要慢慢放粮来平衡供需，现在连官府都没粮可放了，粮要大涨，更可怕的是有钱也买不来粮。现在官府都停了出粮，先要保住士绅阶层用粮，老百姓只管自生自灭了。见这园子，我想光明正大的买下他的地皮，但局势我看在眼里了，多给他几两银子，他也好不到哪去。他还有没说的，这块地的主人一大家子，此时不囤粮，挺不过多久就是饿死的结果。可是他不能说出来，
此事不可泄露，先不要交银子，到时候也许你1斗米就拿下地皮也未可知。玉郎修长的手指翻着书页，正在翻看历代大饥荒那一章。青莲看过，饶是他见过世面，也为其中之惨烈心惊。他不能提前告诉任何人这个消息。我看很多人返乡了，大家开始种庄稼，明年收成下来会好的。你们要饭粮吗？这种钱赚不得，私藏粮食，官府查到会重罚，而且到时候多少钱都买不到了。凤瑶马上就明白了，他告别青莲，回去叫胭脂当日就把家搬过去。好在那边有现成的地窖，他分批采买粮食，胭脂负责将粮食藏好，神不知鬼不觉的先将自家吃用准备好。他也明白青莲不让提醒任何人的决定，一旦引起恐慌，出了乱子，后果不是他或者青莲能够承担得起的。哟，好清闲的指使大人呢！怎么又来了？凤耀眼看到回常家，常家为人不会亏待他的，你为何偏要他参与玉楼春景园之事啊？你说呢？你怎么看秦凤耀？不漂亮，不娇气，不做作。金玉郎眼神如刀一般剜过来。凤耀机智聪明，而且大胆，这都不是最可贵的。哦，他善良果敢而不刻板，脑袋里也没有那么多条条框框，知道变通，不认死理儿，悟性也高，很能调教成才。还有，他内心里并不是一个守规矩的人，但好在有底线。金玉郎深以为然。其实呢，我瞧那姑娘持家必也是好的，此次回去常家定会厚待的。若放我家，就做一个后宅总管吧。那就看他怎么选了，我金玉郎绝不勉强。常家一夜之间又回到从前，常府再次兴旺，一切看起来和从前一样，又有什么东西已经悄然改变了。这是在青石镇的最后一夜，明早常府会来接人。傍晚时分，大牛来了，凤耀已经付了女装。没想到叫了你这么久弟弟，竟是娇娇的女娃啊！大牛拿着一只素银簪子递给凤耀。对不起，一句话给你惹了那么大个麻烦，这个算我给妹妹赔不是了。不知可否告诉我你叫什么？咱们到底做了这么久邻居了。大牛哥，我没怪过你，东西我不能收。此次我要随小姐回府，那边男女私相授受，给夫人知道我就待不住了。那我们是再也见不到了的。你结交的都是神仙般的人物。凤耀不接话，他自己不是什么高贵出身，但他与大牛应该再不会有交集，又何必留给他人念想呢？不如忘了的干净。凤耀到医馆找到那日想要收留的小乞丐，那孩子见到他如同见到亲人，扑到他怀里面不撒手。哦，原来你是个姐姐呀。凤耀问他愿意留在医馆，还是愿意自己另安排地方给他。是不是我给你添了麻烦，你不想要我了？我什么都能做，姐姐，我想跟着你，哪儿也不想去。你是男孩子，姐姐要为你的将来着想。你若是大一些，跟着姐姐也不方便。那倘若我是女孩子呢？那最好不过，姐姐最喜欢女孩子了。她叫黄杏子，凤耀没有为她改名，好让她记得自己的来处。他将黄杏子交给胭脂。第二天一早，木之带着管家并一群下人来接小姐回府。轿辇直到后院门口，小姐从后院出门便上了辇。胭脂没有跟着回去，她拖着残破之躯，想想从前的自己，再想想常府的规矩。虽然惦记夫人，可是回去之后每每如打脸一般，不如留在这里痛快。女眷们聚在中堂，小姐一到，夫人迎上去，抱着小姐哭出声来。娘俩哭完，夫人拉过凤耀，眼泪直流。好孩子，亏了你多次来探望，我们才得在牢里也有个人样。你带着小姐开着汤铺已经着实辛苦，又做了那么多衣裳，我瞧那针线都是你亲做的吧？是小姐带着奴婢和胭脂一起做的。我们常家呀，偌大家族，入了牢里，素日亲厚之人没有一人来探，只有你呀，轻了称你一声有情有义，重了说声恩人也不为过。自古雪中送炭难。
大娘说的是，多亏大娘机智，安排这么个人精在云姐姐身边，不像我们白白坐牢吃了那么些苦头，是该好好谢谢这位凤瑶妹妹呢。瑶儿，不懂规矩少说几句吧。大夫人别见怪，瑶儿心直口快。好孩子，等我和老爷说了，认你为义女如何？凤瑶做的只是奴婢本分，何况常府与我有恩在前，凤瑶出身不高，入了族谱，只怕将来尴尬。夫人立时听懂了凤瑶的意思，她与常家没有血缘关系，认作义女，将来婚配就成问题。高门大户只认血统，要求娶只会求娶常府的真千金。若是低嫁到小门小户家去，又因为入了族谱，有辱常家门楣。是我想的少了，将来倒耽误你。只要还能留在小姐身边，凤瑶别无所求。那也要以常家大房二小姐之礼待你，我会知会整个常家，你以后不是下人，是小姐的妹妹。凤瑶松了一口气。也是，做千金可没那么多好处，想翻墙出院是不成了，哪有做下人自由啊？想扮男子扮男子，想穿红装就穿红装。四姨娘，哪个妈妈教导瑶儿的？咱们常家是真要败了，如此目无尊长，不懂礼数，长辈说话哪有晚辈插嘴的份儿？长房正头夫人说话，身为四姨娘，只得拉着常瑶站起来听训。四姨娘，你也太心急了一些吧？常瑶被忽视太久了，平日家宴云芝如个金凤凰，家里外头的女眷们个个捧着她。如今她就要变成嫡出女儿了，三房没有儿子，她就是嫡出长女。一场牢狱之灾倒是成就了她常瑶。常家爷们此刻聚在祠堂，没有人指责牧之，倒是二爷三爷都安慰他。你救了常家一族，是咱们常家的恩人，将来族长之位也必由你担当，你担得起。他们商量了几个时辰，从早晨一到深夜，争论不休，通宵达旦。第二天散了朝，皇城里传遍了常家三个爷不睦的消息。此后下朝，三人各走各道，各回各家，竟是不多说一句话。大夫人主持分了家，宅子不必说了，田产、铺子、庄园都一一划分清楚。青莲到常府求见，指名道姓找凤药。你急急火火的喊我出来是要去哪？还不是为这园子的事儿。青莲两人一起去了看上的那块地的主家。东家是个50开外的地主，等了许久，这人才出现，一看就是饿了许久的样子。是不是还愿意要那块地啊？现在不要银子，用粮食换即可。还介绍了家中其他产业，愿意全部都拿来换粮。青莲硬着心肠，只要了那块地，比他要价多给了一些粮。第二天天擦亮，凤瑶还未起床，胭脂带着黄杏子回了常家，拜见过夫人，叙了话，说是着实惦记家里，来看看。见过夫人小姐，他让黄杏子在内院玩耍，自去找了凤瑶。什么事把你吓成这样？没吓到你吧？我就是太憋得慌，哭过就舒服了。你坐下，听我慢慢说。那天凤耀和青莲签过文书离开时，交代了胭脂地皮已经买下。天擦黑时，他家卖地换粮的事儿也不知道怎的就传遍了整个镇子。镇里人将地主一家给押到了院子里，要他交出粮食。人群中走出几人，将地主脚上头下倒吊在树上。大家挨着搜查他家，把那一担粮到底给找着了，将地主塞住嘴巴，没有人顾上放他下来。所有到场的人都分到一把粮食。胭脂站在黑暗的人群中，不敢吱声，也不敢接那袋粮，更害怕自己家有粮被人发现。太阳快升起来时，人群散了。地主孤零零地死在那根绳上，死时仍睁着血红的眼睛。凤耀手握这么多粮，他先想到了青莲和玉郎，又一想自己的消息都是对方告诉的，人家必定是做好了准备，不必自己多情。能商量的人就只有大公子。你别怕，容我想想办法。没时间了，若官府不出手，老百姓就会抢有粮的人家。那边宅子的地窖虽然建得隐秘，却不是特别为藏东西而建，总是能找到的。常牧之和凤耀去了一次青石镇，在镇上遇到了大牛，他拿了个碗，正在挨家讨饭呢。啊，凤耀妹妹，你怎么来了？去点东西，这里没饭吃。胭脂姐姐回府去了。常牧之留下余墨暂时看守房子，门从外头锁上。
屋里也按照两人之前说的，将家什都砸坏，留了一间小厢房给雨墨住。回去的路上，凤耀和常木之商量，这件事可否只限于他二人知道，别告诉任何人，包括老爷和夫人。我也这么想，你倒怎么能想得到？我一直以为让女人保密是件很难的事啊。可能因为传播秘密的女人不知道，不保密就得要丢了命。我存粮时没想那么多，现下看来不多日，咱们家就得接济二爷三爷家了。二房三房与老爷闹掰了，整个皇城都知道，你不会不知吧？大公子拿我当外人原也没错，凤耀不姓常，不过以凤耀一点愚见，魏哲政见不合，一起下过大牢这么点事便分崩离析的家族，是成不了大家族的。常家家风我见识过，夫人风采我大约比你知道的还要多些。常家几个爷不知为官如何，演戏倒是不错。对不住大公子，凤耀失礼了。是我失仪，你冒着性命危险救小妹，你帮我多次，不是你，到时候我大约是撑不下来。我是奇怪，这次分家是不得已，老爷与两个叔叔与我密谋了一夜，连夫人也不知道，你怎么猜到的？你们爷们儿总以为女人头发长见识短，可依我看，夫人也很清楚这是做戏。可是有人把分家当了真，三夫人心里苦啊，谁料自己才刚接手就遇到了良灾。家里下人常抱怨，换了夫人之后，新夫人饭也不给吃饱。内院做粗活的婆子少了2个，她想着添一位就够了，便托了前客寻了一个靠谱的粗使婆子。不几日，前客带来了一个中年女人，这女人就是王二跑掉的寡母王寡妇。这一日，青莲约她出去，却不告诉她去的是哪里。待走到那座3间4柱冲天式牌楼前，才知道她要带自己去什么场所。你自己吃了花酒就罢了，带我到这种地方来做什么？哼，让你尝尝做公子爷的快活。走。梅绿夫人越发年轻娇俏了，你屋里的丫头们太年轻，倒少了你这份风韵。我的薛爷，你可真会说话，果真如此。今日妈妈我亲自陪饮。今儿雪雅姑娘得空啊？回薛爷话，姑娘在楼上月贤阁陪贵客，不便喊出来。那给爷安排照水花厅，叫飞叶姑娘来吧。不多时，凤耀跟着青莲进了一处雅致的大房间。你都看到了吧？这才是我们玉楼春景园要做的样子。你们只说是豪华14，怎就成了花楼？哎，我只说要你看看内部模样，又没说要姑娘。有人轻敲了3下门，接着一位姑娘穿着16裙，轻移莲步走入了房中。2位公子，想听什么曲儿啊？青莲点了一支曲儿，她轻拨琵琶，如珠落玉盘。凤耀不懂乐理，只觉悦耳，青莲却是闭眼沉醉其中。一曲终了，青莲起身，彬彬有礼地送了飞叶离开。梅绿夫人教导你们堂前做千金小姐款，没告诉你们榻上该如何服侍啊！你不会真以为自己是哪家贵女？一个婊子罢了，今儿打残了你，叫你知道我是谁。哟，这不是4公子吗？好巧好巧，不如来兄弟局上凑一桌。薛青莲，少管闲事。算了吧，四爷，男女欢情本凭自愿，此女有眼无珠，白下一副好皮相。梅绿夫人见缝插针，使了个眼色，几名绝色女子围上来，几句吴侬软语哄得男子消了气，搂着女子相间回到了月贤阁。你皮又痒了是不是？哎，妈妈呀，我等了半天，雪雅姑娘得了空，那不如去我屋里坐坐吧。难道本公子不如那等粗人够格，不配雪雅姑娘伺候吗？小蹄子再不仔细伺候着，给我小心。没见过美人啊，看你那副没见过世面的呆相，净给本公子丢脸。阿芒，你怎会知我的名字？你是谢家3女谢阿芒，我是秦凤耀。凤耀，你若回乡见着我母亲，可待我给她一些银子，就告诉她我死了。刚才那个人为何打你？反正我也是没脸了，就告诉你们吧。哼，别看这些富贵公子人前个个装模作样，关起门来狗都不如。也不全是狗啊，偶尔还是有人的。
你不是那些人里的，你是菩萨心肠大善人。阿弥陀佛，也不知哪家姑娘有福气，将来做你的妻子。哎，得了，男人都不是好东西啊。他是熟客，又是大夫，楼里姑娘们的身子他没少照顾，还给了许多养生的方子，外头买都买不来。只他是真心不嫌着我们。刚才的四爷是宫里的贵人，猪狗不如的脏东西，喝点酒起了兴，当着人的面就将我按在榻上，行鱼水之欢。我不从他，他就打人。这人十分暴虐，楼里姑娘们都挨过他的打。他常来吗？10天里总要来上4次吧。你好好养伤，过几天我拿血肌养容膏给你，还有玉颜粉。真的，这东西在楼里顶金子使，姐妹们都喜欢。青莲和凤耀离开的时候，欢喜楼热闹的沸腾的油锅一般，月贤阁却静悄悄的紧闭着门。凤耀瞧着青莲骑在马上喜不自胜，十分不解。怎么了？抓耳挠腮的。凤耀啊，你真是我的福将啊！天都黑了，他却拉着凤耀去找金玉郎。这么晚你带着他跑出来干什么？哎呀，金执事你放心吧，一会儿我就把这金疙瘩亲自送回常府去。他还在兴奋之中呢，在房中来回踱步。你伤可好全了？未曾好全，不知道哪个没医术的，先前缝得正歪七八扭，又扯开重缝，还挖得好深个洞。对不起啊。无碍。玉郎，你不是一直都想查欢喜楼吗？机会来了，这丫头的老乡是欢喜楼的女状元。为什么要查欢喜楼？欢喜楼侦查不进，总也找不到机要所在。现在好了。等一等，你们打什么哑谜？我听不懂。你可知今天遇到谁了？那是四皇子，皇后嫡子。你也看到了，他性子暴躁，极难相处。皇上一直位立太子，四皇子与六皇子是夺嫡大热人选。四皇子母族强大，六皇子深得皇上喜爱。我朝，无可服之主了。总的看来呢，六皇子是要好过四皇子的。然而扶六皇子极难，我朝重血脉，六皇子曾祖母家是察哈尔过来的联姻公主，非汉人血脉。让金玉郎奇怪的是，很多能臣重臣都对四皇子低头，其中不乏忠良之士。他们明明知道这位爷什么德行，为何愿意保这位提不起来的皇子呢？玉郎查了很久，怀疑四皇子是欢喜楼真正的主子。欢喜楼的用途不言而喻啊，专用来收集百官的详细资料，拿他们的错处，更有贿赂官员的账册，记着美色金钱一笔笔的交易。所以二人一不做二不休，建一个玉楼春景园和他对着干。若是两边皆拿着官员的短处，那这些官员还敢明目张胆地保举四皇子为太子吗？难道只能拉拢这一条路可以走吗？原先只有这一条路，现在嘛，你既与欢喜楼状元女郎有交情，那我们也可以找别的路啊。他想让阿芒帮忙监视梅绿夫人，找到账册和百官行止档案存放在哪里，那便是四皇子建立小朝廷的实证。皇上不至于治罪于他，但是绝技不会再立他为太子了。这位四爷呢是赚钱好手，除了欢喜楼，还有手下为他挖矿、走私官盐，他有大量进项，却查不到开销在哪里，这也是疑点。这些事你知道多了与你无益，我们做的是掉脑袋的事，实在没必要连累你。两人都不再说话了，青莲看着凤耀，而玉郎转头看向了窗外。凤耀心知二人等着自己回答，他犹豫着，自己一个小小女子，这天大的事儿，他能做什么呢？你可找到爹娘？凤耀有些内疚，他摇摇头，刚开始是顾不上，后来有点钱了，常家又出事了。我替你查过，你爹带着你弟弟逃到外乡，还没查到下落。你走后，你奶奶先饿死，你爹没办法，将你娘也卖了。凤耀垂下头，他对爹娘有怨，然而此时听到娘的遭遇，眼泪还是漫上了眼眶。你走后，官家先是出了人手，每日收尸，集中焚烧。后来人手不足，就不再管了。村子十之八九的人都没了，你的村庄荒芜了。凤瑶，你所经历的苦，你看到的灾难，
都是怎么发生的？难道是百姓的问题？凤耀心里知道，是世道，是管理者。更大胆地说，是皇上无能导致的百官不作为，才让百姓吃了这么多的苦。你回去好好想一想，要不要帮我们？决定好了再回答。即便你不想参与，你仍是与我有恩的人，也仍是青莲的好朋友，这一点是不会变的。怎么只是他的朋友？难道不是你的朋友吗？青莲送凤耀回家。其实呢，你好好过你的日子，长家根基深，你吃不了什么苦啊，也不必非得掺和这一摊子事儿。回到家，他急忙更衣回来给夫人请安问好。凤丫头回来了，正好来。二夫人说自己连日都没有吃饱过了，家中米缸里别说大米了，就连粗粮也顿顿想办法。去三房借，三房也说没有。他一家子从上到下都快要饿死了，只得厚着脸皮找大夫人来借粮。木之看向凤耀，两人的目光一碰，都知道后面有事做。大夫人决然不会不管二房的，他将家中最后一点粮都给了二夫人，并告诉她，家里都难掀开过，你也别急，都能挺过去。你们明天可怎么办呢？木之下朝了会去采买的，叫他们爷们想办法吧。大夫人没有告诉二房，他已经开始用自己的陪嫁贴补家用了。三房府中，三爷从下职就开始听三夫人絮叨。我说为什么大房就不缺粮，咱们家吃都吃不上。三爷你说说，分家的时候三房是不是吃亏了啊？我说三爷哟，你为何把这些烦难事都推给我呀？把常三爷烦得甩袖子走了，到三姨娘的屋里睡去。夫人哭哭啼啼，王寡妇挑帘子进来，假意安慰。哎呀，我的夫人，别哭坏了身子，谁心疼啊？咱们家比不得大爷，人家呀是兵马府台，巴结的人多了，听说呀还照顾到二爷家呢。对咱们家连问都不问一声，可是不把您放在眼里。她本就是官家小姐出身，在她眼里我算什么东西？明天我出去打听打听，瞧瞧有没有人送粮食给大爷。若没有，那您说大爷家的粮打哪儿来的？王嫂，若大爷犯了事，咱们三家都分家了，连累不到三爷吧？当然了，要我说呀，若早些分，咱们家连大牢都不可能去陪着坐上一回。有了坏事儿，您和三爷一起替大房分担；有了好事儿，怎么不想着您和三爷呀？夫人，早点休息吧啊！明天呐，我给您打听去，有什么难事我帮不上忙，也能和您唠唠解解闷儿，不是？王寡妇伺候三夫人睡下。还有一件事，她来常府3天，便拼上了常府大房宅院1道门的门房。那是一个50岁极为稳妥的官夫，读过许多年，经不起他的勾引，拼在了一处。老官夫为人忠厚，每日分发不多的粮，还给他留一口。大房从老爷夫人到下人都吃的是混合粮，据说以后连混合粮都吃不上了，都要吃粗食了。他都知道，却故意不提。待常府全部都熄灯以后，木之换了衣服，在角门处等着。不多时，角门闪出一个穿粗布衣的小厮，正是凤耀。待凤耀坐好，常木之轻轻一跃，坐在了凤耀的身后。下次赶车去吧，白天其实更方便。坐好别动。他本不想动凤耀的存粮，但现在已经到了无法可想的地步。他们拿了粮，经过原先野人沟那条道，野草都被拔了干净。他不由赞了一声：这个金玉郎倒是个能人，不知为何名声那么坏。可能那人表现得太冷肠冷肺，也不在乎自己名声。今天你为什么会在那儿？我就是跟着薛青莲去开开眼，看看爷们儿平时都消遣什么。我也是头次去。回去时，木之开过门，将一柄钥匙放进了凤耀的手心。以后啊，别再翻墙入户了，这是你家，你自当有钥匙。凤耀小心地收好，心中感慨万千。第二天，门房领了饭，吃了一半，留了一半给王寡妇。那女人留心，混合饭里的大米比往日里还多一些，便仔细地问门房：今日采买哪里买到了粮啊？门房没有在意，只说有银子定是能买到吃的，随口提起昨夜大公子半夜出了门。心中有了计较，他回到三房宅院，恰遇到常瑶到他母亲那儿去请安。哎呀，今天这大房吃的不错呀，又不见人家采买，大爷倒有本事。常瑶等王寡妇走后，责怪母亲：
咱们本是一家，你拿了人家的错处要做什么呢？大哥哥和大伯如果有事，咱们家又捞不到什么好处，还吃瓜唠，何必呢？哼，你心倒向着别人。哎，他有好处怎么不分给你呀？我们都快饿死了，有钱都买不来粮，你去找你大娘借去啊！我一心想着你，剩下银子给你置办襄阳的嫁妆，你还替人家说话。木之拿回粮食的事瞒不过夫人，粮食从哪儿来的？知道凤耀偷偷在青石镇存了这么大一批粮食，他不由得双手合十，念了一声阿弥陀佛。娘不害怕吗？此时私存粮食是大罪。当朝没本事，让百官挨饿，还够人家自己想办法吗？害怕也不耽误饿死。多亏凤丫头了，几次三番解我们危难。你们闹分家，我也不能不管二房三房，都是自家骨肉。母亲周济两家可以，但不可太过。你放心吧，娘不傻。他叫来凤耀，挑明自己已经知道粮食之事。你是我家福将啊，解我之困不是一次了。粮食的事你别怕，我给你兜着。两人商量着先用车挪回一部分。夫人房中是有密室的，原是为躲战乱准备的，现在可以先放在那里存着。凤丫头，你以后就代替张大娘替大房掌家吧，以后你便是内宅掌家人。你若不愿意的话，就保留原姓，若是愿意改为长姓，恕我族谱也使得，全在你的心意。看木之对凤耀似是有情，却不知凤耀是何想法。没有坚持让他入族谱，也是想着两人若有情，一入族谱变成了正经的兄妹，便没了可能了。现在他将这个选择交给了凤耀。哎，你不急着回我，这是大事，好好想想。凤耀接下管事一职，先去见了二夫人。二夫人的陪房周大娘管着内院，两人约好有事一起商量，又一起去找三夫人。三房直到现在还没有内院管家，是夫人自己照看。我们家还过得去，有事我会找你们夫人商量的啊，且请回吧。周大娘还想问，凤耀拉了拉她的袖子，两人从角门出了三爷府。三夫人留下陪嫁丰厚，想来也够他们一家嚼用。咱们先顾自己吧。我先在这谢谢你了，没你们周记，我们要断炊了。凤耀只觉一边树影一动，细瞧过去又没见人影了。王寡妇兴奋至极，她一眼就认出了凤耀，知道自己找对了地方。她进了三夫人的房中，原想着借闲聊套套话，夫人不在，却看到桌上放着账册，上面登记着库房存物，大多是先夫人的陪嫁，里头有不少好东西。她涂抹了几处，将库存消掉，趁着夫人整理，过去帮忙将东西拿走，都是一些首饰之类的，小巧好带又值钱。早起时，夫人嘱咐凤耀，等木之下朝了，天晚些再去取粮。辛苦你们两人，府上下人我不放心，此事只我们三人知道，老爷也不能告诉。这次出门被一直蹲守的王寡妇看在眼中，她有了猜测。王寡妇告了假回了青石镇，最了解秦凤耀的该是她的邻居。哟，大牛，你父母还未找到啊？大牛看了王寡妇一眼，没理她。你隔壁的丫头回常府了呢，那可是纯高枝儿。你见过她？常见。大牛神色间有一丝扭捏，被王寡妇捕捉到了。哎呦，人家可是攀了高枝儿了，你死了心吧？我问你啊，大牛，你可知道你父母到底去哪儿了吗？大牛呆愣愣的摇头。哎呀，我告诉你，他们呐，大约不在人世了。你儿子死就死了，什么好东西？我看你还嚣不嚣张，还咒我娘！你先松手啊！我知道他们为什么死了。大牛只是泄愤，并没有胆子杀人。他松开手，一屁股坐在地上。你以为你爹娘是哪儿的好鸟啊？啊，王儿后来没找过你的事儿吧？那是因为你爹娘也投靠了野人沟。你家王二提没提过我父母去哪儿了？我连他的影子都找不到，去哪儿打听你家的消息啊？听说野人沟被围剿后，只杀了几个作恶多端的头目，里头没有你父母。他在这儿时，你没少照顾他，他走了，一点情分不留。哼，发达了连邻居都不顾，你还念着他？他有路走是他自己的本事，没什么好嫉妒的。我看你就是个傻子。秦凤要吃得饱穿得暖，你沦落到现在这样，
他伸只手就能帮到你呀，还不是袖手旁观？那是个没心没肺的白眼狼。她也只是个丫头，在别人手下混口饭，能顾着自己就不错了。那你就不知道了。哎呀，人家现在呀是常家内宅大管家，说不好啊，以后是大奶奶呢。哪只眼睛瞧得上你？王寡妇从怀中掏出一个黑魔递给了大牛。讨了一天，啥也没讨到吧？大牛饿了好些天了，看到馒头，想有点骨气的推开，那只伸过去的手却不听使唤的拿住了馍馍，大口大口吃起来。哎，你慢点吃吧，我且有话问你，你见过那丫头回镇上没有啊？大牛2口吃光了馍馍，抹抹嘴，点点头。这2天又来了没有？没见他来，不过倒见他家买下那房子常有人出入，说是租给了在此盖房子的管事。昨天还见有个蓝顶车来过。你盯好啊，记下来车子来的次数和时间，我下次回来呀还给你带吃的。蓝篷车又来时，过了已有5天。凤耀妹妹，车子缓下来，一人挑起帘子，并不是凤耀，而是胭脂。大牛兄弟，这里是我的住处，凤耀怎么会来？我是来收租的。大牛受不了胭脂的目光，一向有些害怕他，结结巴巴地询问着凤耀过得好不好。你看我就知道她好不好，她那么聪明的姑娘，只会比我更好。哦，特别好也谈不上。不过不用讨饭吧。大牛愣愣地站在了原地，面红耳赤。他手伸入怀中，里面的纸片上记着蓝篷车来过的日期、次数，还在车走后的路上捡到过几粒粟和薯。此刻他不再犹豫，这东西下次他就要拿给王寡妇。上巳节到了，春意浓得化不开。皇家园林中比花朵还美的是世家小姐们。小姐怎么了？我思念从前府里的日子。虽说现在父亲官复原职，可是张大娘没了，你也分出院子住，就不似从前那样时时陪着我了。胭脂虽忠心，却不贴心，黄性子又太小。凤耀，我好寂寞。只觉一个美人惹眼的紧，只因为离得远看不清。凤耀的眼睛盯在美人身上，无法移开。直到谁家姑娘生得如此无双，还这么会打扮呀？自家小姐与之相较也略逊色呢。我看常家是有出美人的惯例。你们认出她来吗？这是你常家二小姐。凤耀不禁向前走了几步，又看，确实是常瑶。我对漂亮女子是过目不忘。可要为你介绍？不，那倒不必。美人如花，可远观，倒没必要折枝啊。2人正谈笑呢，园子来路上喧闹起来。一辆超大、金碧辉煌的车辇停在了路上，下人们列队站好。车门打开，依次下来了2位锦衣公子，其中一人回头伸手去接那车里的人。一位身着12服16裙的女子缓步踏出了车辇。你们且去游玩，不必管我。嘿，妖女好大排场。大公主来这儿猎艳呢，还是寻人呢？凤耀认出了其中一位公子，正是那天在欢喜楼殴打阿芒的4皇子。这另一个就是6皇子。这4皇子和大公主同为皇后所出，不愧是一母同胞啊。此时云芝带着胭脂过来，几人小声闲谈着皇家议事。你们知道6皇子生的秀气，小时候他母亲熹贵妃总把她扮成女孩子吗？还给她梳仙女髻，唬得皇上以为是贵妃宫里新来的小宫女儿。青莲讲起故事来活灵活现的，把云芝逗得用帕子掩嘴直笑。6皇子眼风扫过，落在青莲的身上，脸上浮现出一个大大的微笑，离开4皇子，快步走了过来。哟，6爷今天有空啊，也来凑这种热闹。这位是常家大爷的嫡亲长女云芝，这位是我朋友凤耀，此为常家小姐的女侍卫。你与木之很像，一看便知一母同胞。你哥哥可是满腹才华。他与青莲极为相熟，2人闲谈，目光扫过园子，落在树下独立的常瑶身上，再没移开。那位白衣女子
兄台可识得？那是常家三爷的小姐，原是庶出。三爷那事你是知道的，抬了这位小姐的母亲为正妻，现在呢入了族谱，为三爷嫡出之女，单名一个瑶字。哼，好一个瑶池仙子。青莲十分知趣，招呼大家散散步，别总站着说话。走到长瑶处，凤耀和胭脂向长瑶施礼，又重新介绍过，大家刚好一起有缘。六皇子有意无意地与长瑶交谈，对方十分冷淡，倒是云芝与他侃侃而谈，聊得投机。走了一会儿，大家拐到了一处小路，此处遍地野花开得繁茂。云芝只顾看，脚下一滑，软底绣鞋踩到了一颗石子，身子歪斜着就要摔倒。六皇子反应极快，架起手臂让云芝扶住自己的大臂。云芝涨红了脸，轻声道谢：你无事便好，女孩子穿着软底绣鞋，不便远行。小道不平，我们还是回吧。他体贴地转头走在了前面，遇到不平之处便提醒后面的女孩们小心看路。凤耀感觉到背后似乎粘着一道目光，他四处张望，在极远的密密的松林边上看到了一抹带青色的身影，如松柏般挺拔，负手而立。两人遥遥相望，他认出了那是金玉郎，不由招了招手。对方后退几步，隐入林中看不到了。过几日宫中宴饮，我亲自下帖子，请几位过去。待六皇子离开，几人互相道别，长瑶草草行礼，便上了自己的车子先离开。不几日，常府真的收到了宫宴邀请，特别注明携家眷同行。大爷告诉夫人，这是皇后与贵妃举办的宴请，意欲明确，是为两位皇子选择妻室。宫中连日为宴饮做准备，大张旗鼓，奢靡非常。宫外民怨沸腾，因为买不到粮，到处都有小规模的暴动。凤耀和胭脂带着黄杏子坐在离人群不远处的篷车里，本来要去拉粮的，不想被堵在了此处。人群中，他看到一道身影很眼熟，他盯着那道影子，认出了那是王寡妇。你愿意帮姐姐做件事吗？当然可以了，能帮姐姐解忧，杏子愿意。那个穿蓝衣服的妇人看到了没？你偷偷跟着她，看她住在哪儿，是什么人？嘿，那是咱们大门门房爷爷的相好。你可看清楚了？我见过不止一次呢，爷爷对他可好了，每次都留饭给他吃，还给他钱使呢。他住哪儿？那我不知道，姐姐要我查清楚吗？我跟着就是，待会儿他回到哪儿，我记下路便回府等你。凤耀和胭脂等人群散了，赶了车去青石镇。车子经过玉楼工地，赶上工匠歇息吃饭，他看到蹲在了墙角的大牛。车子停入院中，凤耀出来，提着一小袋杂粮馍馍并几件粗布衣裳来找大牛。大牛哥怎么这么生分？见了熟人也不说话了。我一臭要饭的，高攀不起。别再说傻话了，什么高攀低攀的，我做了几件衣服，我针线功夫不好，要嫌弃就扔了拉倒。哎呦，大牛有贵人朋友啊，这衣服不要给我吧？我妹子做的衣裳，你也配穿？线下过得去了吧？有差事做比什么都强。也收了不少，难道当了内差总管还吃不饱？我在别人家不论当什么差，那都是外人，人家感激我救了女儿，我不能不识抬举，小心当差罢了。什么总管不总管，上次我就托胭脂送东西过来，他只顾着自己的租子，把我这事儿给忘得精光。大牛从怀中摸出了那只素银簪子，递给凤耀，做个纪念吧。我知道我配不上你，就当是哥哥送给妹子的，瞧不起我就扔了它。凤耀接过簪子，插在发间。我以后不常过来，你有事就托胭脂给我捎话吧。凤耀说着便向院里走。等下凤耀，我且告诉你一声，王寡妇来过几次打听你，还问我你的车多久来一次，你小心啊。凤耀感激的点点头。车子回去时，他板着脸对着胭脂，怎么出来一趟？我惹着你了？大牛对我冷言冷语，你上次没按照我说的做是不是？对，我对他冷嘲热讽来着，怎么了？大牛这样的人不能帮我们成事，却能败事，不必招惹。你当我是原谅他了吗？你记住，宁可得罪君子10个，不可得罪小人1个。凤耀在半道景阳村下了车，让胭脂先回。玉郎的侍从认得凤耀，
将他带入到书斋中，并告诉他玉郎大约有末回来。说完便离开了。他的黑色斗篷挂在衣架上，凤耀瞧着四周无人，拿下来披在自己身上。衣服上有一种淡淡的松脂或者烟熏气息，想必主人是常立于松林之中的。玉郎挑帘进屋，看到他穿了自己的披风，一怔：“姑娘，你怎么穿咱们大人的衣服啊？他的东西不许人碰。”突然感觉有点发冷，这里就只有这一件，便披上了。是不是发热了？好好的怎么会冷？没发烧啊，既冷披着吧。挥挥手令小兵出去，自己点上蜡烛。等急了，今天校场演练，孤儿回来晚了。教场很远，实地演练太小肯定不行。你来找我有事？那日看到你也去了园子了，怎么不过来一起走走？凤耀有些别扭，玉郎早已不欠他的情了，可是一有事却总想找他。有话就说，没事的话我叫人送你回家。天也晚了。有难事，先给杯茶吃吧。一下午没喝水，你侍卫只将我送到门口便走开了。是我说的，我不在谁也不准进书斋。热水。不多时，有人提了茶壶，拿了大杯子倒上水置于桌上，退出了书斋。干净杯子，喝吧。他端起杯子，将自己被人盯上的事说给了玉郎。他想把粮食转移走。玉郎起身在屋中来回踱步。好饿呀！上次在你那破院子中，那顿饭是我吃过最好吃的一顿。粮灾过去我再请你。我有办法了，这招便称作偷粮换柱。他将计策细细地说给玉郎听，他觉得可行。两人又商量了细节，直到月亮升起才定好，明日便可行动。玉郎写了密信，用鸽子传给青莲。那我送你吧，我回来已错过饭时，这里没有余粮。那我陪你饿一顿好了。凤耀站在月色下冲他一笑。你先等一下，我有东西给你。他回屋拿了一个包袱，并没有递给凤耀，自己提着。我送你。凤耀解下披风还给玉郎，接过披风，那上面带着凤耀的体温，染上一丝女孩的气息。他大手一挥将披风披好，翻身上马，伸过手来。凤耀将手伸入他宽大的掌心，马上的人用力一拉，凤耀就是跨上马去，坐在了玉郎前面。披风一拢，将他整个人都包裹在了披风之中。凤耀有一些脸红，还好玉郎看不到。他想说这不合礼数，可是又舍不得这样静谧的时光。他抓住披风的内襟，靠在玉郎的胸膛上，能够清楚地听到他心脏跳动的声音。秀发上的桂花油被热气一熏，直向上升。但到了离长府还有数百米的距离时，玉郎勒停了马儿，自己先下来，再将凤耀接下马来，又将自己拿的包袱递与他。再会。粮食拉走后，你只管吃，别再饿肚子了。玉郎嘴角挑起一丝笑意，他点点头，飞身上马，一抖缰绳，飞驰而去。凤耀拿着书向角门走。家中出事了吗？没有，胭脂今天回来跟我和母亲说了王寡妇的事儿，我觉得有必要商量一下，便在此等候。吓死我了！木之伸手接过凤耀的包袱。好沉啊，是什么？我也不知道。他送的，像是书啊。你爱看书啊？以前爱看，后来总没时间，把这事都给忘了。他怎知道我爱看书？玉郎快马加鞭回到景阳村，准备第二天的实战训练。回到书斋，他脱下披风，蒙在脸上，深吸一口气。那桂花香深入脾肺，这便是此生他允许自己离凤耀最近的距离。凤耀，他低低唤了一声，又唤一声，不知他找来的画本他看了没有？凤耀没顾上看，一回府就去了夫人的房中。姐姐怎么才回来呀？杏子完成任务了。那你说说看。那个穿蓝衣服的大娘往三老爷府里去了。你没看错？绝对没有。早和那个没见识的说过，用人必要查访清楚来历，他偏是不听。招来的人不害他们，倒来害咱们，连累咱们出了事。我倒想问问三爷，对三房有什么好处？夫人息怒，兵来将挡，好在我们先得了消息，过了这关再清理内宅。你们俩先退下，
我与凤瑶有话说。屋内只剩2人的时候，夫人神情严肃。夫人有何吩咐？究竟这女人为何盯着你不放？夫人，是我没照顾好小姐，求夫人责罚。她失了清白，应该不算吧。他硬着头皮将那夜发生的事情简要说了。他将如何过的野人沟小姐发了高热，如何惹了王二，王寡妇因他与胭脂差点杀了王二而记恨2人，说王二骑在小姐身上，隔着被子扯开领子，并未怎样。可怜的云芝，怪不得她回来之后闷闷不乐。夫人，只当此事没发生过，小姐到底不曾失身，我和胭脂烂在肚子里也不会说的，别为难她了。那这王寡妇是留不得了，她为她儿子报仇，刚好我也想为我女儿报仇。你是怎么想的？好孩子，我没想到你吃了这么多苦，辛苦你了。凤耀说夫人最好知道的越少越好，粮食这件事只交给自己与大公子处理，请他回去休息。2人决定将粮藏在他的院里，随便挖一个深坑埋起来。进宫的日子越来越近了，3夫人裁了几身新衣拿给常瑶。常瑶看着母亲大红大绿只管拿，摇了摇头。母亲不必管我衣着，我自有主意。这些都拿走。哦，对了，宫宴那天请母亲安静一些，坐在自己的位置上就好，不必想着结交哪位命妇。女儿只求这一点，其他的不劳母亲费心。她扬着白如明脂的小脸儿，漆黑的眸子中一点温度也没有，说是叮嘱，却像是在通知。哟，大小姐忙着呢。哎呀，老奴帮你吧。上次小姐出游穿的仙女裙，倒把大元府的小姐比下去不止一点呢。春日里各家小姐打扮的花红柳绿，银月白素净，反而显眼的多呀。那大娘来看看，入宫我穿什么好？哎呦，可惜这么好的料子，颜色别这样华丽，做成被子，搭个身裙，钗环选贵重却不花哨的就可以。娘娘们什么没见过呀？即是选儿媳，端庄大方，举止别轻浮才好啊。王大娘原是做什么的？怎么懂这么多？我不是什么大户，可是却知道做婆婆的心思。谁选儿媳会选轻浮不稳重的姑娘啊？论穿衣，各宫侯府上的小姐肯定争奇斗艳。咱们家虽不错，比之国公府又如何？最后不还是看人吗？一个下人都看得懂的事情，母亲却这般糊涂。哎呀，可惜没有点翠花钿，不然呐，那才美嘞。其实是有的，先夫人嫁妆里便有一套点翠头面，里头有花钿，王寡妇偷走了，还抹了账本。其实啊，你不用怎么打扮，就比常家大小姐强千百倍呢。女儿家清清白白最要紧呐。大娘哪里人？青石镇。她在那儿出什么事了吗？小姐问旁人吧。哎呦，这事儿青石镇闹得挺大，很多人都知道，奴婢不敢乱说。这里没人，王大娘只管和我说说吧。小姐被当地一个混混缠上了，听说呀，晚上的男子潜入她家，2家因此闹来闹去。当时说是带着弟弟和小叔，后来大家都知道是她贴身侍女和她房里的大丫头。跟她去的丫头叫什么？你知道吗？凤耀和胭脂。那便有8、9分是真的了。难怪姐姐这次回家之后不如从前那样爱显摆，事事争先。武姨娘传个信都能沉堂，姐姐若给家里人知道已是清白，会怎么处置？出去吧，王大娘，别再和其他人说起此事，事关姐姐名声，传不得。这日宴饮摆在皇城的西阁城，一路点着宫灯。他们到时，大夫人带着云芝已经先到了。平生第1次，3夫人见到常家人感觉亲切，带着常瑶先给皇后、熹贵妃请安行礼，旁边自有人介绍来者，2位贵人各有封赏。尚未开宴，大家可以随意行走。3夫人备了人打开礼盒，皇后赏的是珊瑚珠全套头面，贵妃赏的是镶银宝珠璎珞项圈一只。6皇子站在偏门沙画屏风后面向大殿中瞧，找到那日见过的白衣姑娘，今天穿着稍喜庆的对襟被子，独自站在水榭台边。云芝看到她走过去，2人并肩而立，可是6皇子却无法将目光从常瑶的身上移开。
他很想走过去，将披风给常瑶披上，握一握他的小手，看看冷不冷。他控制不住脚步向常瑶走去。常家2位小姐不秀于林呢。可不止，常家是惯出美人的，男女相貌皆出众人。公主此刻就在画舫上，于贵妃榻上半卧半坐的，几个貌美小厮为她倒酒布菜。她勾勾手指，男人西行过来。那男人脸上浮现出谄媚的笑，几分与他相似的脸上着实不该有这样的表情。他垂眸看看眼前卑微的男子，突然抬手狠狠地扇了他2记耳光。疼不疼啊？男人眼中恐惧与欲色交织，令人作呕。啊，那便将你扔到水里，自己游上岸去吧。他吐出一口玉气，命人调转船头，将船开到凤来亭去。思念咬得他睡不着觉，他要去找自己的解药。公主咬着牙，姿态万方地走下画舫。木之，过来。公主传召，可有事吩咐？同我上画舫去。公主若有旨意，请宣旨；若无事，容臣告辞。木之不卑不亢，行个礼便走入人群。小太监斟上酒，他强忍住颤抖的手，端起杯子一饮而尽。喝下酒就觉得不对了，酒香之中含着他闻过的那种恶心的异香。他起身走到偏殿，抠着喉咙呕吐，可是药力已经发作了。一个柔软的身体贴上来，随我上船。木之啊，我想你，想得心口疼，你摸摸。我从开蒙守驾，未见过你这样置廉耻于不顾的女人。明明是世间最尊贵的身份，偏生做出如此下作举动。我今儿告诉你，我看见你的每一次都觉得恶心。你逼我做不了君子，你逼我面对自己最阴暗的一面，你逼我抛开自尊，你逼我做你的奴隶。公主娇吟着，含住木之的手指，她在他的舌尖颤抖，突然像甩一条蛇一样的甩开了他。他用力地推开了公主，再一次从她的眼皮下跌跌撞撞地离开。公主的气恼终于败给了仅存的羞耻心，她站在黑暗中无声地流泪。这世间也有她倾尽全力得不到的东西。木之骑马飞驰，让夜风吹散欲望，然而一股无法压抑的热从丹田涌出，直冲脑门，让他无法思考。他一路狂奔，到大门跳下马，将缰绳扔给了门房，向内院疯跑。凤瑶，他心里什么也没有，只有这2个字。凤耀在窗口点了一盏蜡烛，对着光解开玉郎给他的包袱。第1本书名是《六艺》。啊，好无聊啊！哎，下面又出现了一个封面，鸿福夜奔，听名字就很有趣哎。他怎么知道我爱读这样的画本子？耳朵里听到一声闷响，仿佛是有人在捶门。打开房门，凤耀忙后退一步，却被木之一把揽到怀中，紧紧地拥抱着。公子，你放开手！木之不想克制自己，他抱着凤耀，只觉得一股力量在向上涌，让他面红耳赤。他经历过男女之事，没有体会到愉悦，事后还会厌恶到呕吐。此时抱着凤耀，有一种从未体会过的快活。凤瑶，公子，程木之！他大叫一声，一口咬在他的肩膀上，用了7分力。常木之吃痛，手臂一松，肩膀被凤耀咬破出了血。他是嫌弃我。接着凤耀将他按在了椅子上，拿了毛巾按在他的肩膀处。醒了吗？谁家傻子一而再的被人下药？你总得要有点防人之心。哪个心肠烂了的下这种毒手？还疼吗？我不该这么轻薄。大公子什么人，凤耀心中有数，不用解释。你是中了迷药的缘故。他是中了药，可他也是故意纵了自己一回。我正好有事要同你商量，你得要帮我个小忙。木之把心神收回来，听他说话。六皇子与常家2位小姐站在一起闲聊，常瑶向一边站了2步，静静地听着2个人谈论诗词。不知瑶儿妹妹平日如何打发时间？我不喜诗词。哦，为何？诗词多为抒情咏志，那么多情绪堆在短短几行字中，何必把情感宣之于口，要人人都明白自己，故而不喜。那瑶儿妹妹喜欢深沉之人？我喜欢围棋，落子无悔。
改天倒想请教妹妹棋艺。那便试试。听说爷的棋艺经国手指点，若下得过我，我便换你一声老师。见两人聊得投机，云芝打个招呼走到一边去找其他人攀谈了。皇后看到这一幕，露出得意的笑，余光打量着贵妃。贵妃难掩失望。待宴饮快要结束的时候，皇后先行离开。贵妃传旨留下了常家2个女孩。今儿热闹，想和2位好好聊聊，也没得着空。明知小时候常进宫的，你比从儿小，去打从啊，可忘了吗？她招手，宫女端过了金漆托盘，一只盘里放着一个羊脂玉如意，一只盘里放着锦盒。宫中赏赐都是份礼，大家一样。这是我呀，单给2位姑娘的。宫女将锦盒拿给了常瑶。这是大内出的首饰，比外头做的精致些，姑娘带着玩吧。又指指那玉如意，这是我母家传下的安神如意，我自小带在身边，时常把玩，赐给云芝。他拉着云芝的手，对大夫人说：孩子大了，倒不像小时候那样随意，时常来宫里走走，别生分呢。大夫人笑着点头称是。三夫人一直插话，贵妃礼貌而冷淡。常瑶快要崩溃之时，终于结束了。常瑶如屁股长钉一般，起身就朝外走。这孩子今天疯魔了，也不知谁惹了他。哎呦，快去问问吧，女孩子大了心事多呢。待三夫人走远了，她才感慨，常瑶如今心气倒高。云芝闷闷不乐的，六皇子摆明了是对常瑶感兴趣，贵妃赏家传如意给自己，竟是难堪。世家女子婚姻向来都是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婚后幸福不止在那一点男女之情上，男女之情不可持续，夫妻之道在于经营。你无论许配给谁家，过去就是主母，要当得了家，让丈夫不为后宅操心，至于旁的都不重要。爹娘在此，你主母的地位是不会动摇的。再有就是男子纳妾，身为主母不可嫉妒。爹爹就没有纳妾啊？纳过的，你小忘记了。总之啊，去到大宅做主母，肩负着一家兴旺之责，并不容易。和皇家结亲就更难了，你要想好了。娘看你有意于六皇子，才和你提上一句的。其实不嫁皇家，以咱们家的门第，世家公子由你挑选。另一边，常瑶和他母亲同坐一车，从上车起就一言不发了。瑶儿，内宫就是精致，你瞧瞧，配你再合适不过了啊！你看呢？娘亲，女儿喜欢点翠，不爱宝石，尤其红色。点翠？哎呦，看娘这脑子，点翠首饰咱家库里有吧？常瑶有些吃惊，点翠工艺复杂，极为难得。母亲虽上不得台面吧，对自己是不藏私的。自家有这么贵重的东西，她怎么没有提起过啊？你出嫁时，这些首饰都是你的。第2日，金玉郎带人练兵换了地方，在青石镇郊区，他将士兵分成了2边进行军事对抗，双方各带自己粮草军需。其中一方混入自己的心腹，推着满车的稻草冲粮。操练结束后回去时，还是这些人路过胭脂的宅子，调了车辆，将真粮推回了营地。王寡妇有点急，三夫人不动声色，她的计划便行不通。直到有一天，门房提了一嘴，说明天又得熬着不能早睡了，公子傍晚出门总在夜间回来。王寡妇第2天傍晚就躲在常府大门不远处偷看，那辆蓝顶篷车出去又回来，去时轻盈，回来时明显马儿拉得吃力了，连车子都被压得咯咯作响。什么要人啊？要个公子哥亲自赶出去吧，连车夫都不带。门房出来帮忙推车，车载太重了推不动，只得一袋袋的搬，棕色麻袋共抬出了11包。他忙去向三夫人汇报此事。除了粮食，还有什么东西值当这么小心呢？只是不知道是不是自己多心了，去找三夫人的时候，总感觉她整个人对自己冷淡了不少。自从宫里回家，她清点库房，却怎么也找不到那套点翠首饰。起了疑心，自然待王寡妇不如从前了。从上次见过常瑶之后，六皇子便常打发人过来接常瑶入宫。常瑶是有些犹豫的，他叫人开了角门，自己过去给大伯母请安，
顺带问问姐姐有没有受邀一起入宫，再问问若是没请姐姐单请她与礼合不合适，她不知道应当该如何应对。房中传出了夫人的声音：六皇子的事你想好没有啊？女儿还是不舒服，六皇子看上的是妹妹，我为何伤感着？傻丫头，宫里等着回话呢，什么敢不敢的？妹妹这几次出门打扮的惹眼，六爷眼中只有她。傻孩子啊，女子的婚姻与相貌没有关系。她母亲出身微贱，加上你三叔只是四品詹事，没有实权，她便是生得如狐狸精一样，想做皇家正妻也难。你父亲说六皇子为人不错，你若愿意的话，母亲定10里红妆，将你风光大嫁。三婶若还在世该多好。常瑶沉默了，在姐姐和伯母的眼里，自己的母亲永远做不了三夫人，死去的那个人才是，哪怕她入了族谱，庶女像烙印一样打在她的身上。微贱，这种恶毒的字眼从她素来敬佩的大夫人口中说出来，像刀一样伤了她。她对六皇子谈不上喜欢，但她很想让自己的姐姐和伯母难受一下。改变主意，她趁着院中没人，转身离开了。这日两人下棋，皇上传召六皇子。知道了，你下去吧。轮到常瑶落子，他正思考，突然他的脚给一只大手握住了。姚妹妹，你脚隔着绣鞋都这么凉，可冷不冷啊？常瑶涨得面色通红。瑶儿喜欢从哥哥吧？要不也不会总是孤身一人过来，连贴身丫头也不带。常瑶想解释，却不知该从何说起。从她庶女身份说起吗？从她父亲从未重视过她说起？从她根本就没有固定的贴身丫头说？还是从她家管家不做了，她母亲从外面找一个妇人硬顶2人的工？她一开口便全都是对常家的牢骚，只能闭紧嘴巴。姚妹妹，若你进了王府，我什么都听你的，不管你做不做王妃，我是不会让你吃半点亏的。门外太监连声催促，他从怀中掏出了一支九宝花钿，插在了他的发间。我叫上方司为你特制的，只这一支，不许丢了。又轻轻吻了一下他的头发，好香，等我回来。常瑶呆呆地坐下，说不出话来。等醒过神，发觉整个殿中空无一人，他向门外看去，一个女子身影逆光向自己走来，走近了，方认出是六皇子的生母熹贵妃。他赶紧起身行礼，半天也没有听到贵妃喊他起来。常瑶，从儿不能娶你，你尚且年轻，我身为长辈告诉你，哪怕是皇家，也跑不掉娶妻娶贤。贤妻不单指女人能操持家事，还必须能为丈夫的事业添砖加瓦。你能吗？两人沉默良久。你母亲是你父亲从哪里挑出来的，你该知道吧？你父亲为何纳她，你也该清楚的。这话问得无情，常瑶自然知道，父亲娶母亲为了生育，母亲生不出孩子，就只有沦为玩物。你知道宠儿此时在哪儿吗？皇上在瑶光殿宴请3品以上官员，你大伯母带着你姐姐就在那灯火辉煌之地，宠儿奉旨相陪，将你独自留在这黑灯瞎火的地方。你父亲做到詹事，在官场已经到头了，他的人脉只能给你大伯、二伯和堂哥们助力，对自己毫无用处。你大伯却不一样，他有牧之，二公子呢也快从书院读出来了，你家连个继承人都没有。你认为自己够格做王妃吗？不属于你的硬拿，只能对自身无益呀。常瑶上次回味这话，眼前止于一片黑暗，贵妃早就离开了。整个殿内没有一个太监来掌灯，她在黑暗中独坐了许久。进宫这么多次，若说对李从没有一点男女之情，常瑶心中也说服不了自己。原先只想给堂姐难堪的，结果自己却有几分动心了。等了许久没有见到从哥哥过来，也不请人送他，不知道给谁绊住了脚。他乱走一通，扭了脚，裙子也污了，直走的绣鞋都湿透了，才遇到巡逻侍卫，问明身份，将他送至宝城，途经九州池，丝竹之音隔水，听起来格外的清亮悦耳。此时九州池上飘着一只2层高的画舫，凭栏处站着芝兰玉树的李从，身边亭亭玉立的美人儿正是云芝。上车以后，
常瑶觉得脚上又湿又疼，去了鞋子，白嫩的脚上磨出了几个大水泡。她又冷又乏，顾不得仪态倒在软垫上。常瑶饿着肚子回到了家，愤怒和委屈顶得她不但感觉不到饿，还吐了几口酸水。她喊了丫头过来，卸了妆发，倒头就睡。云芝此时还未回府，她同父亲母亲一起盛装进宫。在一旁的偏殿，贵妃冷脸叫她跪下。你怎么想的？难道真看上了常瑶？哼，娘亲不会真以为儿子是个傻子吧？儿子自当得到云芝妹妹的欢心，母亲放心吧。那个常瑶呢？哼，儿子也是喜欢的，娘亲别担心，儿子并未打算娶她。那就别误了那姑娘了。什么女子你得不到，招惹她家做什么？李从心中有自己的打算，他是故意的，故意带走所有随从，散了看守逢春阁的太监宫女。要么他等着我，要么想办法自个儿出去。按常瑶那性子，必要走的。尝过有我相伴的甜，那就尝尝苦。在这偌大的深宫里，没人庇护，连出行都难。第二天，常瑶一大早起来，想起了头夜之事，下了决心，不再进宫见六皇子了。耳朵里只听母亲与王大娘在院中嘀咕：“人家囤的多着呢，不给也没办法呀。”常瑶饿得不行，丫头却说家中没有早餐，没米下锅了。待母亲走开，她喊王大娘进屋问：“出了什么事儿？”“哎呀，老爷没下朝，今天的份礼没拿回来，我去二房借米，人家做的呀，刚够自己府里吃的。”“大娘那边呢？”“小门都上了锁，哪过得去呀？”“周大娘说她从前门绕过去，大门进去借，等会儿送来啊。”“咱们等了好久了。”周大娘说大房也得再等会儿，才买的还没回呢。哎，我头几天明明看到大房运粮回家，整整11麻袋呢，一家骨肉，眼见弟媳开不了锅，做早嫂的都不管了。好容易等到父亲回来，刚赶上周大娘来送蔬菜粮食，说是大房那边也是刚买到，分过来一份儿。常瑶冷笑着看着这一幕，父亲的感激令他像是小丑。难道父亲真不知道自己大哥连对弟弟的怜悯都要慢一拍吗？云芝一个失了清白的女子，有什么好骄傲的？若大伯父知道女儿的丑事，是不是会主持开祠堂，像是陈塘五姨娘一样，将女儿亲手勒死？他唤来丫头为自己简单梳妆，他要过去给自己的好堂姐请个安。云芝头夜回得晚，才刚起床，凤耀来为她梳妆，带过来自己做的点心。凤耀，你好久不做这个了。两人聊起了当日往事，一起做点心，翻墙出去买泥娃娃，上房偷听老爷聊天，将大公子当作女子。最厉害的还是夫人，她早知道我常出门为你采买小玩意儿，她好疼你，怕你闺中寂寞，才看着我们淘气。哪天我出阁了，没有你可怎么办啊？害羞不？这就说起了出阁的事儿。内院丫头来传说二小姐来了，云芝忙请进来。常瑶进来，凤耀行礼上茶，自己先退出去了。可他没走，站在门口听着里面两人聊天。常瑶的目光落在那碟精致的点心上。皇城里的点心铺子尽数关门了，各家肚子都吃不饱，哪有闲情做点心啊？王寡妇说大伯父家有余粮是真的。云芝将点心推给他，常瑶腹中饥饿，拿起一块尝了一口，觉得比宫里的点心还适口。这是凤瑶亲手做的。常瑶饮口茶，吃块点心，闲聊两句，改了主意。他走后，凤瑶进来收拾。小姐可知道堂家？我管堂家做什么？前些天在菜市口，有人烟囤了5斗粮，被砍了脑袋。糖比从前涨了10倍，粮食压根就买不到多余的，按日供应。你吃的点心除了宫里，满皇城可没有第二家吃得上。你刚才那种见惯了好东西的样子，让二小姐十分难堪。三房府里今天还过来借杂粮，怪不得瑶儿走的时候脸绷得那么紧。青石镇的教训，望小姐记住，千万别让人惦记上了。凤耀收紧茶盘，提醒他，可还是晚了。常瑶已经顾不上家族了，他只想让云芝知道，这世界上除了甜之外，还有一种滋味叫做苦。没几日，他接到六皇子的邀请，说得了珍贵的棋谱，邀他共赏。他同李从来到了书斋，桌上摆好了棋盘。妹妹若有烦心事，我倒愿意听一听，也许能解妹妹之困。
若像大伯这样的人府上偷藏私粮，该当如何？当真？今天早朝父皇刚颁布过粮食临时法令，私藏者革职查办呢。常家大门再次被官兵包围起来，凤耀一个打挺坐起身来，终于来了。随意穿件衣服，带着内院所有丫头们候着。片刻，小姐夫人也穿戴好来到院中。听说是有人接了举发，说什么咱家私藏粮食，哪有的事儿？就是啊，压根吃不饱，连夫人小姐都吃得粗食，哪会私藏？大爷带着木之和外院管家们，跟着士兵浩浩荡荡一群来到了二进院，所有人呼啦啦地跪成了一片。他对上木之的眼神，微微点头，两人相视一笑。接了举报，不得不查，望大人见谅。老爷，我是夫人新任内院管家，一家吃住全由我负责。这次便请老爷准我协助这位军爷查清事，还我家清白。好孩子，你既知道的清楚，就你协助吧。请问官爷怎么称呼？李星月，称我岳军门即可。我们悄悄查了便走。不可，军门即使接了举报，定要细细查过，别到时有人说军门徇私就不好。且我们常家是大家族，3房连在一起，既要查我家，二爷三爷怎么可不知？将二爷家三爷家的都通知到，管家以上都到大爷府上集合，就说这边查私粮了。老夫一身清廉，家小都跟着饿肚子不算，竟然有人扣我屎盆子，查清了，好还我家清白。恰二爷三爷都来了，不但爷们来了，后面跟着家眷，个个都一脸迷糊。常瑶跟在队尾，心惊胆战，不知道是从哪里接到的举发，举发人可有无证据，举发人可否到场，出了结果也好有个对峙。查出有此事任罚，若无此事，单凭军门一句话，我常府这么多人半夜起来应对，传出去难免会说官府办事不力，常家又太好欺负。岳军门犹豫着向队伍里看了一眼，一个士兵本是低头站在暗处的，听到他这么说，抬头走了出来。六皇子亲自到府上来了。是我接了举发，不查过不了父皇那关，举发人不便透露，查过以后，我会给府上一个交代。他带人去了柴房，凤耀在后面跟着。柴房里散落着柴草，扒了开草杆子，下面放着数十只大麻袋。搬出来。这是何物？你这是问谁啊？我家修花园子，这是拿来修补小路的材料。你们去别的地方再找找，都认真找过，再来打搅是不许的啊！打开。士兵上前解开口袋，是满满的碎石与沙子，10几只口袋个个如此。常瑶腿都快软了，回头去找王寡妇，却没有看到人。听说青石镇有你家丫头买的一处宅子，里面也藏了不少粮食啊。胭脂不知道那边处理了没有，看向凤耀，凤耀还是那副恭敬模样。我府上的确是有丫头在那青石镇置了房，初府打算在那边安家，至于藏粮食，却是无中生有的事。以现在的粮价，我们买不起，也买不到。当然，六皇子大约觉得常家有大私农，未必不会徇私舞弊。那请士兵现在就去查明白，也好还我家大爷二爷清白。那请各位都辛苦一番，一并查查，方干净。六皇子向跪着的人堆里走过去，扶起云芝，又指指凤耀：“小管家，去搬2把椅子。接了生命，不得不如此。云芝，别见怪。”常瑶有些紧张，他不会让我也出去坐下吧？他想多了。六皇子又请出夫人也到廊下去坐了，余下人等依旧跪着。天光大亮，骑兵半夜去了青石镇，已经跑回来，回报说那边房子租给了盖房的工人们，里面只放着入秋加厚房顶的稻草，也在周围打听过了，并没有人大批拉过粮食。常瑶面白如鬼，他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，心头一片空白。既然还了常府清白，请问六殿下诬告之人何在？如何处置？看，别这么咄咄逼人嘛。几位想问在下也可以相告，不过为着脸面，你们还是不要问的好。此事对你家并无妨害，过去就算了，成吗？自然是不成的。此事必定有个说法。俗话说得好，没家贼引不出外鬼啊！啊！六皇子，有话就直说吧。那我就说了。他从怀中拿出了一张纸抖开，
是宫中专用的金花笺，纸上工整的用梅花小楷写着常家粮食所藏处所及数量，并指明是大房所藏。那一笔字正是出自常瑶之手。别人不认得，三爷已是气得头发昏。他站起身，眼前一黑，倒在地上。待他醒来，已经躺在自家床上了。三夫人坐在床侧，把常瑶叫过来。丫头回说小姐不舒服，躺下了。既是不舒服，有什么事儿明天再说也不迟啊。哼，今天就算是病死，也得要给我抬过来。去，把这个有胆子做、没胆子认的东西给我拉过来。不必了，女儿自来请罪。是女儿举发，大伯家的确是藏了粮，大爷家有粮，母亲也知道。大伯同父亲一样，领宫中份力，他家怎么会有多余的均给二伯伯和我们？既是私藏了，一律……父亲心中，大伯家比自己家重要的多，云芝姐姐也比我重要的多。从小，父亲就没有正眼看过我一眼，也不理会母亲。现在才了殉道，不觉得晚了吗？你想攀皇宫里的高枝，且看看自己够不够这个分量。是女儿不够分量，还是父亲不会做官，才让人家瞧不上我？三爷听到这忤逆之言，抬手又要打。瑶儿，还不快给你父亲认错！这就是你教出的好女儿，请的老师竟教她些什么？将她关在自己房里，不许出来，都滚出去！常瑶不等丫头来扶，自己爬起来回房去了。姑娘说的也不是全错呀，这是我们的亲女儿，你何必如此呢？好歹她占着嫡女的身份，有点子想头也正常呀。大爷家这次不也没出什么事儿吗？啊！哎呦！哎呀，你们娘俩真是头发长见识短呐！你以为大哥出事儿，咱们家还能有好？兄弟之间一向同气连枝，这么简单的道理，他读过书都不通，我与他没什么好说的。哎，常家这次丢脸可丢大了呀！我只告诉你，这皇城里，她想嫁去谁家做主母已是难了。你们娘俩好自为之吧。三爷觉得疲劳难耐，翻身躺下。三夫人去看常瑶，女儿隔着门问：母亲外头请来的好人去了哪里？出的是要我来顶当，不是他说的是真的吗？连多少斗藏在哪都知道，怎么没搜到？你怎么能怪母亲呢？我以为让你去揭发呀。再拍门，屋里却没有一点动静了。六皇子志得意满，骑在马上。且等几天，此时他必定在受责罚。他兴冲冲地先去紫兰殿给母亲请安。一大早打哪儿来呀？他将自己去常家的事情细细说给了熹贵妃听。你又出的什么主意呀？这花儿除了好看，还有什么用？越美的东西，被毁掉时越好看。他先前是清高啊，我想看看他能有多清高，能清高多久，能扛住多大的诱惑。不过儿没意思。过了几天，三爷下朝，遇到他相中的那位公子，对方如他所料，称自己身份低微，不是常二小姐的良配，婉拒了这门亲事。他失望之极，也可怜女儿，便放他出屋了。六皇子便派了车去接他入宫了。你知道这是哪里吗？逢春阁不是个普通大殿吗？原是哪位贵人的住所？父皇刚登基时迷上过一个舞姬，那女子有心上人，一直不愿成为父皇的女人。你好香啊，为了见我特意打扮的吗？从哥哥今天怎么了？西走瑶儿出去吧。你那日站在梨花树下，我对你一见钟情，当时就想把你带到此处了。可你那时看也不看我一眼，神游天外，当真如仙子下凡。他突然歪头，将常瑶的耳垂含在口中。他挥手打了六皇子一耳光。你难道还不知道，你同我常常私会，早传遍皇城命妇耳中，不会有人上门求亲的。你只能是我的妾，做得好是宠妾，做得不好便是贱妾。常瑶呆了，此时他才看清六皇子的真面目。
从了我，还是老在家里，你来选，只有一次机会哦。他痛苦地弯腰抱住自己，为什么？为什么他的命这么苦？取云之时，可将你一同从角门抬入皇子府。六皇子欺身上前，当我既不从父皇，被父皇带到此处，他便站在你现在站着的位置，父皇就再次出现了呢。常瑶的头发昏，脑子里一片空白，他紧紧抓住了李从的手臂。常瑶，叫出声来，我会给你想要的一切。他忍住羞耻之心，喊了李从的名字。起初只是轻喊一声，李从仿佛很喜欢他这样，他得到对方的回应，从低语到高声，从压抑着羞耻到放下一切。回去的路上，他以为自己会痛哭的，然而却没有流出一滴泪来。他的命运终究和他瞧不上的娘亲如出一辙。贵妃向皇上求了恩典，要求指婚，后面便是繁琐而漫长的嫁娶仪式。常府中，云芝撒娇求着母亲，她多次说要带走凤耀，母亲都拒绝了。这天她再次提起要带走凤耀，并说凤耀一定愿意的。小丫头来找凤耀时，她正坐在窗前听着雨声翻花本子，当即决定去回了这差事，刚好趁着小姐夫人都在场。夫人为小姐挑了极出色的4个丫头做陪嫁，云芝嫁过去便是正室，有理制约束，妾室不敢对主母如何。她只需要打理好府内事务，大夫人也可从旁指点，我并不是非去不可。此时青莲站在了府外等他，他自御郎处过来，就是为了阻止凤耀答应和云芝一起去六皇子府。凤耀跨入了夫人的院子，看到院子的盆景边有一人白衣胜雪，那人呆呆地看着盆景上的飞虫，直到凤耀走到他身后方转过身。他们在屋里亲亲热热，我不便打扰，你既来了替我告诉一声，我已应允从哥哥做他妾室。你为何自毁？以你的容貌门第，明明可以过得更舒服。哼，人生就没有好走的路，人总是要有点用，你说是不是？我的用就是给我一生顺遂的姐姐添点堵，叫她知道生活不只有甜，还有毒刺。一定要帮我把这话带到，这里的空气我闻着发腻。先走了。他转身离开，又停下。凤耀，我与姐姐同一天进门，你当男人能有多深情？凤耀走入屋内，见云芝含着泪伏在妇人膝上。娘，娘舍不得你，舍不得家，女儿想一直陪在母亲身边。哎呦，傻姑娘，女儿家哪有不嫁人的呀？你还会孕育自己的孩子，你也要当上娘亲，看着你的孩儿长大。娘会帮着你，扶着你，做好你的长家夫人。夫人看到凤耀进来，招手让他过来，拉住他的手，扶他坐在自己的身边。一眨眼，从进府时的小女娃长得这么高这么大了。好孩子，我没看错你，你是个能干的。现下有件事，我想求你一求。恰此时，穆之来给夫人请安，也听到了。凤耀见夫人说的郑重，便跪下了。穆之走到了母亲身边，夫人内疚地看了他一眼，他已有几分明白。凤耀，我知你心高，一直想出府，我没有留你的理由，你不欠常府，是我们欠你。我只想请你扶持云芝在六皇子府立住脚，你想做什么都可以，要钱我可以全力支持你。云芝斗不过常瑶。夫人的眼泪落在衣衫上，云芝可怜巴巴地看着他。现在这情形，他绝技说不出拒绝的话。穆之的心中一片复杂，他不舍得凤耀，也不忍心看妹妹无所依靠。凤耀点头允了。过段时间他熟悉了那边，你便回家来，娘也舍不得你。说着，他揉着凤耀的头发又哭了。他着实将凤耀也看作了自己的女儿。一句话说到凤耀的眼圈都红了。这一天注定是薛青莲空留遗憾的一天了。只求你别去六皇子府。你说完了，我刚已答应下。我们不是说好了将玉楼建起来，你来操持的吗？还有很多大事等着你来做的呀。我和他共患过难，闯过生死关，不能置他不顾。但是六皇子娶她我不会去，现在他结个自己都不知道的仇家，我怎么袖手旁观？
你需要我时，凤瑶一样毫不托辞。我若连身边的人都顾不到，我还做什么大事？心怀天下，难道不该从小事做起来吗？我只要看着我在意的人都活得好好的。他郁郁回到玉郎的书斋，气得将桌上的落书划了到地上。哦，这就无能狂怒了。我告诉过你，不必白跑去碰软钉子。那丫头心里有主意，只凭这张嘴，你说服不了。你就不在意了？他可是你的救命恩人呐。在意的，但我更信他，他会有办法应付过去。且他去了，与我们做事是有益的。你不是想一直知道更多关于六皇子的消息吗？现在一手的信息源就在我们手上。你连自己的恩人也要利用？这不叫利用，这叫顺便，也叫信任。你今天情绪上头，去冷一冷脑子，滚吧。常家大小姐常月，小字云芝，出嫁那日成了皇城里的传说。新郎风流倜傥，芝兰玉树，骑着枣红高头大马。新娘光是檀木及红花梨箱子便315台，真正的10里红妆，恨不得头台箱子到了新郎府，最后一台还在家门口。迎亲用了高过迎娶公主的仪制，庞大的仪仗是皇城里的老人也未见过的。夫人眼含热泪地看着送亲队伍离开常府，凤耀走在喜轿旁，直到瞧不见凤耀的身影，他的心中空了一半。穆之明白夫人心情，扶着她回房。娘亲可以放心，妹妹，你去看看柴房里绑着谁。他面无表情地看着那个害自己的中年女人，心下没有一丝的怜悯。云芝是个破鞋，早被我儿子搞过了，不是清白之身，残花败柳。不等夫人指示，穆之将女人的嘴堵死。他说的是真的吗？重要吗？只要传出一声半句，云芝不必做人了。穆之深吸一口气，将女人打横抱起。夫人在前头领路，后院死角，此处盖了一个小屋子，只容得下一人立着进去，像一口棺材立着放的形状。大门上着一把生锈的锁，夫人摸出一把钥匙开了门。屋里只有一口井，上面盖着一块大青石。穆之移开了青石，将女人封紧了嘴，头向下置入了井中。走吧。六皇子府上宾客迎门，送礼的人流水般进进出出，正热闹。皇上的圣旨道，封六皇子为王，封号为贤。恭喜六贤王，六贤王双喜临门。直闹到了半夜，六皇子心满意足，他只喝到微醺。众人散去，他独自前往新房。云芝听到他的脚步，心头满是暖意和羞怯。新郎用秤杆挑了新娘的红盖头，烛光之下，云芝一脸的娇俏，艳若桃李。他与云芝喝了合卺酒，亲手解开了云芝头发，他眼中浮现出欲色，但是他不急。烛光下，他挑起云芝的下巴，自己凑过去，蜻蜓点水般的亲吻一下。云芝头晕目眩，眼前一黑，六爷将盖头又盖到他的头上。等着夫君。李从看看时辰，走到远离角门的地方立定。一乘小轿合着时辰抬入府中，随着轿子的是2台水曲柳木箱。常瑶下了小轿，院里烛火通明，庸人有序。可还满意？众人下跪，他也蹲下身。男人伸出手扶他起身，拉着他的手进到屋内。常瑶坐在床边的贵妃榻上。这是你的地方，在这儿，所有事你说了算。他嘱咐一番，起身要离开。常瑶拉着他的衣袖，一用力将六王拉坐在贵妃榻上。别走。李从只觉得一股酥麻自头顶直灌到脚下，他眼睛红着，单手拦腰抱起常瑶。他毫不温柔，像攻城略地的兽，像要将对手斩杀殆尽的战士冲锋陷阵。怎么样，满意吗？李从整理衣衫，由着他瘫软在地上，扬声唤了丫头进来伺候，自己迈出了飞河院。直到晨起梳妆，云芝都很满意自己的夫君。凤耀拿了首饰进来，李从一愣：你娘舍得把封药给你？你过来，伺候本王穿衣。他过来离着他能有多远就有多远，帮忙穿衣系带子，一直低着头不与他眼神相接。夫人，我先去了，午膳回来。你可满意你的夫君？他的笑像化开的蜜一般，像风里招展的花儿，光是看着便尝到了幸福的甜味儿。
凤瑶为他收拾床铺，白单上一抹艳红，他不动声色地收起。他很好。昨夜他回来重新挑开他的红盖头，红云攀上脸颊，他对他极尽的温柔，像拆礼物一样，一点点拆开散发着幽香的常云枝，得到了满屋的惊喜。而这种喜悦甜蜜维持到了六王的侍妾们来请安。待妾室全部都跪在堂下为他请安时，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常瑶跪在堂下，扬起一张煞白的小脸，得意地对他一笑。云芝看了凤瑶一眼，对方的表情说明他一早便知道这一切。云芝所有的好心情云消雾散，挥手示意其他妾室散了，只叫常瑶留下。众人有些不解，都慢慢起身准备离开，却见新来的妾室悠哉地端起青玉莲半杯。姐姐昨夜等了从哥哥好久吧？妹妹和姐姐是同一日入府的呢。从前在府上，你与小姐是姐妹，现在王府你是妾。夫人是八抬大轿，由六王亲自正门迎上府上，姨娘是从后角门没声没息抬进来的，请姨娘谨言慎行，记得上下尊卑，礼仪纲常。对了，姨娘的陪嫁怕是没有登记过吧？后院管家是哪位大娘？出来。飞河院的院管事是个50多岁的妈妈，急忙上前一步跪下。如今六王既娶了夫人，内院便由夫人照管，各房各院都得要有着规矩才好，晨昏定省都有规定，望各院姨娘并管家都要知晓才好。夫人是宽容大度，但也不会一味纵容，都记下了。众人都齐声答应了。管事大妈起来说话：王大妈，您在王府当差也有些年头，别忘了去库房给姨娘的东西登记入库才好。若是少了什么，你是担干系的人，昨天姨娘就进了门，怎么飞河院的伺候名单都没进上来？你这个妈妈，莫不是想要给夫人下个下马威？姑娘放心，入库的事儿一会儿就登记清楚，一共就2个箱子。不知道是哪个妾室发出了一声怪音儿，这话像扇了常瑶一记耳光。大伙不知道吧？这位武姨娘是我的堂妹，是我们常家3房的嫡长女。啊，难道六爷一直请我入宫，姐姐是不知道的？为何答应从哥哥？你若不应，焉知从哥哥娶的不是我？好糊涂的话，并不是我答应，是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。女子婚姻一向父母做主，又是皇上指婚，光明正大，妹妹好自为之。哼，昨夜到底他先来了我房里。武姨娘，今天白日的别说这些话。常瑶这才意识到自己失态了，几位姨娘都眼睁睁地看着她呢。她低头快步离开了微兰院，后头几个姨娘的议论还是落到了耳朵中。什么大小姐呀，青天白日满口胡诌，不知羞。不是詹师傅的嫡女吗？也和咱们一般落得做妾，哼，真是可笑。还是夫人，那嫁妆那风度，那才是真正的大家小姐。早饭摆在红木月牙桌上，他刚吃一口便觉得胃中顶得慌，来不及喘口余，吐在了地上。传了大夫来瞧，竟已有2个月身孕了。这下满院里都知道他进门之前就与六皇子搞在了一处，淫妇一词怕是逃不掉的。六皇子回府先到了微兰院，正堂已经摆了饭菜。王妈妈此时过来，带着歉意的躬身道：五娘子昏倒了，也可过去看看。啊，那是你妹妹，她做妾已经受委屈了，我也不好薄待，于你脸上也不好看，我去看一眼。过去却见常瑶靠在拔步床边，艳艳的，别有一番病西子的风情。哼，小蹄子可是想夫君了。王爷，我有喜了。这不是好事吗？怎么都还哭起来了？我才进门便有了孕，其他人会怎么看我？哼，你是我的人，就算是妾，谁敢看逼你？见你已然有了孕，便已更金贵了。不要乱想这些有的没的，我会着人照看好你，先养着吧。他告诉云芝常瑶有了孕，夫人免了武姨娘每日请安吧。云芝看着凤瑶片刻，不想当着别人的面驳回，只得不情愿的点头。待六爷走后，他责备凤瑶：常瑶怀了孕又如何？她不来请安，别的侍妾是不是也如她一样，肚子大了就不把我这个主母放眼里了？你先开口，
和他不懂事持着有个肚子目无主母是不一样的。院子里这么多双眼睛都瞧着你们俩，小姐若是先动了义气，那便输了。小姐既为主母，假装也得要装得有气量。她生下孩子也是庶出，对你也要称母亲。我就是恼，心里憋股恶气出不来。不一会儿，整个王府的女人都知道新来的侍妾进门1天就有了孕。自此以后，不管她走到哪里，总能察觉到别人异样的目光。虽无言语，光是这目光就让她心中憋屈。云芝嫁入王府3个月后，请了青莲来府上。她几乎日日和王爷相守，肚子还是没有动静。青莲为她号了脉，她当年于大雪天里逃走，身子受损，伤了元气，不好有孕。青莲开出了方子，说按照自己的方子调理，1年半载的便可恢复。当晚，小姐在王府和六王一起用晚饭，明日一早就要回娘家。六王爷眼见着十分不悦，小姐便随口问了问：去岁端王赛龙舟，我输给了四哥，被嘲笑了1年。今年又要在四哥府上举办赛舞，父皇也要去看，再输了，实在没脸。除了娶亲这方面我比四哥强，其他竞技处处被他压得抬不起头。凤耀低头偷笑，被六皇子看到了。瞧你的好丫头，连主子都笑话起来了。我笑六爷看不穿，想赢不难，最好还是输得起。哦，你一女子能有什么好主意？说说看。我猜皇上必输。不，父皇手里高手如林，挑出3个并不难，四哥再厉害也敌不过。那我们也要设个赌局才过瘾。不赌赢，赌谁输？反正我赌皇上输给四爷。六爷来了兴致，使丫头将各房妾室全都喊了过来，讲了府中的赌局，参不参加看各房。姬妾们个个都来了精神，纷纷下赌。云鹤下了与凤耀同样的赌，总之没有人敢下注赌六爷输。常瑶一直未作声。我一个歌妓都拿得出的钱，不会千金小姐要不起吧？大约是因为你嫁进门之前做歌妓，为你花钱的爷们儿多。嫁进门？哎呀，姑娘别借着我抬高自己了。咱们呢是打小门抬进来的侍妾，架子咱们配用吗？求我完璧之身与咱们王爷圆的房，姐妹哪个不知道？可没以残花败柳之躯入府啊！呀，大家都下过了，常妹妹怎么了？堂堂詹氏府千金，不会拿不出钱吧？我下200两，赌四爷输。武姨娘真押四爷输，我和小姐同押皇上。人家呀能掐会算，姑娘何必提醒呢？到时赌败了，小心讹上你。凤耀没有理会云鹤，看着常瑶，常瑶摇头说她不便。说话间，各姨娘都差人回到院子里取银子了。好了，现在咱们大管家可以说说，为何皇上会输了吗？因为皇上根本就没有真心和儿子比赛。好，那你说说，若我要赢，该怎么做？田忌赛马即可。妙啊！本王怎么没想到？可笑我的谋士还想让我找个死士和对方同归于尽，别失了王府脸面。脸面有何重要的？我劝王爷无论如何都要输了比赛。既然有此计谋在此，为何又不赢？因为事关立储，皇上年纪越来越大，现在大周最要紧的，除了良灾，便是立储。皇上想平安立储，别被儿子逼迫禅位，得了善终，那立储极为重要。倒也不必吃了悬赏，侍卫中肯为王爷赴死的人，不正当重用吗？爷身边平时说漂亮话的不少，刚好这次有事，看看谁是真心的。好个智多星，你的好管家。听说从前在青石镇，你向来扮作男子。是，奴婢还开了羊汤馆，因小姐在2进院从不下楼，所以奴婢险些累死。是我连累了你。小姐千金之体，落了难也尊贵，算不上连累。那好，对赌之日，你扮作本王伴当，陪本王去看比赛，本王就大大方方的输给四哥。
凤耀看向云芝，见他点头，便提醒：“也别太草率，拿出王府该有的水平。”六爷再次感慨，世凡皇帝都不喜欢被人猜到心思，凤耀太机灵了。比赛那天去了四爷府的教场，场地不算大，周围摆着一层层的看台。凤耀一眼就从人群中看到了木之，但是让他意外的是看到了玉郎。玉郎也认出了凤耀，细细打量他一番之后微微颔首。在人群中他看到了好几个同玉兰打扮一样的人，那是4个挑出的顶尖高手，待会儿咱们的人就和他们对阵。看起来都好厉害的样子，说不定用田忌赛马也胜不了。你也太小看本王了，虽比不过4哥，手里也有几个使得上的人，未必胜他不过。此时场上来了3名身穿金甲的男人，全场哗然。4皇子的战士穿的是黑甲，共6名。凤耀看看6皇子，他头也不回地挥了一下手。只见一名远远跟在身后的男子微躬身去了场外，不多时他带着6名穿铜甲的男子。怎么了？田忌赛马之际有个漏洞，必定不按顺序随机上场。按顺序的，这是规则。出场武士不必挂名，但要带了号牌。六爷找到比试总管，对方说起早皇上送来了旨意，改了规则。他一笑，走回来用纸扇轻拍了一下凤耀的脑袋。小机灵鬼，又被你猜到了。今天有好戏看了，知道吗？不但规则要更换，还立了生死签。上场不论生死，赏金丰厚到让你想不到。最终赢家后半生可以逍遥了。如意赏于赢家主子，斗赢的战士赏金10000两。黄金！凤耀急了，不知道这事儿玉郎知不知道。他找个借口离开了六爷，向玉郎走去。只走了一半，便被玉郎注意到了。他用目光制止凤耀继续向前，微微摇头，一只手轻抚胸口。凤耀却仍不放心，但还是掉头回到了6皇子的身边。他回去时，木之已经站在李从身边，两人正寒暄呢。你家这丫头伶俐的很啊，甚得本王之心。家母思念凤耀，王府诸事理顺，望他快回。凤耀挣脱开了6皇子的手，在他搭过的地方掸了掸。凤丫头一向可好？我和小姐都好，请夫人放心。看到你好，我也放心了。六爷看了木之一眼，场上一片喧嚣，比赛开始了。第1场，皇上的金甲人上场对战4皇子的黑甲斗士。玉郎扫了一眼金甲人，站起身，其他蠢蠢欲动的黑甲人都坐下。他走到场边时，对方突然退场换了个人。玉郎不急不缓，手一摆，一名黑甲人走上场去与之相斗。比赛很激烈，6皇子既打定主意不必赢，便安心地看起了比赛。黑甲人险胜，但是对方及时投降，黑甲人收了手。第1场并无伤亡。第2场玉郎仍旧没上，黑甲人输1局，两方战平。直到第3场，那名被盯上的金甲人躲不过，终于上来。玉郎眼中像是燃烧起了火焰，光是站在场上的气势便足以震慑人心。此人真非凡品。两人打斗起来，方能看出对方并不弱，实战技巧娴熟超过玉郎，但是玉郎招招狠辣致命，出招速度迅疾如闪电，怪招连连。对方逮到玉郎的破绽，扑打上来，玉郎身体后缩，金甲人扑了个空，被玉郎从背后一击扑在地上。玉郎没有给他投降的机会，一脚踩住他的脑袋，用剑柄直冲太阳穴，重重一击。就在大家还在惊诧之际，金玉郎一只手伸入对方的护胸甲中，在他后背某处穴位4指收紧，用力铲下去。只听得咔的一声脆响，金甲人躺在地上，手脚像面条一般软绵绵。金玉郎起身，用脚踢了踢地上的人，确定不动了，高高扬起头，傲视全场。4皇子站上场。既是有规定，按规定就是啊，我会好好补偿这位勇士。死人是西监狱司的袖医指使万千云。凤瑶一头雾水，他知道玉郎那条腿的重伤便是西监指使出的手，视线在空中与玉郎交织在一处。金玉郎那条腿伤得严重，虽然好的差不多了，可腿上深深凹进去一块，再也长不出来了。他是个睚眦必报的主，忍着这口气直到今日方舒畅了。4皇子拿到了如意并黄金10000两。李从虽然输了比赛，可兴头却是好。凤瑶告了假，说要回常府看望夫人，他允准了。回家以后，即刻着人赏了凤瑶一套出自珍宝斋的7宝首饰。
凤瑶并没有去常府，而是赶去了玉郎的书斋。哟，智多星来了。凤瑶把比赛告诉了青莲。你听说过双面细作吗？我看金玉郎就是皇上和四爷的双面细作。再说他本来就是供职于细作坊的。听他将东监御司说成是细作坊，凤瑶哈哈大笑。我这指挥处活生生被你二人变作茶楼，老远听到你们笑，未免太猖狂了些。凤瑶询问他为何会在四爷队帮他赢得比赛，又告诉他李从那边对比赛的态度。六爷此次倒比我想的聪明些，我以为他会强征那只破如意。不是说那如意传国之宝吗？怎就破如意了？身外之物罢了，只是一头好些，便让人生出妄想。哼，信了拼命去抢，才是冤大头。眼光放得长远一些，方为上策。玉郎一腔心事。书斋里光线渐渐沉了，他没有传蜡烛，三人沉默坐在黄昏的余光中，一时谁也没有说话。我已下定决心铲除李姐，此人暴虐无常，黎民疾苦从未放在心上，胸无点墨，志大才疏。因为有他在，皇后家族干政太过，很多有识之士空有治国之才，却不能施展。比如说常家大公子，他有治国之才，若不站在四皇子一方，别说施展才华了，被灭族只在四皇子一念之间。对了，今天下了圣旨，皇上封他为端王，应该是他外祖家运作之功吧。今天被你杀掉的指使大人又是怎么回事？这件事真不能告诉你，只能告诉你，那人不死在这次比赛中，只会死得更惨。三人聊天到太阳落山时，凤瑶意兴阑珊地去常府接了小姐一同回六王府。哎呀，夫人和凤管家再不回，王爷要急死了。凤瑶诧异，进了主院，却见六王背手立在荷花缸前。夫人，先去更衣吧。云芝看了看凤瑶，不知道自己不在时发生了什么，只得先回房了。六王向别院走，示意凤瑶跟着。他走进书房，掩了门，跪下。凤瑶一头雾水，跪下抬头看着他。你去哪儿了？先看了朋友，之后接小姐回来。什么朋友？我只是来帮小姐忙，并不是你家下人，望王爷知晓。且我想交什么样的朋友凭我喜欢，如此审问一般是何道理？你不是我府的，也是下人，这不是和主子说话的态度。行吧，我去看金月郎了。你一个小丫头，认识绣衣指使？你是他派来的卧底吧？我才不听那人吩咐。你不会不认得金月郎吧？哼，他大名在外，我就的确不认识他。不只是我，知道他真容的也没几个人。你是怎么认识他的？六爷只顾问，凤瑶不耐烦地挪了一下腿。六爷伸手将他扶起。我一时着急，以为家里进了外贼。不是我家夫人求我陪云芝小姐，我才不会过来白干活。他的确并未领六王府的阅历，王爷有些尴尬。六爷说的也没错，凤瑶是奴婢，不过是小姐一人的奴婢。那你又是如何认得的金大人？我救过他的命，此人恩怨分明，我救过他，所以在青石镇才能保全小姐，要常家官复原职。不然凭我，怎么和小姐一起生活下去？开个小馆子的钱只能补贴家用。哼，大管家不会真和本王较真了吧？你回去更衣吧。凤瑶回房见了珍宝斋的首饰盒，又听了小丫头的回话，只将东西放入柜中。她只当这东西是自己给六王爷出主意的谢礼，并没有往心里去。快年下了，府上人来车往的，热闹得很。只一件事令云芝不快。月初时，三姨娘阿桃也有孕了。为了哄她，凤瑶这日早上打发完了回事的请安的，备下了料，要为云芝做芙蓉糕。凤瑶见屋中没事，云芝只在榻上卧着，便悄悄地去到厨房。了不得了，姨娘小姐，不，吴姨娘在魏兰院摔倒了，非说是大小姐推的。有人看到了没？正以为没有，成了打不赢的官司啊。凤瑶到了微兰院，刚好六爷下朝刚到家，也刚迈入了院里。姐姐，你是我的亲姐姐，以我们同家义父，你憎恶我也罢了，可肚子里这个也是喊你母亲的呀，是王爷的骨肉啊。小姐白着一张脸，朱唇微张，什么也说不出来。常瑶只嚷着肚子疼，手伸入裙下，伸出来的手掌上沾了血。我只道你出身大家，贤良淑德，却也这般好动。哼，
我这孩儿无事便罢。凤瑶冷着脸看着六爷抱着长瑶向偏院去。怎么回事？凤瑶，刚才王爷抱他走时，他对我说了什么？你听到了吗？他恨我，我做什么了？所以你根本碰也没碰他，他也是慢悠悠倒下，并不想真的失了孩子，对吧？凤瑶去飞河院，丫头们倒也不敢给他什么脸色，迎入院中。自今天起，你们都看到姨娘跟前得有人，再出事，别怪本王手狠。爷，我初时钟情于你，凡是我做错了，姐姐骂的没错，姨娘们也都看不起我，我谁也不想见。他骂你，骂你什么？淫妇！不要再哭了，以后谁再提起此事，我定不轻饶。小姐叫我来看看姨娘如何了。主母很会当着本王的面关心人，王府掌事人竟然心窄到这般地步，容不下自己的妹妹。哼，叫她在院中反省反省，本王不发话，不得出院。小姐是该责罚，归兰院领受，但有句话必须要在先说清楚。小姐并未推过武姨娘，她自己倒在地下赖给小姐，希望王爷查清楚。姐姐在家就看不上长阳，她骂我时姑娘怎么不说？我自己摔了，孩子有了好歹，我在王府还有立足之地吗？这可是我的护生娃，我断断舍不得的。出去。还是望王爷放一放气性，查清此事，好叫众人心服口服。青莲得了消息便来到王府，请进来。他手一摆，去中堂会见这位平日不拿正眼瞧人的薛大学士。薛大学士，今天贵曲临见地，有何指教？冯耀，你怎能与客人平起平坐？哎，无妨无妨，凤耀和在下妹妹是一样的，不必拘礼。听说王爷爱妾孕中有恙，想过来帮忙瞧瞧。不必，我府上大夫已瞧过，只需滋补即可。若只是普通有恙，自是不必请我过来的。想我薛青莲，也不是什么人都乐意瞧一瞧的。那就有劳大学士了，里头请吧。青莲为他诊过脉后轻声说：姑娘身子虽瘦，底子还是好的。这样，我开个滋补的方子，吃上1个月，保管生下的皇子壮实健康。出了房门，他摇了摇头，开了方子给王爷。到了院里才低声说：母体没有丝毫损伤，并不像跌过跤的样子，脉象很稳，孩子没事儿。那就是根本没出血。出了血，脉象会弱会乱，怎么着也有迹可循。我断孕女脉案从未错过。哪里请的神医？好无礼。好无礼。薛家就是递上我的名次，也不定能见，是托了秦凤耀的福罢了。连王爷也不放在眼里，那就快打发走吧。给我生个好儿子。青莲为云芝请了脉，按我所开方子服药，有7分可能有孕，但想诞下孩儿，怕有些难。你先服药，我对凤耀自有交代。此事呢，分为2阶段，先服药调养，有孕后，必要的话再换方子。凤耀了解青莲，知道他肯定是有话要交代自己，便请出去写方子。你家小姐身子不易受孕，是被药物伤了根本。她大约在此期间，不知情是服过什么。你说我多疑也好，云芝能毫无防备地喝下东西，谁的嫌疑最大？她的吃喝都是经你手的，你若没下药，那是谁下的？所以你才说这胎怀上还会有事。她不想小姐生育，肯定是生不下来的。你就算在，总不能不闭眼吧？你防不住枕边人，且女人……什么好话？说一半啊。女人一用了情就难说了，你别落得没下场。你疑得过了，我和他是经历过生死的。哎，常人一向共患难易，共享乐难呐。自此，他悄悄地亲自煎药给云芝，哄云芝说千万别告诉李从，到时候给他一个惊喜。晚上，那灌鸡血的丫头跑到凤耀屋里，跪下直磕头。大管家，饶了我吧！大管家，饶了我吧！这一巴掌是告诉你，别害人。这一巴掌是告诉你坏人不好当，就算害人，也要看清楚对手。姐姐，
是我糊涂，他是主子。傻丫头，咱们内院的主子只有微兰院那位。是，我学会了。到那天晚上，你知道该怎么说？丫头一个劲儿的磕头说知道了。凤耀2个手指夹着一张银票100两，轻轻一撕，扔给他一半。回去伺候一切如常，若要他看出什么，你就死定了。事情过后那半张银票记得来拿。凤耀叩请王爷解了王妃禁足。凤耀，你可知自己僭越了？若无理由，凤耀的确僭越了。若有证据证明小姐是被冤枉的呢？带上来。2个前院奴才押着个丫头走到了主院，那丫头一见王爷就瘫软在地。你说，是武姨娘嘱咐我，用鱼漂子收集鸡血给她用。那日只需要坐在地上，用力的挤压，那鱼漂子里的血就会流出来。厨房的妈妈亲手帮我装的，奴婢不敢说假话。鸡血流出来不多久就会凝固，又是使了什么手段？用香豆素就可以避免血液凝固。咱们后厨几乎日日宰杀禽类，血液好得。这东西是外头弄来的，只需审审常出门的奴才，便知是谁替他买。一个洒扫婆子连滚带爬的跪上来，老奴买的，图他几个跑腿钱，并不知道用来做什么。若晓得是这个用处，万死不敢隐瞒呢。这东西的确少见，他没说谎。扶好你们的主子，回院子去。从今天起，武姨娘不得出屋，吃用照旧。所有奴才罚俸3个月，减半9个月。一群奴才簇拥着长瑶，安安静静地退出了微兰院。冯耀，你可满意了？王爷一向是最公正。他拿出画本子，翻开几页，偷着腮，一个字也看不进去。啊！怎么了？有什么心事？谁啊？6王爷。才送了客，有些酒沉，在院子里散散，就走到你这儿了，陪本王走走。本不当辞，可凤瑶身体有些不适，请王爷叫夫人相陪。哼，穿得太单薄了，去拿上大氅，陪本王散步。王爷，小姐所钟爱的东西，凤瑶不会多看一眼，请王爷自便。那若是本王命你相陪呢？恐怕王爷不能相强。凤瑶即便是奴才，那也是常家出来的人，不是王爷的奴才。怪不得李从事事向着云芝，原是看上了他的丫头。王爷捏了温柔小意，端庄大气，想换换口味不成？院子里不知何时开始传来流言，说王爷与内宅管家有私情。等传到云芝的耳朵里时，已经难听得不成话了。还说连定情物都有的，是珍宝斋的头面，让小丫头放在凤耀的房里。难道凤耀真有此意？那他也该先来和我说一声。晚间，李从听说夫人病了，过来瞧了瞧，陪着她用了晚饭。你今儿不舒服，早些歇着吧，我到书房再待会儿，今晚不过来了。云芝答应一声。等他出去以后，云芝穿好衣服也走出了院去。他躲在树丛后面，看到自己的夫君站在凤耀窗外，听不清他们在说些什么，眼泪顺着脸向下淌，他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哭。等李从走了许久，他呆呆地向屋里走去。凤耀在屋里听到叩门声，头都大了。夜深路重，我已歇下，不管有什么事请回，明天再说吧。是我。凤耀开了门，拉过云芝的手，不停地责怪他。怎么这么凉？这么晚了不在屋里好好休息，跑出来做什么？你眼睛红了，哭了吗？云芝委委屈屈地坐在床边，靠在凤耀的肩头。怎么了？你夫君与你起了争执？云芝摇摇头。凤耀，你对王爷可有意？这话从何而来？我什么时候表现过对王爷有意？那你为什么收他的礼？你说这个，这是谢礼。你我之间明明可以直接来问，何必用这种方式？凤瑶，你现在也是有头有脸的人，我是想留着脸面。小姐若是想给凤瑶留脸面，就不该怀疑我。你所爱的东西我不会染指，你竟会不信我。两人相对无言，蜡泪堆得老高。凤瑶起身拉开了门。小姐早些回去吧，
此件事已了，风耀可以择日回常府了。别生我气，我累了，明日还要早起。这一夜，云芝和凤耀都没有睡好。第二天，凤耀在微兰院分过差事，趁着几个姨娘都在，走到院子当中，对云芝行了个万福。凤耀在王府多日，承蒙各位姨娘照顾，这里一切都已安排妥当，凤耀也该告辞回常家了。常瑶先看云芝，待看到对方眼底划过的懊恼和诧异，知道是因为王府的事两人闹过了，心下爽快至极。你真的要走了？是，这边已经理顺，凤耀该回常府去了，东西我都收拾好，那首饰请帮我还给王爷，我本就没打算留着。等等，你再多陪我几天好不好？怎么今天说走马上就要走啊？小姐想要我待几日？就7天吧。凤耀点点头就离开了。晚上，他没有去微兰院，直接在房间收拾自己的东西，直到被一个影子挡了光线，方察觉到房间里进了人。王爷，那天你说你是谁的人，听谁的话？申琦早已还我，我自由了，可我的心是小姐的，是常家的。去看看云芝吧，因为你执意要走，她伤心的很。小姐可是有事？说有凤药可为小姐分忧的吗？凤药，你可愿意与我一同服侍王爷吗？此话一出，凤耀只觉自己犹如被人重重的扇了个耳光。凤耀，我舍不得你，想一生与你相伴，只将我们嫁给同一个男子，便可不分开。再说了，说有一天王爷登临大宝，那你的身份便贵不可言。我们同经生死，与其他人情分不同，我绝不会妒忌你。到那个时候，后宫便是我们的。你不会喜欢我哥哥吧？哥哥是好男儿，可他与公主那一段已经成了他仕途上的绊脚石，他需要强大的支持。凤耀，你若是想对他好，便是不要与他产生感情，让他找一个母家强大的姑娘联姻，这样他才能在朝堂上走得更远更轻松。凤耀，将来你会是万人之上，人上之人，你难道不想吗？凤耀没有这个福气，凤耀一生之想不过是自由自在，不必听任何人差遣吩咐。小姐是有福的，也许有一天母仪天下，凤耀会诚心恭贺小姐。至于凤耀的前路，凤耀自己会安排。凤丫头，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冷淡？我们真的生分了吗？在凤耀心中，小姐一直是最亲的，没有生分。你不喜欢六王爷，那也无妨。凤耀不愿夺人所爱，也不愿嫁给六王，小姐不必再劝。若无他事，凤耀先告退。就在此时，突然有人来报说三姨娘腹痛不已，照顾有孕姨娘是主母之职，两人先将自己的事放下，去瞧三姨娘了。我流血了！大夫瞧过之后说已经流血了，这胎恐怕是难保，先吃药看看。由于三姨娘腹疼前只吃了羊糖，凤耀就将那包糖推给了大夫，让他瞧一瞧。大夫尝了一点，又闻了闻，这颗糖啊，普通人吃无碍，孕妇不能吃啊，里头掺了活血的药粉，量不大，若吃糖吃的多了，怕是不成。梅花雪片羊糖，每个人都得了。凤耀与云芝的屋里也有一包，所有人的糖都取来了，让大夫看了看。只有三姨娘的糖里面混了药，这糖是常家三夫人来时带给常瑶的，由常瑶分给各房，大家都尝尝。啊，不关我的事，这么多糖怎么偏他吃了有事？可巧，偏他的糖里下了药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可是你仗着自己有孕，想夺得王爷爱宠，而不愿其他侍妾也生下王爷子嗣。一包糖经了这么多人的手，可这不是其他人下的手呢？肚子疼，天杀的，谁下了药啊？等老娘好了，我杀了你！我不知道，不是我，我死也不与你完事儿！你等着我的儿去索你孩的命！好容易将两边安抚住，将常瑶带去飞河院休息，又为三姨娘调养身子，不至于伤了根本。
云芝步伐沉重，吩咐两边丫头婆子严守院子，不可再生乱。凤耀回房休息了，却见门前立着一个单薄的影子，是二姨娘。快进房去吧，外头凉。凤耀开了门，把二姨娘让入了房内。姑娘帮过我的大忙，我再次谢谢姑娘。这怎么使得？你娘的事情都已过去这么久，你就别再伤心了。这院子里的一切都让我觉得毫无趣味，也没有人在意过我，只有姑娘将我当个人看。我会报答姑娘的，让姑娘放心的离开王府。说了这些莫名的话，他便离开了凤瑶的房间，如个梦游的魂魄一般飘然而去。到了傍晚，一个婆子慌慌张张地跑到了微兰院，喘着粗气跪下，半天说不出话。究竟怎么了？好好说。怎么了这是？起法了？哎呀，我姨娘也不好了呀！怎么不好？说清楚。我姨娘腹痛不已，一是要生产了呀。可那孩子才6个多月，怎么就要生了呢？下午不知姨娘吃了什么，吃完就觉得身上不爽，躺不一会儿就开始阵痛啊！大夫已经在那边了。小姐陪着王爷休息一下，我去看下情况。怕是张妈妈慌了说不清楚。我是不是要死了？去喊王爷！有人要害死我！房间里满是血腥气，凤瑶皱着眉退出了房间，感觉常瑶怕是不好。他喊来手足无措的大夫。哎呀，怎么会这样啊？这位夫人的胎儿，哎呦，恕老夫无能，还是快点请薛家的人来吧。凤耀吩咐人备马，找个丫头传话给云芝，自己打马亲自请薛青莲。青莲听说，二话不说随他来到王府。别怕，用金液含着慢慢服下，这个心止痛，减缓宫缩。他蹲在床边为常瑶诊脉。两人出了常瑶房间，云芝也急匆匆出来，连声要青莲定要保住常瑶的胎儿。若是刚开始有我在就好了，现在母子俱是危险，有可能双亡。胎儿并未入盆而提前生产，对母体来说就是鬼门关。他一直太想稳定，怎么突然提前发动了？他服了红花。姨娘们的吃喝都是各房自己做的，三姨娘的梅花雪片羊汤掺了药是常瑶给的，常瑶喝下的红花并不知从何而来。不过此事交给我来查吧。查，给本王查！我倒要看看是谁敢毒害本王的子嗣。离开了飞河院后，青莲跟凤耀说：云芝一直扶着我开的房子吗？是。她有孕了，现在嫌疑最大的人是她。你看有孕之事要不要告诉你家王爷？还是先查清楚事实再说吧。他没受过这样的委屈，可我不明白，为什么六王爷不想让云芝怀孕？嫡子不是每一个宗室男人的愿望吗？若他是天下最尊贵的男人，就不一定了。六王若为皇上，云芝做了皇后，有了自己的孩子，母家太强，对皇上必定是威胁。没有自己的孩子，省得起了那么多妄想。你的意思是，常瑶没了孩子，要救了自己一命？塞翁失马。难道是他自己？常瑶看穿王爷想要去母留子，才自己动手。他要有那个眼力，就不会嫁给此人为妾了。事情倒不难查，有人难免要倒霉，自作孽不可活，何必作此叹息？个人有个人的因果罢了。哎，还有件事，咱们的园子修好了，你务必找阿芒，说服他来春景园。不管他完成我交代的事情没有，都得离开欢喜楼了。我又去了几次，交代阿芒尽量找到欢喜楼的账册放在哪里，还有他们拿到的百官行旨存在哪里。这件事连影卫都查不到，一个小小的阿芒怎么查得到？是那小妮子抱了大腿了，他现在不接别人，只陪好那一位就行。现在他在欢喜楼说一不二，连梅绿夫人都看他3分脸色呢。怎么做到的？就是那4个字，投其所好。那位爷有点特殊癖好。你就不能直说？哎呀，这房中密事怎么好直说呀？虽不是什么好差事，混到顶尖日子就好过些，可他也是踩着刀尖跳舞，还是早点拿到东西跑掉的好。常瑶已不再是你家小姐的障碍了，一个妾不能生育，是无法在这种大世家中生存的。老了全仗小姐善心，你大可以放心离开王府了。
不是小姐做的。你觉得我在乎吗？做了又怎么样？人是利益为上的动物。常瑶在王府的日子已经看到底了，可凤耀得给出一个交代。三姨娘没了孩子，云后哭的眼睛肿成了桃，还发热了。凤耀去瞧她，她睡下了。凤耀，你不是认为那孩子是我搞掉的吧？我要搞，也会等他把孩子生下来。谁肚皮里生出来的都是王爷的种，见人死不足惜，孩子是无辜的呀。那要你说，谁最有可能下手？要我就查他。那个女人和僵尸差不多，活了和死了没区别。大白天的，二姨娘的院子里静悄悄的。姨娘在房里。凤耀在门口喊了一声，挑帘进屋。王爷238天没有踏入过我的院子了，我不会有孩子的。你还年轻，身子也好，怎么说这样的丧气话？我才20岁，已经生了华发了。我也有过一个孩子的，那应该是个女儿吧？可她没了，就那么没了。她一点也不在乎，她说没事的，孩子还会再有的。可她却再也不来这屋里了。是她害得我没了孩子，我恨死了她，把我拘到这不见天日的地方来，说什么富贵，谁稀罕？我娘我弟弟稀罕，他们拿了钱把我送到这里来，没有人在乎我过得好不好，只会叫人递话让我烧钱回去。我没有什么可回报你的，你帮我埋了我娘。好姑娘，你是这府上唯一让我感觉自己还活着的人。是你做的了？是我做的，我不想看到他们有孕。主母是好人，你也是好人，好人应该有好报。我姨娘没了孩子，你家小姐最顺意，不是吗？我不欠你的了。她慢慢地走到了微兰院，便听到有人喊着二姨娘悬梁了，一串脚步声急火火地向主院而来。和云芝讲完了事情的原委，云芝将娟子打了20板子，发还身契撵出王府去。王府一连没了2个孩子，又去了个姨娘，整个王府陷入了一片沉郁。宫中却是一片热闹，皇上要办寿诞了。因还有青莲交代的事，凤耀换了男装去了欢喜楼。下马进了欢喜楼中，梅绿夫人迎了上来，后头一个艳妆年轻女子。这位是我的熟客，凤公子，好久不来了。这女子便是阿芒了。老钱婆，以前对我又打又骂，给我等死吧。哎，老妖婆脸色好看吗？凤耀身上带着青莲给她的一包回春膏药，进了房间交给阿芒。她好久不来了，一切都好吧？她很好。你在此有心腹吗？叫过来一个，不然我们也太不自然了。自是有的。阿芒换了阿勺来，吩咐他抓蒸，自己叫了席面陪着凤耀饮酒。他叫你不管打听清楚没，都要快些离开这，别再待在四爷身边了。他真这样担心我？他交代的事情我都打听清楚了，可我不能走。我若一走，百官行止他们肯定要转移地方，那这些日子我的功夫就白费了。可青莲一再吩咐让你速速离开，别的交给他们去处理吧。我跟了四爷才知道，他心中没有家国，只有权力。就算踩着所有人的尸身登上皇位，他也依旧会那么去做。他对身边的人尚是如此，就更不必说是百姓了。我帮青莲，不只是因为青莲是个好人，我是不想看着四爷这样的人如意。张册我抄录一本，你今日就带走。另一本册子在。他将嘴巴凑到凤耀的耳边，低声说起来。两人又说了一会儿话，凤耀起身告辞，叮嘱阿芒切记要护好自己，行动前青莲会通知他离开。你怎么来了？可是家中有事？有事才可来寻你，也许我只是路过，要讨杯茶吃呢。那便进书房吃吧，那些书都看完了。大人怎知我爱读话本子？在青石镇时偶尔得知，我记得那时你读的是一个女郎等待爱人变做了艳鬼，整日里找男人复仇，
金大人的书都是正经书，我建议你啊，也偶尔放松一下。情情爱爱不是金某所求，情情爱爱虽不是人终生所求，也如菜中的盐一样，没了这些，生活不会无味吗？有些人饭都吃不上，哪里顾得上有没有盐？可日子总会有好过起来的那天，总有吃得饱的那天。若你身处绝境呢，以为自己明天就会死去，可还会想着盐不盐的事。外面突然传过来许多杂乱的脚步声，本来很暗的书房也被外面突然出现的火把照亮了。爷，暗里外也有很多骑兵向我们这里来，哨兵没发信号。你先离开这里，别从主路走，快点，明天我会让青莲与你联系。不必担心我。风耀想问什么，他一把拉住他的手腕，将他拉到黑马边上。上马，你走了我才不会分心。风耀知他担心自己，腾起了一股小小的欢喜，点头拉了缰绳，双腿一夹马腹，马儿风一般跃出去，踏风而行。风耀在月光下跑得飞快，没有注意到前方小路上伸着一根细细的绊马索。马儿被绊倒的那一瞬间，他的身体飞了出去，同时看到了路两边窜出了几名身穿锁子甲的卫兵。糟了，中埋伏了，这下要给他添麻烦了。这是凤耀晕过去之前最后想到的。他睁开双眼时，天擦亮，他被人五花大绑丢在冷冰冰的土地上，所有人都穿着甲胄，只有一人坐在一块石头上。那人他见过，是四皇子。见凤耀醒转，那人起身向他走来，一把揪住他已经散乱的头发，将他拉起来，推着他向后退。他知道后面是悬崖，便驻足不肯再退。金大人，此人可是你的细作？她有耳洞，是个女的呀。这是你的相好啊！你要是再不出来，我就叫人用箭射死她。他话音未落，几名锁甲兵便对准他拉满了弓箭。你只需要将我的东西还给我，我就把这个姑娘放了。你出不出来？见四周静悄悄的，并没有人影。我数3声，1、2。死放箭！弓箭手松开弓弦，一支支箭迸发出了金属鸣音，破风而出，向着凤耀射来。就在此时，一个黑色的身影闪现，扑向凤耀，将他卷入怀中，背向脖子，为他挡住了所有射来的箭。与此同时，几条影子将那箭捂得密不透风，随着这身影一起闪现，抵挡如雨箭矢。凤耀眼睁睁地看着一支箭穿透了男人的肩膀，透过肉身停在了他的面前。男人抱着他，身后的敌军密不可数，只有几个随从拿着刀剑与万马千军对峙。两人已经到了悬崖边了。疼不疼？你疼不疼？我救我。男人没有等他回话，双手环住他，直接向后倒，同时口中吹起了尖利的口哨。两人一起滚到了崖底，刚躲下来，上面便砸下了雨点般的石头。给我砸！给我砸！第4队、第5队、第6队，给老子下崖搜！下崖搜！我要见人，死要见尸！老子要亲手剥掉金玉郎的皮！是，属下领命。属下领命。不愧是四皇子，亲卫队果然厉害，可与我的12金牌隐卫相抵的，整个皇城怕只有他了。玉郎松开了手臂，凤耀因为太害怕了，仍然在用力搂着他的腰。松开，我没被他射死，快被你勒死了。凤耀红了脸，松开了手。我们得要找个地方躲起来，我来给你处理一下伤口。你身上带有火折子吗？玉郎缓缓点头。凤耀看到他长衣下的一条腿下沾了血，一支箭穿透了膝盖上方。他搀扶着玉郎向谷底深处走，走到一处很深的裂缝处。此处看起来缝隙很窄，但挤进去后，里面是个洞穴。暂且躲在此处，最多1日，我的卫队会带人过来。凤耀不多说话，收集了一些干燥的树枝，用火折子点起来，拿过玉郎的短剑，割开他受伤处的衣服，将箭头切掉。血是鲜红的，他长长出了一口气。正常队垒不会有人给箭上毒，只有万千云那种阴狠小人才会用这种见不得人的手段。说起来，老四倒也算是磊落。凤耀板着脸，狠下心，拿着剑柄用力一抽，血便滋的一下滋出来。他担心地看了玉郎一眼，对方闭着眼睛，只是咬着牙皱着眉头，并未喊叫一声。你可是没有痛觉？疼得很呢，里头有创伤药，化开敷在伤口上。用咸药化开的话，不知会不会感染到伤处？应该也可以。
凤耀将丸药嚼了嚼，用手指一点点的涂在伤口上，将自己袍尾撕掉一条，缠到他的腿伤处。到了晚上，可能会很冷。不必担心任何事，有可能我们压根活不到晚上，他不会轻易放过我。搜山的一会儿就会下来。那你还这么悠哉悠哉的？咱们现在跑吧。老四肯定派有野外生存经验的人，或是猎户出身的人来。这处石缝一来很窄，我也是练兵时偶然发现的，不起进来根本不知道里面会有这么大。二来，石缝附近有熊粪，他们不会在这里停留太久。万一他们进来呢？反正我们跑和留在这里死掉的可能相比，跑反而更容易死，不如就这么休息一下，省得累得半死又给人杀掉。你怕吗？凤耀心想，与你死在一处，我不怕。可他只是摇摇头，要不是卖到常服，我早就死了的。已经活了这么许久，无妨。真对不起啊，要不是为了我，你早就跑掉了。你我一扯平，此次我救了你，你如何报答我呢？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按照话本子上，难道是要我以身相许？他是喜欢我不好意思说，才用这种暗示。那金大人想让我如何相报？你是发烧了吗？是不是昨夜被捉到冻住了？我没事。这里缺医少药，不病便好。若是方便，再多接些差来，晚上怕是不好过。此时他的伤口撕扯般的疼痛，火烧火燎，只是凭着意志压制住自己。凤耀脚踝初时并没有什么感觉，只是肿了。等他此时想要站起来，却发现那只脚用不上力了。玉郎双目如电，看向凤耀，顾不得自己身上的伤，起身走过去。玉郎双手放在他的身下，将他打横抱起。凤耀只觉脸上发热，从脸颊直烫到耳朵。疼得厉害吗？凤耀被他一问，心中涌起了一股子的委屈，刚想说不怎么疼，眼泪却流出来了。我帮你检查下，你先忍住疼。来，先把眼泪擦了吧，像只花猫似的。为什么我们总在这样的情境下相处？我们会不会死在此处？玉郎将脸转开，只留给他一个冷峻的侧颜，不想流露出情绪。他回过头时已经恢复冷静，可凤耀死死拉住他的衣服，一脸涕泪。他只觉心中疼痛，又夹着一丝按捺不住的欢喜，那便是情爱的滋味了。他控制不住自己，将凤耀搂在怀抱里，他内心如掀起巨浪一般，强行按捺自己别太过分。凤耀感觉到了对方汹涌的爱意，可他就是不愿意表明。凤耀，除去情爱，你的理想是什么？凤耀虽是女子，可也心怀家国。一想有个指手偕老之人，二愿国家太平，百姓安乐，三愿我自己做个阔人。毕竟这世道无钱走不动一步，有了银子便没有烦恼。你我想要的几乎相同，我们有一样的理想。第一条我大约是做不到的。凤耀心中一沉，似乎又要哭了。我没有给过这世间任何一人承诺，哪怕给我第二次生命的人，我也杀掉了他。可是我现在想要告诉你，我希望与你一起相扶相帮，达成你我之理想。你我相帮，等你有了夫人还会这么说吗？大人既然携手老去的人不是凤耀，何必给一个女子做承诺？小凤耀，我的承诺何止价值万金，你竟不要？我说不定哪天就死了，不愿与任何人相携变老。我大约是等不到变老的那天。胡说！此次我必要我们都活着出国，还有许多事要做。从这里出去我们就密信联系，但别再公开见面。你别告诉任何人识得我，对你我只有好处。你想要富贵与平安喜乐，那就去拿吧。他轻轻向前，又顿住，心内犹豫一下，便纵容这一次吧。他将唇轻轻地贴在凤耀的额头上，蜻蜓点水般地吻了一下。我金玉郎会像爱护眼珠子一样爱护你。人都有自己的命运，你信不信？我的命运早就已经被安排好了，我不会和任何女子有关联，除了你，我也不会娶妻生子。一个踩在刀尖上，被人称为屠夫的人，不应该有儿女情长，不应该有弱点。你不懂，但愿你不要懂。你的命运掌握在你手中，你愿意进宫当差吗？为何要进宫？不是要我经营玉楼春景园吗？玉楼我打算送给六皇子。什么？
你可知道皇上除了四皇子与六皇子，其实还有个儿子，那孩子才刚14岁，本是宫中一个小女官，偶尔为皇上所幸生下他。这孩子吃了不少苦，心性坚韧，又肯读书，与他那2个纨绔哥哥毫不相同。我本以为我们大周已没了希望，看到那孩子，觉得还算有可夫之处，否则如何？我又何不夺权自为呢？也不是做不到的事。我不是想要权力，我想要还这片土地一个清净，让百姓安安生生的过日子，要所有人不再受我所受过的苦。金大人是人上之人，连皇子提及金大人也带着3分敬畏。大人也受过非人之苦，何止？他脸上一片平静，内心卷起了万丈的波涛，那些不堪的往事在心中翻涌。大约想找到一个携少变老的人，比之坐上皇位还要难上1万倍。人之善变，我却不这样觉得。我送你的画本子都看了？看完了，挺好看。我知道你爱看这类画本子。哪类？艳俗之良。这石洞之中，这一刻是他一生中少有的轻松之时。可惜啊，轻松之时总是短暂的。他听到外面传来脚步声，此处有熊粪，有脚印。长官，这里大约是熊瞎子的出没之处，还是速速离开为妙。到了晚间就太危险了，我们还是快点缩过去。我看前面有脚印，还是烧过火的痕迹。你挤进去，看看里头有人没有。小兵不情愿地挤进了石缝，在里面草草地看了几眼。有什么可搜的？他可不是傻了吧？往熊洞里面钻。这小兵干脆坐在一块石头上歇了一会儿，才起身出洞。回去门，里头没人。脚步声渐远。四皇子这人凶狠有余，可惜治下除了严格，还有恩威并施。他只有威没有恩，下面人对他只有怕，没有敬了。玉郎，他只觉心中猛地一跳，好似心脏又从嘴中跳出来一般。他手上一紧，将凤瑶抱在怀中。你真不愿娶任何女子？我愿进宫，我要拿自己想要的。你可担心你家小姐？她有常家做靠山，又有六皇子为夫，不许我担心。我也该为自己而活。你从不是良人，都无所谓了。她已嫁过去，还能如何？这世道给女子的路本就不多，她有可选的。我本就不喜欢世间女子所走的寻常路。大人刚好绝了我最后一丝念想，倒也干净。两人正说话，金玉郎突然噤声，只听得石洞口传来一阵声响，一名穿着黑锁甲的士兵拿着长枪摸了进来。凤瑶比划了一下，自己去石头的另一边。一会儿那人先搜到了任何一个人，另外一人可支援。那人很快就探到此处，将枪先刺进了石头背后。玉郎一把抓住枪身，他只轻轻一抽，玉郎便松了手，身体向后慢慢倒去。他大喜，心中只顾着活捉玉郎官升3级，赏黄金500两，松了警惕。眼见玉郎晕过去了，他向怀中去摸绳索，慢慢的走向玉郎。玉郎突然一个睁眼，一个绞索，2只大长腿就缠住了他。凤耀的眼泪漫上眼眶，他向前一步，用力的刺向男人的后背。他死了吗？死了。你瞧瞧外面可有旁人。凤耀向外瘸着一条腿，另一只脚点着地，一点一点地走向光亮之处。玉郎将男子拼力拉入洞穴深处，放在凹陷处，再用石头掩盖起来。他已用尽所有的力量了，从那么高的地方摔下，又被射了2箭。此时他已脱力，浑身都在发冷。凤耀回来说这人是独自过来的，但是此处肯定是不能待了。他与玉郎2个人互相搀扶着向洞外走去。一路上，玉郎留下了记号，以便他的人能够找过来。有什么我能做的？要不先找些水来喝。此时他已经在玉郎的指点下升起了火。玉郎说这附近有他们点过火的地方，可找一找有没有容器。凤耀跛着足找到了一个破了一半的陶罐，先去溪边打了一些水，烧上水，他又向林子深处走。幸运地看到了一只野鸡，他也顾不上脚疼了，扑过去抓到鸡，用剑抹了鸡脖子。烧了几回水，将毛拔干净，内脏取出，烧在锅内。不多一会儿，香喷喷的鸡汤味飘散开。你辛苦了，快喝吧。第一次杀人都会难受，这是正常的，给自己点时间就好，不必自责。杀了他，你我才能活。我懂，我就是
你先吃饱喝足，你体力太弱，又不在野外常待，不吃点热的会病的。风妖也不客气，又喝了许多的鸡汤，余下的玉郎一气吃干喝净。风妖也不客气，走到玉郎身边，挨着他坐下，将头枕在玉郎肩上。一晚上又躲过了2次搜山，到后半夜才消停了。天蒙蒙亮的时候，风妖已醒，他感觉到玉郎呼吸平稳，他定是还在睡呢，便闭着眼睛。他怀中很温暖。醒了？你怎么知道？我又没动。我今天手臂感觉没那么疼了，我去找些食物，你在此处不要动。玉郎站起身活动了一下，却听到有人呼喊着金大人向此处而来。凤耀心头一喜，而后一悲，此去分别就在眼前。不过两人已经商量好了要如何联络。凤耀已经下定了决心，不再与常家有关联，自己已经做出选择，既然不战六皇子，便等于不支持常云之。常夫人给他的东西他也不愿再要。玉郎第一次将他带回到自己的宅中，是个大宅院，却没有几个佣人。我不需要那么多伺候，几乎不在此处过夜。他们刚到，薛青莲就来了，先为两人看了伤。青莲为玉郎上药。你轻点吧，我的好大夫。青莲觉着气氛奇怪，看看金玉郎，又觉他仍如往常冷些冷面的。玉郎包好伤口，吃顿饱饭，马上感觉自己好了。他带着凤耀去看给他准备的房间。这里简陋了，我素日不在家，他们只管打扫干净，没有布置过，佣人也不多。浴房里我帮你放了热水，我叫人去买了成衣，你换换吧。是自己喜欢的天青豆绿色的衣衫，还有一只翡翠包金簪子，也是他喜欢的圆珠造型，做工十分的精致，不像街面上的货色。这簪子好漂亮啊，霍尔德的，为你留着一只没有机会给你，我瞧你喜欢这样的。他突然想起什么，拐头出去。等一下。天客回来，手上拿着一只包袱。我去别的地方，顺便逛了书局，挑给你的画本子。我不爱看，也不知道这些故事都讲的是什么。老板说卖得好，我都买下了。凤耀心头一阵酸涩，他自己那点小爱好，玉郎都放到心上了。那衣服是缎面的，他不喜欢绫，谁也没有告诉过。可玉郎也知道，都是我爱的，难为你怎么知道？没少让人蹲我墙角监视我吧？哎，谁送我一送啊？凤耀走出来，笑盈盈的。上次假装小子拦我车的时候还是小孩子模样，一转眼你长大了呀。又瞧着他头上的翡翠簪子，还是打了簪子。怎么，你认得这簪子？玉郎说是偶尔得的。屁，你千万别听他说什么话，你要看他做什么事。那个人宁愿把心给你，也得骂你3声。那是块翡翠原石，颜色不一，打成一对镯子最好。他只说一句，你不爱戴镯子，只取其中最绿、水头最好的一点点，打成金托翡翠珠簪。青莲走了，凤耀站在原地，心内酸楚又幸福。我在外面守着，有事你喊我。干嘛把浴房盖得这么大？都不去热气了。原先不大，后来扒掉重盖的，有人行刺，施展不开。这就是他的生活，随时有危险，随时有人想杀了他。连泡个澡都把刀剑放在伸手能拿到的地方，这样的人不想自己有软肋。那次你受伤了吗？在这儿。腿上被划了个大口子，好在我带着青莲的药，划的也不是重要的地方。凤耀不吱声了。玉郎经历过那么多这样的事，他只与他一起经历过一次，就感觉自己变了。凤耀，怎么了？喊什么？我以为你晕在里面了，快出来吧。泡的酒头晕，先吃饭。凤耀擦了头发，穿好衣衫。玉郎等在外面，见他出来，伸手去扶，一切都是那么的自然。脚踝如何？疼。疼还抓到一只野鸡，看把你弄的。多养2天，好些了给我炒个菜。青石镇那顿饭，我点击多着呢。不跟你吵。那不行，抵你食宿费。青石镇你吃我的住我的，连坑我都给你挖好了，你拿什么结算？我再出门，看到好看首饰还照着给你打。过了3天，青莲心慌的不行，她找不到阿芒了。
凤耀本打算这天为玉郎好好烧顿饭，还提前准备了他喜欢的玉泉春。他遗憾地看着玉郎，对方与他相视，安慰的一笑，只能来应本。请坐。凌晨时分，整个欢喜楼脂粉香浓。梅绿夫人送贵客出楼，目送着对方远行，方回头，却奇怪自己随身跟着的几个小厮竟不见了人影。黑衣人仿佛是黑暗的化身，由黑暗而来，利落的上前，在梅绿夫人没有反应过来时，一手将面巾蒙在了她的脸上。两人手脚两端将人抬起，放入了一辆停在道边不起眼的车上。牌楼后扔着几个梅绿夫人的小厮，他们此时已经气息全无。梅绿夫人是被冷水泼醒的，火光映在她的脸上，周围黑得伸手不见五指。阿芒在哪？我只给你3次机会，现在是第1次。他跟着豪客私奔了，连自己的财物都拿走了，不信可以问楼里的姑娘。第1次用完了，你常用右手拿那只带刺的鞭子抽姑娘，如果没有大拇指，是不是应该拿不起鞭子了？一个蒙面人拿着闪着寒光的刀走了过来。等一下，您不知道我是谁吧？我可是……给他上药。蒙面人从怀中拿出了一瓶药粉，撒在了伤口上，一股比切割更加疼痛上100倍的蛰痛刺痛，夹着痛痒感袭来。你是阿芒的相好。第2次，早晚要说不如早说。我的拷问没人能坚持住。不是我不说，你惹不起的。蒙面人上前，蹲下身除掉梅绿夫人的鞋袜，只用小刀轻轻地在脚后一划，便上了止痛药。他没有任何不适的感觉，只觉得脚上微微一凉，低下头却看到一股血像小溪一般从脚下蜿蜒流出。这种恐惧比之前的疼痛还甚。你都做了什么？你是个魔鬼，你是谁？更可怖的是，那黑衣人走到另外一只脚边，已经除掉了那只脚的鞋袜。我说，停下！我说，四皇子有个外宅，里面高手如云，里面有个地牢，阿芒被关在那儿，不过恐怕已经活不成了。百官行旨在哪？我只知道那册子每天换地方，谁送的送到哪，只有四皇子一人知道。我说的都是真的。大厦里有佛堂，佛龛后头有密室，本来册子在那儿的，不信可以去查。我也只去过1次。阿芒刚去你那里时，他是不是想要做个粗使丫头，还你买下他的银子？他那样的姿色，不可能做粗使丫头，即便是做了，给客人看上也一样的。那种地方，抱住清白就像掉河里不湿衣服一样。另一个脚也不必留着了，完事将他关在水牢里。黑衣人只在梅绿夫人的脚后跟一抹，他2只脚的脚筋就都断了。敢叫一声，就把你嘴给粘上。到了水牢，你就只能用鼻子呼吸了。梅绿夫人硬生生地将那一声尖叫吞到腹中，浑身瘫软，被黑衣人拖去了水牢。玉郎能保全自身安全，同时不暴露身份，将阿芒带回来吗？凤耀多虑了。拔出所有暗哨，凡挡我路者，皆杀，留有活口，你替他死。此次出行不得有目击者，除了1人，不留活口。按第2方案结束。还有不清楚的，现在问。出了岔子，你们知道结果如何？12人无人出声。玉郎一挥手，几人快如闪电，身形一闪，融入了黑暗。别哭了，小公子，你哭的阿芒心碎了。我哪哭了？我是心疼你。真的？我一定会想办法治好你的。治不好了，我眼睁睁看着他切下了我的脚。他不只是脚没了，手筋断掉，舌头也少了一小截，是被人盛怒之下剪掉的，但是只剪了一半，因为怕他说不出话来。我现在这是不是着急了？风瑶，
帮我整整容貌吧。你在我心中是最美的姑娘，世界没有比你更美的人。你将来可是玉楼的大掌柜，你爹娘知道你出息了，必然为你高兴。凤瑶，将我葬在姐妹港，记住，那里有块石碑，是我提前为自己准备的，一定要把我葬在那石碑处。切记，青莲，我是个不干净的女子，可是你能保证我吗？我好冷。阿毛，我还记得第一次见你的光景，你的美丽近得我说不出话。直到今天，你还是我心中最美的女子。你能好的，我得一输一的好你。等你好了，我便娶你。我今日好幸福。他就这样闭上了双眼。玉郎叫人从密道中送来棺椁，秘密将阿芒葬在了姐妹港。凤耀和青莲都跟去了。他二人本担心找不到阿芒说的石碑，但到了那片荒地才知道自己的担心是多余的。原来那姐妹港上并没有一人立碑，连个坟包都没有，只有那块汉白玉的石碑孤零零地立在荒野之中。挖坑时，从石碑后头挖出了一只布包，打开来是阿芒自己所记得去过欢喜楼的官员的名字、为人、爱好、品性等消息。青莲，你站好，忍住眼泪。阿芒他已经去了，你要做的就是要好好的把他那份人生一起过好，完成他未完成的心愿，这才是我们活着的人能为他做的事。待完成心愿，我们可将他的尸骨移到一处山清水秀之地，让他看看这大好河山，看看岁月静好是什么模样。我们也要让仇人以牙还牙，以眼还眼，血债必须血来偿。是我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他为我才愿意接下这冒险的事。不，你太低看阿芒了，他不只是因为爱你，他还想为打破这不公的世道出一份力。真的？我亲耳听到他说的，别伤心了，死了的已经去了，活着要更努力的活。是了，我要更加努力，才能对得起阿芒。两人回到玉郎处，玉郎给了凤耀一本密码本，上面是与玉郎联络所用的密码，所有信件来往皆用密码写就。现在的问题是你怎么处理六王府的事，进攻只能通过六王，现在不是决裂的时候。现在四王是不是比六王强得多？势力极强，连皇上都忌惮他几分。玉郎和青莲一起点头。那二位大人看，在我们成事之前，与四皇子斗狠，谁出面最合适？我们也想过，自然是六皇子最合适，这也是皇上乐意看到的。两人相斗，不要一家独大。但现在四皇子不但手握虎贲军，还有太师支持。六皇子虽然阴险，但势力不大，斗他不过。他还能活着，一是因为他防范严密，二是皇上暗中支持六王。那我们就帮帮六王，让他别弱于四王太多，势均力敌，斗得才精彩。他翻开了阿芒的册子，指着虎贲军的曹领军。从曹七郎入手就能敲开口子。四王武力方面，除了自己养的私兵，就只能掌握虎贲军。皇城提督、府台都不在他手上，他若能将虎贲军抢到手，六王肯定能做梦都笑醒。你有什么主意？有点主意，就是有点阴毒。上面写的七郎性格，你们看看。两人凑上前，曹家七郎性格勇猛，此人为色中恶魔，每到楼中便要继子为他做掌中舞，专使士兵下注。女子要在他双掌上舞蹈，他若撑得住大赏，他若撑不住每每叫骂梅律，说他欢喜楼是养猪场，心情不好便鞭笞舞蹈女子。另此人极爱壮弱女子的小厮，收买他应该不难。梅律不在，新的欢喜楼正乱，正是玉楼崛起之时，不如将玉楼送给六王，既是我们送的，
安插人手就简单。好，之后我就要进宫，可是怎么进，先去哪一个司？玉郎微一沉思，对凤耀说了几句话。太好了，那我得要回去好好准备一下。夫人，凤耀姑娘回来啦。云芝勉强维持着该有的夫人仪态，捂住嘴，站在月亮门处看着凤耀走近，还离得很远便伸出手去，急走几步扑进了凤耀的怀中。云芝在凤耀的怀中哭起来，可又不好意思，在他肩上把泪水擦干。六王爷摇着纸扇悠闲地走过来，回来了。云芝松开手，凤耀向王爷行了个礼。姑娘我无端消失一段时日，连个信儿都没留下，咱们王爷和夫人多担心了。姑娘这是去哪了？也让我们有个了解。老五姨娘记挂，你该好好养养身子，旁的事情少操心，对身体不好。凤阳有些不便说的原因，不得不离开几天去处理，自然对王爷与夫人有所交代，得劳烦大家跟着惦记，请大家去大门口领个礼物，人人有份，是凤耀的一点心意，千万别推辞。那本王的礼物是什么？常瑶恨得要死，丫头偷偷拉他一把，想让他快点离开这尴尬之极的地方。人家三人跟没有看见他似的，他还混赖着不走，做丫头的也觉得没有脸啊。一个下人反了你了，你催什么？凭你出身再比别的奴才高些，也不过是我的丫头，轮不到你作为。本王还在此处，何时轮到一个姨娘大声骂人？她再也不好也是我家生奴才，你不喜欢就换了她，何苦打她？她现在才13岁。别哭了，你主子一时气不顺，你不要往心里去，快去领东西吧。你的那份我给你放了全套的大阿福泥娃娃，拿去玩吧。方才我瞧你娘没来，怕是有事情耽误了，你把她那份也给领了。别人的都是1匹布料，你娘得了2匹，叫她别小气，给你裁身新衣服，是凤姐姐单独送你的。小丫头破涕为笑，没有请示常瑶，飞奔着跑掉了。常瑶的脸色清白不定，凤耀向她微微颔首，转身与王爷夫人一起向主院中堂而去。秦凤耀，你个奴婢出身的贱人，竟敢对我如此倨傲！你……常瑶正在破口大骂，凤耀突然回过头，深深地看了他一眼。明明一个下贱胚子，倒养了一身人上人的气质，他怎么敢的？凤耀略错了六爷和小姐半个身子向前走。待会儿我想和凤耀单独说会话，姐姐们请王爷恩准。王爷，正好凤耀有事，想分别和小姐与王爷商量，请王爷恩准，我能先与小姐聊聊。好，有事单独和本王说，那会是什么事？王爷方才不是问凤耀要礼物吗？还真是有3重大礼赠与王爷。你究竟去哪儿了？我在外很担心你，你好吗？也不知常瑶是着了什么魔，非与我对着干。当日明明有路，非和我嫁同一个男人。我呸！他是银班，嫁什么嫁？一个妾室。说他不在，该有多好。那王爷再娶呢？怕是已经有人选了吧？常瑶废了，3姨娘没了孩子，2姨娘你又有孕，用不了多久，王爷马上会抬新人进门。你怎么知道？咱们王爷是长情的男人吗？男子有长情的吗？一生只忠于一人的有吗？你何必在意？新人永远都有，主母只有1人，左不过一个王妃，也没什么大不了的。一个王妃，在大院里你是后宅的天。他饮了一口茶，风顶红，只采茶尖，由未婚处子放在胸前暖着，吸饱少女体香冲入沸水，香气爆发，引至满口生津。啊，你喝过？小姐的烦恼只是常瑶，我拿他没办法，毕竟姓常，又不能杀了他。然后这个常瑶也不消停，我都快被烦死了。你大可不必理会，不管王爷现在想不想让你有孕，你已经有了，是他的嫡长子，这不是好事吗？你放心，我有办法向王爷进言，我保证很快，哦不，马上他会对你有所转变。真的呀，凤瑶，我就知道你会有办法的。王爷可知道欢喜楼？知道，皇城下最红的青楼，能不知道吗？那王爷可知道这个楼谁是幕后的老板？我问过那里的夫人，说是位大商人，
不肯透露姓名，做着很多生意。是六王的皇兄，欢喜楼还是他的情报中心，专门收集百官行职，当然，收集的是把柄。原来这个没脑子的四皇兄竟有这一手，怪不得有一些官员怎么收买都收买不动啊。现在欢喜楼的梅绿夫人失踪，欢喜楼正乱，不知王爷可有手段操持另一家，给官员们寻欢作乐之地，可与欢喜楼一较高下。这就是封瑶带给王爷的第一重大礼。真有这等事？什么场所？本王怎么从来不记？青石镇那座园子。不过有一事相求，金大人也有手伸不到的地方，宫中消息一直不通，不知皇上心意，所以请王爷为封瑶助一臂之力，送封瑶进宫。这封瑶进宫就是送给王爷的第二重大礼。分管内务的管事太监倒是我的人，分过去如何？不好，进宫的宫女有严格要求和选拔，且从普通宫女得到皇帝的信任并不容易，而且时间太长，不能及时拿到需要的信息。你若是有好办法，就直说吧。确有一法可施，只需王爷帮个小忙。他低声跟李从商量起来。事情一完，天色擦黑了。让你空着肚子同本王说话，是本王的不是了。先传饭，我们边吃边聊。我的确是累了一些，第三重大礼就等吃饱了再说。老王头，爷今天要和凤姑娘共用晚膳，要头等贵客席面，桂花白露酒适合女子，取1瓶过来。老王头都呆了，头一次见王爷站着传饭，内宅的丫头倒坐在桌前候着。王爷说话他随便插话。听指使大人说，皇上对没有皇孙很是介意，先生下皇孙，皇上必定是高看一等。回头再添2个老成的妈妈，专门管理原制的饮食，不能有误。书房里桌子已经收干净了，封顶红上桌。那第3重礼，王爷可知晓曹家七郎？可是那个满门武夫的曹家，他实非可以用金钱收买之人。如何结交？王爷只需弃选作舞之女，且在衣装上有所改动，比如裙子，肯定能让他一生难忘。若能挑动得他久一点儿，更佳。好个深藏不露的丫头。他还有一个不同于常人之好，密不可宣，无人知晓，现下就可告诉王爷，以此进一步拿捏七郎，定能搞定。王爷可知七郎喜爱女子，亦好男风。那依凤姑娘之见，怎么下手比较好呢？主要我现在想找到曹阿满所喜欢的那类女孩子，再训练也太费时间了。像曹阿满那样的人，军中难道没人为他找姑娘？想来他不缺。结交曹阿满也难，也不难。那人据我看是个犟脾气，王爷与他有过梁子，服个软请他过来，他不会不买账。只要进了这门，就是给了王爷机会。王爷想掌握住这个机会，恐怕是要显示一下自己的诚意。你肯割爱于人吗？你要让他认为你是割爱于他。封顶红漆上3遍才是最香，初时还是青涩了些。女人也不一定非是黄花大闺女最有意趣。他瞬间明白，玉楼春景园全部建好，我看咱们既然离了皇城，那索性就大胆一些，里面就训练一些美貌的小厮好了。妙啊！王爷，胃乏了，先去休息。我的小院还留着吧。早叫人收拾干净了。凤姑娘，请吧。凤耀离了书房，李从就换了一身衣服，又去库房里拿了一件东西，向了飞河院。院里的奴才都死光了吗？怎么不点灯？怎么伺候姨娘呢？一声怒喝，正偷闲的奴才一个个屁滚尿流的跑出来。为首的李妈妈被李从一个窝心脚踢过去。你是伺候了几10年的人，竟如此轻慢，我看你是昏到头了。每人10个耳光，自己动手。快点儿，打完把灯点上，煮2盏白鸽血宴。我姨娘身子弱，正需滋补，我陪她一道用。怎么手这么凉？把炭盆子升起来。姨娘这屋里再有冷气，我就上全院每人20板子。小丫头拿了炭盆子过来，屋里又点起了几支蜡烛，顿时暖和明亮起来。可是今天你不是还在生我气？我心疼你还心疼不过来，怎会生你的气？你傻不傻呀？我那是做戏给你姐姐看。
若不是为了得到常家大爷的支持，我怎肯娶常云芝？我一早禀过母亲要娶你，我想顶皇座就得斗败4个，哪有那么容易？他是长兄，他母亲又是皇后，我虽身在皇家，日子却并不好过。我一直不想告诉你这些糟心事儿，是怕你担心我。王爷好了，我才会好。你不好，我怎么放心？委屈你了。我听你娘提起过一次，你喜欢点翠首饰。强强，我给你留了什么？凤钗可不是谁都能插戴的。李从笑着帮她插在头发上。我若登顶，必立你为贵妃，后宫专宠。到时我为皇帝，还怕什么常家？我要提你父亲为内阁大臣又如何？他很够格了。真的吗？本王今天忙了一整天，还没用饭就来找你，就是怕你生气不肯好好用饭。你不是陪姐姐喝风药了吗？哼，数你心眼小，我只说了几句话就去办事了。你想一生为妾，还是想做贵妃？谁甘愿下贱？那你可愿为本王向前更进一步，而出一份力？别的女子可为本王绵延子嗣，你虽不能再生育，也可为本王做别的事，我一样看重你。毕竟你是我喜欢的头一个女人。我不信，我能为王爷绵延子嗣。别担心，你即使不能，本王一样宠爱于你，只要你能为本王的将来考虑。我自风流，路过人间一壶酒，走过春风，白衣遮山，诗意更浓。玉郎，为什么这么晚了还不睡？进来。玉郎迈步走至窗前，轻轻一跃，无声落地，人影在凤耀的面前了。他走过去，不由分说抱住玉郎的腰。真想一走了之，不管这堆烂摊子，带着你浪迹天涯。那你带我走，和你一起，天涯海角我都愿意。过再苦的日子，我也只会觉得甜。我养得了你。来，坐我身边。凤耀乖巧地走过去，并未顺从他坐在他的身边，反而耍赖般的向他的腿上一坐。说好的，你既不娶我，这一生不许娶旁的女子。可你得嫁个好男儿，活到100岁，儿孙满堂。我替你长眼，不合格是不会同意的。若他敢欺负你，我便杀了他。我不会嫁与旁人。玉郎对他一笑，笑得柔情万种，只准给我一人这般的笑容。星月如昨，风月错，海棠又落，一人休，梦中佳人与默默。均匀的呼吸悠长绵延，长长睫毛微微颤动。凤耀睡着了，他将手臂从凤耀的脖子下面抽出来，漠然地擦去眼泪。天光擦亮时，他醒了，空阔的床上只有他自己。但是玉郎把斗篷留下了，告诉他昨天不是梦。六王这几日繁忙得很，他先是去请七郎，两人约定好时间，六王爷邀请他同乘马车送他回府。咱啊是粗人一个，从来不爱坐车，咱都是骑马，便利。好马。怎么，七郎爱马？这玩意儿就是个畜生，没什么爱不爱的，跑得快跑得久就行。告辞。他挥鞭打马而去，一会儿就跑得没了影儿。今儿啊，不但气色好，衣裳搭的也好，这双鱼玉佩配着蔷薇红的衣裳，正适合你的气韵。这个颜色，赶明让裁缝再制2套不同款式的，用蜀锦更好看。他拉着常瑶的手走到了桌边才放开。李从挥挥手让下人们都退下。我与姨娘自己用，你们不必伺候，要耽误我们说闲话。王爷若是有心事，可不可以与瑶儿说说，看看瑶儿有没有什么能为王爷做的？你可知为夫现在最难的是什么？是没有兵权，
除了一个虎贲军可以争取一下，别的都掌握在父皇手里。现在倒是有个机会，只是……怎么？只是这人原是四哥的人，倒肯赏个脸来府上一聚，我得拿得出对方看得上的筹码才行。那四爷是怎么收买此人的？我们高出一截不就行了？我倒是这么想的。可是你知道四哥给了他什么吗？李从将目光移到了常瑶的脸上。王爷什么意思？那人有怪癖，喜欢看人家的内侍作舞。云鹤不是更合适？你是我的爱妾，可愿为了本王，为我的贵客作舞？常瑶泪水连连，一直摇头。这是我刚为你买下的首饰铺，送给我最爱的美妾。你的地契我已经拿来了，这是田庄500亩。常瑶的心开始砰砰乱跳，他可耻地承认，他动心了。别急，还有，贵客若是满意，我再送你黄金1000两。你姐姐的陪嫁礼，金条也只有500两。待她为我所用，我再送你一个脂粉铺子。爷说话从不落空，铺子我也买好，只等着填上名字了。此事保密，我不会泄露出去。到时还会有谁敢敌看你？在这院子里，只要别出你姐姐的眉头，旁的人没人比得上你。王爷还是更在意姐姐。哼，皇上那边放了话，看我与四哥谁先诞下皇孙。要不是你失了孩子，我也不必这般哄着云芝。本王没用，要你受委屈。若有办法，我也舍不得你。常瑶有了种悲壮的心情，挺直身子应允了此事。一个女子头戴面纱，迈步进了屋子。常瑶站上高台，裙下是一双纤细的小腿，2只雪白小脚未着罗袜，脚踝上系着银铃。怪不得刚才走路时有这般的动听之音啊！一曲鹤舞飘飘如仙，看得人如痴如醉。七郎都看呆了。群中的双腿在小小的圆盘上飞快地转动跳动，一双雪白小脚，脚趾上染着一点红。一曲好短啊，不舍得眨眼也结束了。李从走到一边，拿出了一块与高台台面一样大小的圆盘。听闻七郎臂力惊人，开得7立功，不知真假？自是真的，我曹七郎不但能开7弹弓，还能骑射。果然神勇，那就让我爱妾在你手臂上一舞。你若能坚持住，本王有重礼相赠。不过话要说头里啊，若是坚持不住，就什么都没有哦。七郎看着圆台上的女子，血脉喷张，伸手接过圆盘，只觉那盘子十分的沉重，可他心中反而释然。他倒不想六王给自己一个轻盘，像是看清了他一些。此刻的常瑶站在圆台上，如遭雷劈。李从与他的约定之中是没有这一条的，可他看向李从时，被他眼中流露出的意味吓到了。那些地气、铺子、温柔抬举，都是有代价的。此刻若是不如了李从之意，不但这些都没了，还会有他想象不到的惩罚等着他。七郎握好圆盘，走到了圆柱台前，蹲下一点身，伸出一只手。常瑶犹豫着，瞟了眼李从的表情，不情愿地慢慢伸出了自己的手。待曲子重新开始，常瑶在那圆盘上起舞。这一次他跳得心惊，可是慢慢的他越跳越投入。那被叫做七郎的男人的眼神像团火，那是常瑶从未体验过的眼神，来自一个男人的毫不掩饰的赤裸的爱意与欲意混合的眼神。这眼神让他既羞耻又有些着迷。一舞跳完，常瑶行了个礼，向七郎主动伸出手。他用壮实的杀过人的手臂搂住了常瑶的纤腰，只轻轻一抱，将她抱起。请王爷退了7月班子，拿双绣鞋来。李从按照七郎所说，自己走出门，挥手散了庭中众人。一个丫头拿了鞋子过来，李从将鞋子拿入房中，并没有递给常瑶，反而给了七郎。他小心为常瑶穿上了鞋。解去吧。常瑶隔着面纱看着那男人，他相貌并不出众，眼神炽热。头一低，常瑶恢复常态，做出了一副娇羞状，低声道了一句谢，转身离开了这修罗场。实话告诉七郎，今天本王请七郎过来，一是想为上次欢喜楼之事向七郎赔罪，二来嘛，也想认识一下胡督军。
胡督军极好结交，好处给够即可。不过这种墙头草，我劝六王爷不必费心思，给多少好处，关键时刻他也是见机行事。我曹某不才，倒也有几个好兄弟身在要职，比胡督军更管用。他打住话，为自己倒了一杯酒，独饮起来。来人！老王头一直伺候着，听召便使人抬了东西进屋。一个下人端着一个漆盘，上面的东西用红布盖着。这是什么呀？听说曹老爷子修佛，此乃李大通所雕菩萨坐像。也是，人家的爱妾啊，自己想什么呢？这礼物已经足够重了。他沮丧的表情哪里又逃得过李从的眼睛呢？七郎跌跌撞撞地走入了房内，待看到红纱帐中侧身而卧的纤纤身影，全然精神了。这一夜，七郎收了粗鲁，全然温柔小意地哄着常瑶，倒比李从初占有常瑶时温情得多。他待他宛如捧着易碎而珍贵的瓷器。常瑶窝在七郎的怀中睡得安然，七郎一夜未眠，只觉怀中玉人从哪个方向看都是那么的完美。天擦亮，常瑶醒来迷迷糊糊，只觉被一双炽热的眼睛注视着。将军怎么醒得这样早？难道昨夜还不累？如果遇到你该多好啊！我要八抬大轿，抬你入府做我的正妻。你我也算门当户对，大不了我去哪儿都带着你，日日守着你，另辟宅院好了。我还没问你，你愿意跟我走吗？我已是残败之躯，有何面目在做此举动？将军这是在为难我。七郎感慨命运无常，他起身穿衣，常瑶欲起来伺候他，他却按住常瑶。时间尚早，你且再睡一会儿。又为他盖了盖被子。李从这夜宿在书房，早早就起来了，穿戴整齐，等着同七郎一起上朝。他要断绝七郎摇摆的念头。七郎不是拖拖拉拉的人，他来谢过李从，并将话挑明，愿意忠于李从，很快会将与他交好的人都介绍给李从。两人一起去上朝，下朝又一起去了酒楼。很快，六王与曹家交好的消息就传开了。六王给常瑶在外买了一间宅子，将常瑶安置在外。快坐吧，这些日子在做什么呢？我以为你在生常瑶的气。我早想通了。再说，我的夫君是什么人，我已经渐渐知晓。他突然对常瑶如此做派，定是有原因。常瑶得宠是在刚入府时，那时王爷也不曾这般待他。且我打听过，王府从前也有过姨娘，病的病，死的死。咱们王爷绝不是个怜香惜玉之人，所以我根本不放在心上。小姐越来越聪慧了，你看得开，日子才会好过。只论男女之情，全不长久，倒不如利益捆绑来的结实。喜欢归喜欢，也得用心谋划，方能得心所长。大爷行情好，赏个大钱，您老必定恭候万代。他伸入怀中拿了几个钱，刚想扔，别扔，扔出去我抢不到。他笑笑，将钱递给小孩，手心里多了一张字条。抬头时，那小孩已经不见了。纸条上是一行娟秀小字：妾已搬至皮鼓巷13行，可寻机前来相会。他思索片刻，胸中燃起了一团火焰，再没别人，定是他。自从那夜别了常瑶，他是日夜记挂，竟一直没有再找过任何的女人了。欲火一旦燃起，便烧得他没有了思考的能力。曹七郎心痒难耐，硬生生的等到晚上。
到这个机会。李从一连几天都没有上朝，他去王府被告知王爷身体抱恙，不见外客。七郎忍不住夜夜与常瑶相会。这日，他熟门熟路地进了常瑶的院子，还带了酒菜，与常瑶灯下小酌，再双双同入鸳鸯帐。李从带着人高举火把，在拐角处等了许久了。此时已是午夜，街上空无一人，10几个火把将长街照得通明。李从使了个眼色，其中一人上前一脚踢开大门，直闯入房内。常瑶只觉自己坠入了一个醒不过来的噩梦，若只是个梦该有多好啊！请王爷听我解释。闭上嘴。这就是本王看上的人，曹家子弟，恩将仇报的东西。李从走过去，不顾常瑶没有穿上衣服，拉着他的头发，将他拉到了七郎的身边。敢背叛我！那声音极低沉，极压抑，吓得常瑶缩成了一团。我待你如何，你心中没数。我许你什么，你忘了？七郎想过去挡在心上人面前，可他被人按在地上。常家和曹家教导出的好子弟，我只需将你常瑶还回你们常家，将曹七郎交还给他家。你们两家想通婚可以，本王还会送去贺礼。都是我的错，我翻墙来找了他。你强迫他了？这事传出去，他就没办法做人了。求王爷饶了他，家里怎么处置我没关系，求王爷替他保命。曹七郎，你旁边住着胡督军呢，你不知道吧？此时他睡得正香，我若将他喊起来，会是什么样的情景？七郎，男儿膝下有黄金，莫跪他，只要投你死在一处，儿不怕死。武姨娘，你是在做梦吧？你是那名牌上的人，你死也要葬在我的地盘上。至于他吗？他是不会为了你一个女人去死的。曹家七郎一生摧华无数，你只是其中之一。你想和他一起死，你做什么白日梦啊？曹家男人死也要死在战场上，死在敌人刀下。若是传出曹世子死在女人身上，死于殉情，他不要脸，他一大家子也不要脸了吗？李从说的话像刀一样，一刀刀地割在七郎心上，因为这些话都是真的。哦，曹七郎，还有件事，常瑶不能生育。听说你家不管娶妻纳妾，只有一个要求，要能生。你向我讨要常瑶，我会给你，不过一个女人罢了。在我李从心中，兄弟高过女人。可你不该偷，不该恩将仇报。你大约不知道，你已升任虎贲军金领军，从黑领军到金领军只是小小一级，却也是我保举的，只为你是个人才。只怪我一时糊涂，王爷怎么惩罚我都行，别告诉家中，别宣扬此事。我被蛇咬了，你还要我放了那条毒蛇？凭什么呢？从今天起，但凭王爷差遣，绝无耳信。常瑶心里慢慢的冷了下去。每一次刚刚暖热了，就会有点什么事让心一次又一次的死去。他起身冷漠地走到帐边，毫无任何羞耻，一件件开始慢慢地穿起衣服。七郎心中难受，他心疼常瑶，可是现在的他没有资格向李从再提要求。曹家的名声就握在李从的手中。天色已经大亮了，隔壁响起胡督军的声音：“常姐姐门口怎么这么多人啊？王爷出行阵仗就是不一样。”王爷，六王爷吧，我去拜见一下。七郎的双腿已经开始发抖，李从要想毁了自己，只需让那督军进来看上一眼，再放他走，自己就全都完了。来了个下人，弯腰站在门口等着示下。不见。七郎长出一口气，起来吧，把衣服穿好，与本王一同上朝。
再次下朝，七郎跟在李从后头。四皇子招呼他时，只得到七郎一个抱拳。得罪了四爷，七郎近日不得空。说完便急匆匆地跟着六爷离开了朝堂。皇上寿诞已到，宫中设了家宴，桌前摆着精雕细琢的菜肴。皇帝因为胃里不适，十分的不悦。大家不停地恭贺皇上成岁，又说今年国泰民安这些漂亮话，丝毫不提各小国对大周的侵扰。一丝音乐后，有片刻的空档，只听到一声压抑的干呕。怎么了？大宴之上如此不知礼仪。恭喜皇上要当祖父了，六皇子夫人已有了喜，过3个月了，怕是胎相不稳，一直不敢回。可是真的，不知能给大周诞下为皇子还是公主呢？他张嘴刚想回话，又用帕子捂住嘴，一阵干呕，只剩喘气的力气了。请皇上许臣女为我家小姐做碗汤，喝了此汤，小姐会舒服的。哦，那你快做。只需赐臣女一壶滚水即可。乐声响起，宫宴继续。一个小宫女拿了铜水壶过来，凤耀取出自己带着的瓷瓶，挑了一些东西出来，将滚水浇入碗中，搅拌开以后，调入了些许的蜂蜜。一股子清甜幽香一下子便散开在了殿中。皇上止了乐，只觉连日里顶着的胃部都疏散了许多。你这汤是何名目啊？如此清香。这是臣女自制的汤蘸梅。沏一碗来，朕尝尝。凤耀奉上汤品，一旁太监过来试汤。若要试汤，请皇上准臣女来试，不用劳动公公。这又为何啊？此汤难得，臣女平日也不舍得用，既要试，那我来试便好。大胆！什么小丫头敢自称臣女？你呀，何苦吓唬一个小丫头？她又没进过宫，怎么懂得宫里的规矩啊？早听闻圣天子待下人宽严并济，是个最好的皇上。今日见了，果然。回皇后娘娘的话，臣女是常家外放的使唤丫头，以发还身契，所以自称臣女。你还为你家小姐备了什么吃食吗？的确是备了些东西，需要用一用宫中的小厨房。配殿那里有，你尽管去用。快去快去，别饿着你家小姐，做双份，朕也尝尝。凤耀领命，带着自己的东西去了偏殿。皇上整个宴会都郁郁寡欢，此时肉眼可见的高兴起来。传歌舞吧。等等，你们谁会什么乐器？去替了乐师，奏得好，朕有赏。臣妾会弹琵琶，不如去。皇上兴致盎然，见贵妃都动了，在座各位也都不客气了，吹笛的吹笛，抓筝的抓筝，吹嘘的吹嘘。一时间殿中嘻嘻哈哈，一片的热闹祥和。此时凤耀端着一只托盘走上殿中，跪下来举起托盘，一边的太监将托盘呈上，他瞟了眼盘子，没敢提示尝。原是那2小碗东西太精致了，他要是舀上一勺，恐怕就不剩2口了。皇上换了小号银勺，舀起一朵放入口中，入口有花香。皇上味觉大动，一口便将那汤与花吃得干净。很好，很好啊。好丫头啊，你叫什么？臣女秦凤耀。好孩子，你愿意来宫里伺候吗？臣女不愿。哦，那是为何呢？因为在王府赚的银子着实很多。大胆奴才，皇上的旨意你也敢违抗？理由竟是王府给的钱多，一个能被利益收买的人，岂不是小人？的确，小小年纪一身铜锈，两眼只盯着银子，虽然为人机灵，可是德行有亏。皇上，我能说话吗？当然可以。臣女爹娘带着弟弟从外地回了老家，地也开了荒，家中要添的家具家畜很多，用钱的地方也多。臣女只想好好侍奉爹娘，皇上以孝治天下，臣女奉行的正是皇上提倡的孝道，有何错误？在王府，王爷和小姐对臣女十分厚道大方，臣女虽在照顾小姐，也可以随意出府看望爹娘，帮忙家中农活，所以不愿进宫。臣女只想出息，让爹娘过好日子，这样也错了吗？好孩子，
你们听听，一个10来岁的小丫头，都知道孝敬爹娘。儿子思虑不周，惹父皇生气，儿子孝敬父皇之心，天地可见。先下去。凤耀啊，你可知这宫里比王府出息的多呢？你若是能够进宫伺候，你爹娘啊肯定高兴。真的吗？那凤耀该告诉爹娘伺候的是哪位贵人？你这样孝顺又伶俐的丫头啊，自然该伺候最尊贵的人。那就是皇上您了。今年村里好多人都回来了，都说皇上仁厚，免了大家赋税，说是伺候您，村里的人都会替凤耀高兴的。那朕就先不封你品级，只在朕的身边呢，先待着学学规矩。若是感觉宫里的日子好过王府，再待着，到时候啊，朕再封你。那这丫头能让父皇高兴就好，只怕她不懂事，倒是惹了祸。惹事自然是姑姑没教好，自不与你二人相干。宋德海，明日安排好秦姑娘。遵旨。天志已经搬去了青石镇，他现下很需要他。拍了拍门，里头也不问话，直接就听到脚步声过来，门哗啦一下被拉开。干嘛？两人互看了数秒。你个天下没良心的，终于想起来看看姐姐我了。没良心的东西，只知道让人烧钱。姐姐我还缺钱吗？你呀你什么时候能多为自己想一想啊？原来凤耀求了恩典，让夫人将给自己准备的银钱中分1/10给了胭脂，余下的他就不再要了。说吧，不是遇到难处，你怎么会这半夜过来？我想你了，来瞧瞧你，看你很好我就放心了。这里日子多好啊，还有性子给你作伴。那丫头大了，心思都在她草药上，整天忙得飞起，哪有空来看我呀？你究竟是怎么了？是不是云芝她给你气受了，做得不开心就不做了？你和她不一样。不是，我真的就是来看看你。对了，你现在是大管家，结交的都是贵人，我们这些人哪配听听你的心事啊？这没事你走吧，以后也不必来。多大了都还是这个急脾气，你做了我就说。你真总这样，什么都非得自己兜着，嫌我们没用是不是？我要进宫了。为什么？做什么去？我一时说不清，只告诉你我想要多做点事情，不想就这么过一辈子，总觉得没意思。我这条命其实也是捡的，不想要白活。可我的命是你救的，你其实不是来道别的吧？我早觉得气闷了。你知道我不会嫁人，那种养一群孩子的日子我过不上了，倒不如陪陪我的好姐妹。你说吧。我想请你也进宫，我好有帮手。好。他进屋修书一封，其实就几个字，将房子留给了老大夫。两人同骑一匹马，胭脂很开心，这日复一日的生活啊，他早都过够了。杏子也会进宫，我让青莲把她放在太医院，跟着女医官好好学习医术。对，那丫头该是很愿意，她呀一生都在医术上，如今已能给人开方子了。娘，你找人把这丫头收到你房里呗。就是个普普通通的丫头，你要干嘛？儿子与她相好，可云芝有孕，儿子不想让王妃孕期不快，只想常与这丫头见面，所以才……行了，留下好了，就说是我新晋提的替身大宫女好了。还有屁事没有？没有，快离了我这里！我会常与娘亲通信。贵妃回首打量胭脂，一言不发。她倒看看这丫头是什么货色。奴婢胭脂是六王心腹，请娘娘先给胭脂位分，好让胭脂做事时好有规矩。另请娘娘给胭脂请个教习姑姑，胭脂不想因不懂宫里规矩给娘娘丢脸。说话还算清楚周全。先封你个4品宫女，除了我宫里的管事姑姑，你算第2等的宫女了。玉柔，这是胭脂，我儿子送来的人，你照顾一下。胭脂，玉柔是我陪嫁入宫的，最老成可靠，你就跟着她学习宫规，一定好好教她。是。
凤耀走到宫门口时，突然想到什么，他叫送他入宫的小厮骑快马去找李从，为他传句话。李从回了府，老王头来回常遥求着要见一见王爷。原来那天出过事，李从就将皮骨巷给秘密封了，让老王头看着大门，只供吃喝，不许出门。李从十分得意，他的玉楼已经悄然开业了。玉郎帮他挖了阿芒的好姐妹阿韶过来主持玉楼的事务。阿韶更名为黄夫人，将玉楼管理得井井有条。这玉楼主楼分为东西配楼，东配楼与西配楼分隔开，两楼不通。东边养着清俊小厮，楼上修了暗道，以应对官府的检查；而西楼则无暗道，养着一群美貌的歌舞伎。来这玉楼里玩乐的客人，甭管你多有钱，若是不遵守玉楼的规矩，通通打一顿扔出去，永不接待。看到老王头那一瞬，他感觉自己一天的好心情骤然都被破坏掉了。他原先就打算，只要曹七郎表现得够好，可以将常瑶赠与他。但是赠出去是一回事儿，背着他主动勾搭在一起就是另一回事儿了。常瑶还背着王府姨娘的名字呢，这么做不是在打他的脸吗？常瑶听到门外传来了声音，心中先是一阵悸动，之后便是恐惧袭来。跪下，求我。常瑶几天没好好吃饭了，摇摇欲坠，做起身掩了衣服，拖着身体顺着床溜下地，一跪。求王爷饶恕。饶恕什么？说清楚。饶恕我在夫君的诱惑逼迫下，向曹公子出卖身体，以求利用他的关系为王爷铺路。他那倔强的模样，冰冷的态度，像初见时一样点燃了李从的欲火和怒火。七郎和我，谁手段好？王爷比七郎，就是庙里的银样蜡枪头，不中看，也不中用。之后他就被李从生硬地按住，那薄如蝉翼的寝衣是经不起一丁点力道的。常瑶没有哭，他咬着嘴唇，口腔里一片血腥气。他抓住背亲，忍受着李从，直到结束，他一声都没出。处置了他，在皇庄里找个地方葬了，通知他家，说得了疾病。老王头拿了一条结实的布带走入房中。七郎！那郎字卡在喉咙里，便香消玉殒了。李从浇了热水，洗洗手，擦把脸，把这糟心事给扔到了脑后去。常瑶还有余温的身体就在他身后的床上。王爷！送凤瑶进宫的心腹小厮连滚带爬的跑入院子里跪下。爷叫我好找，又先回了府，又跑到这里。凤姑娘交代，万万要留着常瑶性命。你来晚了。凤姐姐特意交代的，若人已经没了，不要告诉任何人他没了。快点叫人把这里收拾了，房子用最快的速度卖掉。天色晚了的时候，一队人无声无息地将东西全部都运走，连同那具已经冰冷却没有穿好寿衣的尸体。这日茶点时，他做了甜咸两种小食。茶没有被御用的茶，而是他从王府捎带过来的封顶红。哟，今儿凤姑娘备了什么好东西呀？怎么这么香啊？是茶香，公公下了旨，凤雅也给公公奉上一盏，尝个鲜。皇上也觉得这香气宜人心脾，端起茶碗一饮而尽。茶的回甘这样明显，香气不似朕从前喝的那些名茶。这可是奴婢的私房茶，平日舍不得喝的好茶。这丫头啊，心思灵动得很。凤要留下，宋德海去忙你的吧。凤要研墨，皇上展开奏折，只听书房外面远远的一阵吵闹。大公主，皇上不见人，
您稍等，奴才给您回一声啊！公主，公主！门被人用力一推，哗啦一声，全开。哦，今天想起你的老父皇了。父皇一点也不老，不但不老，还是那么俊朗。宫里的丫头们哪个不惦记着父皇啊？是你母后叫你来的。女儿惦记父亲，来看看请个安，还需要母后提醒吗？女儿久不进宫，一进来父皇就要训斥女儿吗？只是问一句，就成了训斥了。过来。凤耀感觉到一股危险的气息，他规规矩矩地低头，小步走到公主面前，跪下。本公主走得有些乏，腿要抬高些，方才舒服。凤耀，给公主搬个脚凳，让她踩。你这样木头般的东西，也能在书房伺候？叫你跪下，聋了吗？哼，一个奴婢而已，女儿不想踩脚凳，万良的。凤耀只得忍住，在地上跪下去，双手撑住地面，放平背部。公主将2只脚翘到他背上，舒舒服服地坐好，吃起了点心来，一坐就是一炷香。安也请过了，点心也吃了，回去吧，问你母后安。父皇，女儿刚过来一会儿，父皇就赶女儿走。要走也可以，把这丫头借我使唤几天。几天？4、5天吧。那过4天，朕遣宋大公将她领回，这是圣旨。哎呀，知道了知道了。公主起身踢了凤耀一脚，跟我走。哼，好丫头，好手段，一个奴才，哄得父皇如此惦记，害母后生了几场气。此次4个受牵连，起因亦是因为皇城粮道输送官出了事儿，也是这丫头回村一次惹出的事端。这次要好好替母亲出口气。他压根就没想让凤耀活着回来。来人，抬我的水晶箱到房里。不多时，一个半人高的全透明的长方体箱子被人抬入屋中。灌水。公主坐在椅上，一只手支起脑袋，看着一桶桶的水被注入了水箱。把这剑臂投入水中，合盖。水箱上方被压上了一方重重的足有1扎厚的实木盖子。凤耀在箱子中以跪着的姿态泡在水里，但他必须用力将脸扬起来才能够得以呼吸。而如今正是深秋时节，他浑身冻得直打寒战。还有很多事情没做，还有很多的话没和玉郎说。再有一生，我要坚定地陪着玉郎，天涯海角，生死相依。去冰窑取些冰，加到水里。过了许久，冰块被人取来，公主亲自站起身，让人打开箱盖，将满满1盆冰一股脑地倒入水箱中。哼，我倒看看你有多倔，给他留3指空。常家大公主来了，已经走到2道门。他一眼不看公主，上前探入一只手抓住凤耀，将她提起来。浴池加满温水，快去！你在这里等着我，我有话同你讲。他大踏步抱着晕过去的凤耀到浴房去。大公子。我在这里，没事了。好好照顾她，待会儿暖过来，给她找套厚衣服。他气呼呼地穿着湿衣去寝殿中找公主。为什么这么做？你可知道我多么想你吗？请公主放尊重。我若不尊重呢？这丫头是从六王府出来的，她是我妹妹的贴身丫头。怎么，我一个公主不能动六王妃的丫头？可她救过我妹妹的命，也算我家的恩人。哟，拿常家压人？微臣不敢，只求公主高抬贵手，放了她。想放她？那你留下来，只需陪我3天，我就放了她。木之低着头，血向上涌。不行，那就别标榜常家有多高尚了。木之已经计穷了，知道硬将凤耀带走根本就不可能。回公主，那个
公主带回来的那位姐姐，说求见公主殿下。带过来。他慢慢走入殿中，跪下，先向公主行礼，又向木之请安。大公子安好，夫人安好，家中都好，母亲很是想念你。你要见我，有什么话要说？奴婢能帮皇后娘娘除掉熹贵妃。我母后都做不到，你凭什么能做到？因为我是六王府出来的人，只有我能进入紫兰殿，而让贵妃放下防备。唉，可惜了，今天杀不了你。你家公子可以先将你带走，待我请示过母后，你就可以动手了。怎么回事？公主带走了凤药，好不容易才出了公主府，恐怕1-2天好不了。你让那主给皇上告个假吧，养好再回宫。木之回公主府传话了。李从知道凤药与青莲一向要好，便叫下人拿了自己的名次去请青莲。不多时，青莲跟着引路的丫头气吁吁地来到了凤药的房内。青莲为凤药诊脉，手搭上她的脉搏，心中就是一沉。她细细地诊治着，坐实了心中的想法。她开了药，煎好为凤药喝下。守到天明时，凤药呻吟了一声：“你来了。”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你这寒症来得又急又重。凤药将事情的前后告诉了青莲。这个阴毒的女人，简直是有病，像条疯狗。用了青莲的药，她很快便退了热，就赶着青莲离开，不必守着。她还不知道自己落的病根会在她每一次来鬼水时让她痛不欲生。云芝得知凤药是从公主府出来，烧得人事不知，急得一夜都没睡好。天亮时，几个妾室照例来请安。云芝被窗外女人们叽叽喳喳的说话声吵醒，她急忙坐起来，只觉一股热流自下身涌出，惊得话也说不出了。好在王爷找的接生姥姥早就来了王府。姥姥快来，我怕是要生了。外头的女人乱成一团，姥姥从容指挥，让云芝重新躺好，垫高下部等着生产。六王接到家中的通知，急匆匆地赶回来，带回了宫中的太医。云芝喝下催产的药剂，直到第二天天微亮了，终于生出了一个女娃。云芝让人请了凤药过来，凤药拖着疲惫的身子一进房，看到小姐同样惨白的脸，没想到做娘这样难。听说女子第一胎一向辛苦，你这是从鬼门关走了一趟回来，命这么大，福气还在后头呢。你可好心了，那女人如此待你，心肠当真歹毒。各为各自的利益，她想要杀我不奇怪。下人端来汤药，凤药接过来，一股子怪味直冲脑壳。这什么药这么难闻？快去拿一些蜜饯过来。这是回奶药。云芝接过来，一点也没犹豫，一饮而尽。见凤药诧异地看着自己，她一笑：生过孩子，你就知道这点苦不算什么。经历过生育，女人才会真正长大。听说今天朝堂上皇上发了火，因为常牧之的折子洋洋洒洒10几页，痛斥皇上主和不主战。此人是真国师啊，我很敬佩他的。你可愿意见一见这位真国师？当然了。你还是回你的承庆殿去住吧，那里靠着皇城最外侧，方便他出入。当天夜间，凤药如约来到了承庆殿。外头冷，看着了风。心中一阵猛跳，他深吸一口气，回过头去，只见玉郎高大的身影就站在他的身后。两人对望，凤药的眼睛闪闪发亮，欢喜之情满溢。远远的，木之皱着眉看着两人，他羡慕的是没有一点心结的纯粹随心的爱恋，他惋惜的是这一切美好的愿景已经与他无缘了。快进去吧。几人进了承庆殿，里头很昏暗，偌大的殿堂中只点了4、5支蜡。皇上下了决心要与对方和解，你错站了队，和谈成功将来不免受牵连。你可愿意做先锋使者，远赴南疆前去和谈？你过去我倒放些心，我们可以保障大周最大权益。这位先生天真了。哦，那你说说我怎么天真了？你这年纪该是老江湖了，
怎么会不知不战而谈，就等于是踩着自己的尊严去谈？他们必定不留情面，狮子大开口。即便这位国士亲自出马，为保疆土，与对方谈判，在他的身后，并未站着千军万马，对方是不会将他看在眼中的。此去，定是一番受辱。我愿前往，略尽绵薄之力，能保一点是一点。君可知，对方若不要他，只要钱，我们的百姓要苦到什么地步？君此次前去，命途多舛，竟还在牵挂百姓。若咱们大周之臣子都如……这种话不必讲了。想报效国家朝廷的爱国之士多得很，木之不算什么，苦于无门。是，如木之之士多得很，可惜了。几人又说了好一会子话，心中已经认定了和谈是势在必行，那不如就选一个君子，力保我朝权益。大家也心知肚明，九皇子所说之言，怕是要成真。去的这人舌灿莲花也是无用，但总好过去一个奴颜媚骨之徒。这是大周最后的一点颜面了。木之，先开口的是三爷。你去吧，家中一切你放心。爹爹，儿子不孝，若有不测，不能在二老身边给二老送终了。自古忠孝不能两全，儿子只能舍孝去忠。木之啊，你真愿意冒这么大险去和谈？若有性命之忧呢？骚扰我们边境的是最为凶残的倭人，对方如未开化的野兽，烧杀抢掠，无恶不作，而已准备好一去不返。若落得尸骨无存，一条命儿，与国之大义相较，算得了什么？只是而舍不得父亲与母亲。好孩子，父亲没有白教你，你断不可将和谈谈成，我们常家断不能买国求荣。父亲，儿子不孝。几人商议和谈之事，谈到了深夜，圣旨大约用不了多久就会下发了。他偷偷潜入暖阁时，凤耀已经睡下了，他就坐在凤耀的身边，注视着他的睡颜。凤耀睡着的时候很恬静，像是没有一点心事。是不是还如从前一样爱读言情故事？凤耀梦中感觉到有人，慢慢睁开了眼，见是心上人坐在一边，他什么也不顾，睡眼惺忪地张开手臂。玉郎心内想要拒绝的，却无论如何都拒绝不了，干脆将他抱起放在自己的腿上。想我啦？你真可以来去自如，当皇宫是你家。也差不多，本使要去的地方大约无人能来。那你怎么不当皇上？休再胡说，金某顶天立地，不会做乱臣贼子。皇帝不是谁想做就做的，天时地利人和都要具备。那太祖皇帝开国前也是普通人。那时本就战乱，现在虽有人乱政，可还是和平时期，怎能随意挑起战争？还不是普通百姓吃亏。还记得饥荒吗？打起仗来比那还惨数倍。其实我知道，就是跟你瞎说罢了。我现在啊，可不是只读画本子的小丫头喽。你怎么看九皇子？在皇上几个皇子中，他也是出类拔萃。九皇子那样孱弱，一个男子没有强壮的身体，难有强劲的精神。大周从强到弱只经历了一个皇帝而已。新皇若无强健体魄，怎么能夙兴夜寐？朝政既枯燥又累人。你呀你，为着这些事头发都白了，你想如何？皇上子嗣单薄，只有这几个皇子可选的，难道你想要选六皇子？你知道六皇子在外什么名声吗？凤耀满眼问号。乐善好施，哪个官员有难处，他只要知道，没有不伸手帮忙的。四皇子一味用强，背靠外祖家骄横不已；六皇子到处结交大臣，娇买人心。那你就是还是不死心喽？不如试他一试。怎么说？六王与你合作已久，
你让他上折子主战，试探一下他到底是怎么想的。毕竟一个人究竟是什么样子的人，得要在大事上才能看得出来。玉郎想了想，就开战还是和谈，六爷好像从来没有说过话，倒真不知道这位深藏不露的六皇子是怎么想的。李从怎么想的？哼，他高兴还来不及呢。穆之可是他李从的七兄啊，他去和谈，路遥且艰，谈成了，对他六王只有好处。晚上回到府上，门房上前回禀说，王妃叫他一回家赶紧到微兰院去一趟，有急事。哥哥的事为何不告诉我？现在你不也知道了？你哥哥前头那折子和狂妃差不多，父皇没处置他都算开恩了。和谈就算谈成，难道不是大周之耻？大胆！女子不该干政，这是其一。其二，所有政务父皇都有其考虑。我们大周现在千疮百孔，哪有精力打仗？南疆的百姓在忍受倭寇的糟践，他们就不是大周百姓吗？以后这样大逆不道的话，你少在本王面前说。王爷又要越狱不来微兰院了吧？请王爷走好。这次云芝不再屈就，硬邦邦地甩出一句，转头回房去了。穆之日夜兼程奔赴南疆，地气越来越暖了，他无心欣赏沿途风景，于他这一切都味同嚼蜡。行至海泉城门口，他下马，城门未开，只从城上丢下了一条绳索，上面挂着个篮子，让他将要送城的东西放上去。穆之把旨意以及自己的名次放在上面，以为等上一段时间，对方主帅看过之后会开城放他们入内的。可不想分分钟，那道黄绸圣旨被人从城门上连带着他的名次一同扔出来。圣旨已沾了污渍，臭气熏天，名次被划烂，不能再使用了。你告诉对方，圣旨中写得很清楚，我们可以谈一谈对方想要的东西，请他们退还我们的权海，还老百姓平安。哎呀，他们比狗都不如，就是犯贱。你和他说这些道理，无异于与虎谋皮呀，大人。如此来回几次，守城人姗姗开了城门，态度倨傲。城门既开，却见中间立着一匹马儿。哎呀，对方要求这边全队从马儿胯下钻过去。就算行礼，我身为使者，只对他们的首领行礼。问他有没有胆量受我一礼。翻译官将话喊过去，从那边队伍中走出一个敦实的矮子，肌肉如野兽般紧绷，面目可憎，脸上生着虬髯。穆之走过去几步，一撩袍角，双膝跪地。贼狗，今日受我一礼，来日要你性命相还。所有人都咬着牙，看着自己的主帅受辱。对方爆发出了轰然大笑。穆之回头让队伍找个房子打扫一下，作为他们求和期间的暂居之地。他自己则跟着倭人头目进入到衙门里。衙门里住着倭人军队，他刚进去便被两人按倒。你们大周见了地位比你们高的人，不是要行跪礼吗？他呈上了擦干净的圣旨，将皇上的意思说明白。不出所料，对方听到20万两白银，两眼放光，整个堂上的矮子都不吱声了。他们被这突如其来的财富给砸昏了头。他们对穆之客气了许多，将他送出了衙门，留下那道污了的圣旨。穆之出了门，3号等在门口，带他去了暂时落脚之处。倭人小兵送了信过来，要穆之晚上到衙门，他们将领有事吩咐。翻译官等小兵走后告诉穆之，对方的语气十分轻薄，很是不敬。我还在意敬与不敬。大人，我能暗中杀了他而不被发现。我们一来，对方将领就死了，你以为他们会放过我们吗？再说，我要的也不是一时之气，我没有气，这是血海深仇，你懂吗？影卫无声无息地溜了出去。片刻后，影卫回来了，天色尚早，他却戴上了蒙面巾。怎么？3号拉下面巾，眼珠全是血丝，猛地看上去像是眼球流血一般。出事了！他们在侮辱大周女子，那些没毛的怪胎把她五花大绑在纯凳上，肆意侮辱。杀掉他！可是他
他已经咽气了。大人不是要杀了他们的将领，以求破坏求和的吗？杀了还不够。他转过头，3号从他的脸上看到了一种似曾相识的表情，那是金玉郎生了杀机时的犀利模样。我不怕死，我命金贵，不能白白送死。若杀了这倭贼，我获罪不要紧，皇上必定还要派人过来继续求和，会开更过分的条件。没有用，我们得动动脑子。大人什么打算？我要抛出更大诱饵，让倭人将我们看得再低点。当夜，他去衙门听倭人将领的吩咐，极尽谄媚，卑躬屈膝，将自己往日最瞧不起的样子演了个够。你是好朋友。听木之平静地将自己所来之处描述一遍，那是一个满地黄金的宝地，最重要的是大周皇帝的软弱，伸手拿走他的东西如同欺负一个小儿。他念无限放大，木之说服倭国主帅带上最信任的手下和他一起回了皇宫。见识大周真正的繁荣之地，将心腹都带上，省得到时候拿不动大周送的礼物。主帅完全可以放心，您的军队驻扎在此处，大周不敢把您怎么样。再说我天国是礼仪之邦，讲究两国交战不斩来使，出使的倭人将全部享受大周朝接待贵宾的最高礼遇。犹豫了几天之后，倭帅给出答复，愿意前往皇城同大周皇上亲自谈条件。木之听了回话之后，眼中金光一闪，随即下笔开始写信，800里加急发回大周。这可真是天赐良机啊，可以将倭人将领一把屠戮殆尽，还能打个时间差，趁倭首在京假意和谈，在此处发动兵变，一锅烩，全端倭兵，以免后患。这是我最喜欢来的地方，心情不好时我都会一个人来到这里。你仰起头来。凤耀一眼仰头，满穹的星星像是在围着他闪烁，平视前方，可以将整个皇宫都尽收眼底。一排排恢宏的宫宇楼阁重重叠叠，一盏盏灯火在阁中闪烁，与天上的星星相映成辉。这样的景显得人格外小，小到似一粒微尘。你来这里时定是心中不乐，看了天空的星星与灯火连成一片，又瞬间开朗了，对不对？是，我好久不来了，自打你进宫我就没再来过。我常在皇宫周围，一想到你离我这么近，我与你同时遥望天上月，便没了孤寂之感。现在我把这里分给你一半，许你不乐时也过来坐一坐。为何不乐之时才来？我们欢乐时也该来这儿坐一坐，那样一经过此处，便全部都是快乐的回忆。你这是有事找我吧？就是特来嘱咐你，任何时候都要自保。我预感有大事要发生，关键时刻定要自保为上。你懂我的意思吧？我会见机行事。他的眼睛在夜空下闪着光辉，整个人都像是笼罩在那光晕之中。他的美上玉郎炫目，呼吸也急促起来。他们彼此心中眼中只有对方。他轻轻吻了凤耀的秀发额头，克制地用手将他的头按在自己的肩上。大人的脸红了。他微闭双目，将唇轻轻地贴在对方的唇上。他的手臂似铁，勒得凤耀快要喘不过气来，又觉得心底迸发出极致的快乐。玉郎霸道地顶开他的唇齿，一只手按在他的后颈上，吻得凶狠而专注。也不知过了多久，他才松开了凤耀。死也值了。而这一句话被风吹散在了星空之下。这一日的谈判没有任何结果，主帅见识到了京师之繁华，狮子大开口，要每年100万两的和睦费，还要海权等3个海外通商要塞。木之向皇上汇报时，看着皇上面无表情的面容，心中涌起了巨大的悲哀。你来回奔波，身心俱疲，朕给你1个月假，瞧瞧家人，也瞧瞧公主去吧。这摊烂事儿啊，放下吧。夜来，玉郎到承庆殿与凤耀会合。难道皇上就这么坐看我们大周百姓受万人凌辱吗？那你认为要如何处置此事？自然是与他们开战啊！打仗不是喊喊口号那么简单。那就先表态，再集思广益，将所有的问题都列出来，一个一个的解决。我怕是要退出和谈了。我
就是个千古罪人。你莫急，我们想想办法。你要知道，同你一样想法的不止你自己，不可操之过急。你要替我照顾好云芝，不要因我而受到连累。我意已决，继续劝谏皇上，哪怕要骂他，也不能停。你不能再参与和谈，你现在已经钻入牛角尖，说在朝堂上直接见证辱骂皇上，不止你一人不得善终，恐怕要连累常家全族。小姐可是已经有了孩子，常家一旦是败落，你让她怎么在王府立足？你让夫人怎么立足？整个家族都要受你连累。国将不国，哪里还有家与族？这个给你，女公主之间的矛盾，我只能帮到这儿了。风耀接住信，向玉郎使了个眼色，对方先领神会，一掌劈下，木之软绵绵地倒在了地上。绑起来吧，我真的很担心大公子精神不对劲。他这是愧疚，好心办了坏事，要让整个国家为他负责的愧疚实在太过沉重了，而他又是那样骄傲的男子。一言将木之绑起，放在九皇子的床上。明日他若醒了，求你万万不可解开他，必要时可以堵上他的嘴。第二天的和谈终于还是来了，待所有人都走了，木之缓缓地睁开了眼睛。他动了动身体，绳子绑得结实，他挣不开。来人！一直紧张的守在殿外的太监忙进了屋。大人有何吩咐？主子说过，不能给您松绑，请大人体谅奴才难处。我昨天喝多了，咱家不敢过问，大人有什么要求，咱家能做的便做。这信你亲自去送，非常紧急，万万交到凤瑶姑娘本人手中。信在木之的怀里揣着，他让太监给摸出来。快点回来，凤姑娘说了什么，一字不落的全告诉本官知道。是。太监应着是飞跑出去。凤耀接到承庆殿的信，信已封死，上面写着自己的名字，他感觉到有些不对。你快回去看着木之，今天一天不许他离开，皇上准他休息1整个月，万万不叫他出承庆殿大门。这时太监才感觉自己好像是着了道，飞一般的往回跑。凤耀，妩媚。上面从凤耀入府开始写了长府下狱的过程，他的心思和仇恨，他的抱负与失望，他的理想是如何一点点破灭的。那文字充满一个人和世界诀别的平静和毅然。他冲出紫兰殿的大门，一路沿着月华门甬道狂奔，而公主的仪仗刚巧也行至此处。秦凤耀，什么事啊？拦住本宫车你。这是木之留给公主的信。你倒快点说，平时挺伶俐的人。大公子他要见证皇上，求公主救救木之，他存了死志。快去含元殿，越快越好。常大人在两仪门处大喊大叫，侍卫拿他没办法。他说什么？大人说，皇上若签了此辱国条约，则要成为历史笑柄，大周的脸面和尊严，都叫皇上您。朕倒是要看看这个骄傲的、有尊严的常大人能不能亲自上战场，大炮倭寇，一味的叫嚣逼人，是不是想在史书上青史留名，做个纯臣权臣？他可领悟朕之艰难，国之艰难。皇上快步向两仪门走，一个踉跄差点跌倒。来人呐，给本公主绑了大公子，赏金50两。公主的喊声刚落，侍卫又见到皇上远远的也向两仪门走来，却见木之将一瓶液体从头泼洒到脚。皇上，臣已死谏，不要签下辱国条约，不要啊！都是臣的错，是臣引发倭贼的贪婪，是臣搞砸了和谈，是臣自作聪明将贼人引入京中，是臣。他眼角余光看到了一个冲过来的士兵，手轻轻一抖，一枚火星落在了满是灯油的衣衫上，火呼的一下爆燃起来，瞬间将他整个人都笼罩起来。火光之中，木之似乎没有痛觉，他缓缓地盘腿坐下，如老僧入定般直视着统御整个大周朝的圣天子。所有人都被他突如其来的行动震懵了，如被定住，眼睁睁地看着他周身燃着熊熊大火，面容平静。木之只是缓缓地点了一下头，却没有回头看他。
公主从轿上下来，只跑了一步便趴在地上。她知道木之已经救不回来了，她逼着自己眼睁睁地看着木之身上的火从大到小。等有人提来水桶扑上去时，木之已经烧成了一具焦炭。皇上怒火中烧，加上休息不足，见到此等惨烈的状况，一时间他又恨又恼，又愧又气，双眼突然不能视物了，一片漆黑。皇上，皇上，来人呐！快护驾呀！似乎连老天都在为木之的惨状不平，天上打起了雷，倾盆大雨瞬间便泼洒下来。公主扑上去抱住被烧成炭的爱人，不顾一切的狂喊狂哭着，眼泪混着雨水纷纷落下。父皇，你不孝的女儿来探望父皇，父皇好些了吗？他没有听到皇帝的回应。爹爹真的不要女儿了吗？起来吧，地上凉。父亲，娟儿真的知错了。娟儿从前太荒唐，气到了父亲，娟儿再也不会了。那娟儿过来看望父亲，是有什么话说吗？女儿就是担心父亲过来探望，应有一事提醒父亲。你说。此次长家大胆，纵容长木之做出如此不顾大局之事，他们必定要受罚。不过外公家就得意了呀，指不定此时就在欢庆宴庆祝呢。这个女儿一直和皇后一起，怎么突然转了性子？父皇，女儿刚才说知错，不是说着玩，是认真的。以后女儿是父皇的女儿。启禀皇上，皇后娘娘在门外，问皇上能不能见一面。叫她走，朕累着呢。父皇，此次前来，何不听一听？难说是非者，即是是非人。公主见皇上点头了，自己闪身到了屏风后面藏起来。皇上瞧着脸色好些，多亏了青莲医术高明，臣妾就放心了。皇上嗯了一声，并不多说话。照理说，身为皇后不该智慧朝政，可是和谈是大事，岂可因为常家一人之缘故而改变原有策略？大周一连经过几年天灾，这百姓刚稳定，百业待兴，皇上真要用兵？朕不想用兵，事情闹到这个地步，还有什么办法？百官都看着朕。若皇上有所牺牲呢？百官能体会皇上良苦用心吧？朕有什么可牺牲的呀？那矮子最后要的是什么？皇上忘了吗？你真舍得？不会是拿女儿试探朕之心意吧？怎么会？女儿是皇女，是公主，身担公主职责，和亲换和平，古来有之。可那倭人生得龌龊恶心，足见其国尚未开化。君儿自小到大娇生惯养，你不怕他吃苦？为了大周利益，不忍心也不行啊。他享的福，顶得上普通女子的几世的了，只给公主与银子，不给国土。想来倭人知道木之死谏后，本该对和谈绝望。皇上此时给出这样的条件，他们高兴还来不及呢。公主在屏风后听着自己母亲的话，血一寸寸的凉下来。行了，朕发透了，你先下去，朕自会考虑。他挥手赶走了皇后。朕不会要自己的女儿和亲去的，朕宁可拿土地和银子换大周暂时的平静。朕不动常家，你说得很对啊。起来吧，地上凉，木之的身后事交给你去办吧，以国事之礼入葬。至此，公主紧绷的神经松弛下来，她此来的目的终于达到了。为堵皇后与王家之口，女儿会遣归山来求亲，女儿愿意下嫁归大人。你真不想嫁？
也不必勉强。父皇，女儿想好了，龟大人人品贵重，女儿愿意。公主以国葬规格安排木之后事，晓谕天下，举朝文武皆松了一口气，没有人想看到有志之士下场凄惨。公主更是因为对木之的一片深情而转了口碑，连坊间都知道公主是个有情有义的，从前的荒唐事竟是一笔勾销了。凤耀失踪是在第2天被胭脂发现的，她不可能一夜不归。胭脂急得直跳脚，给小王请安。凤耀她不见了，我没人可找，只得寻你想办法。胭脂说凤耀知道木之出事，怕皇上震怒之下处置常家，出宫去通知云芝，让他暂时躲起来，结果这一去便再没回来。凤耀别是已经被皇后杀死，埋在青丝殿中的哪棵树底下了吧？只能等入夜去通知金玉郎，叫他想办法了。玉郎得知凤耀失踪，面上平静，可心内如焚。他拿皇后也没办法，如果凤耀就在青丝殿的某处暗室里关着，影卫也不好潜入。属下有办法。三后，你怎么敢跟踪我？出来！一条影子轻飘飘地从梁上落下。请金大人，恕属下失职，属下没保护好常大人。这不怪你，从南边回来，你的任务就结束了。常大人存了死志，谁也救不了，看得了一时，看不了一世。你且说说救人的办法。皇后那里只有公主可以随意来去。哎，对啊，皇姐去要人最合适了。李霞去求公主最合适，我们都说不上话。凤耀还藏着木之最后留的一封书信。啊，事不宜迟，我此刻就去。九皇子到修真殿找公主，他操持木之的丧事，白衣胜雪，不施脂粉。求姐姐一事。秦凤耀被皇后拿住了，不知带到哪里去了，想请皇姐救她出来。那小丫头死了活的，和你什么关系？啊，听说凤耀身上还留着长公子写的诀别书。给谁的？说是紧要之事给皇姐你的，不到时候不让拿出来，凤耀也没有动过。我去试试，我欠那丫头一条命，这次能救她，算还给她了。龟山只在门口探头探脑地向殿内看了一眼。龟山，过来。公主有何吩咐？我想到皇后那里去救个宫女，怎么做才能让皇后心甘情愿地把人给我？皇后在意的是什么？自然是我四弟做不做得上皇位。龟山说的对，皇后最在意的便是皇权最终的归属。公主只要抓到这一点，如抓住了蛇的7寸，皇后必定会老老实实的听话。她心头一亮，瞬间有了主意，同时给了龟山一个赏识的目光。肯定能成。说完便怡毅然地向青丝殿的方向而去。娘亲，把凤药给我。什么凤药？他在紫兰殿伺候那个贱妇，你怎么问我要人？咱们娘俩就别打哑谜了，谁不知道谁是的？你给是不给？我没见过秦凤药那个死丫头。你也太糊涂了，怪不得四皇帝一直上不了位。你为何要那个丫头？母后看不出吗？和谈肯定是失败了。那和这丫头有什么关系？接下来打仗需要个坐镇的皇子，你们想谁去啊？老四和老六肯定百般推辞，若能将老九支出去。再说祖宗规矩，皇子并非必须出征，只派大将军前往也可。的确可去可不去，若他自己请战呢？哼，他傻，皇上一天不如一天，他好歹挣个金腰带侍卫近臣，怎肯去上战场吃苦？万一战败回不来呢？他身无尺寸之功，换个新皇，他还能当金腰带？只需将凤药放出，他绝对可以说服老九自己请战。就凭那丫头，就凭那丫头把你我耍得团团转，多活好几个月。若不是他自己疏忽，母亲不是照样拿他没办法吗？思虑一番，觉得自己放了凤药也没什么损失，便同意了。行了，抬走吧，人在里头，他醒了你告诉他，我不欠他情了。李霞掀了一下轿帘，用力地咬住下唇，回头谢过大皇姐，抬着人离开了。他直接将轿子抬入到承庆殿的殿内，清退所有下人。
他小心地把凤药从轿子中抱出来，放在自己的床上，亲自烧起热水，备好剪刀与清创药，小心地从手臂处把衣服剪开，先用凉下来的滚过的水一点点地为他擦拭创口。足足处理了2个多时辰，才将伤处全部处理完。凤药悠悠醒转，给我口水。李霞听到了声音，赶紧走到他身边，拿着水托起他的身子，一点点地喂给他喝。我身体飞了吗？到处都疼。伤得虽重，但都是皮肉伤，没动到骨头。傍晚时分，玉郎来了。还好你活着，不然呢？不然我可能要行谋逆之事。九王说你未伤到骨头，真是万幸。应该伤得不重，包扎时我没有一点感觉，醒来才疼了起来。真不知当时我救你时，你伤的都能看到骨头会有多疼。你怎能与我相较？我几乎没有同感。大殿中的气氛有些怪，凤耀总觉得金玉郎有事在身，可他表现得跟平时一般无二。腿疼。玉郎到底不放心，解开包扎小腿的纱布看了一眼。用的药是极好的，先别动，养一养，下次我来为你换药。我等你，我保住了秘密。我知道，等我再来为你换药，好好休息吧。他绝对有事。凤耀迷迷糊糊却睡不踏实，一会儿一醒。大约丑时，凤耀听到有人轻轻地进了屋，他听出来那是九皇子，对方站在离他不远不近的地方瞅他，以为他睡着了，便走开了。烛光虽暗，凤耀仍然是瞧见了地上滴了水，李霞甲胄在身，淋得透湿。他直觉是出了大事，苦于起不了身，直挨到天亮时分，他等不及，叫人去喊紫兰殿的大宫女胭脂。胭脂远远地看到他包得像具尸体一般，小跑着冲过来。凤耀，你是要死了吗？我哪有那么容易死？宫里发生了什么大事了吧？我在一夜之间死光了，龙颜大怒啊！那不是好事吗？不必和谈，杀到南边打他们个措手不及，全歼，我们可以清静多少年？凤耀长出一口气，心内为九皇子和玉郎贺了一声彩。哪那么简单？杀光也就算了。有事求你。求？咱们身份到这地步了吗？我想借黄杏子几天。身子哪儿不是？服役调不好吗？你们可能会笑话我，不过我决计再要个孩儿。此次事件，我必须生个儿子，很有必要让黄杏子帮我调调身体。你还年轻，怀胎自然怀得上，为何非要用内虎狼之药？正是年轻才经得住猛药。你只说能不能让杏子还给我调养身体，越快越好。今天他不当值，你可以按我给的地址去找他。凤耀写了地址交给云芝。你知道的，不管你做什么，我都会支持你。云芝感激地看了凤耀一眼，点点头，离开了皇宫。晚上，云芝算好了时间，等在门口。李从下马看到云芝含羞带笑的模样，既意外又有点甜。王爷晚上留在微兰院吧。李从将手搭在云芝的肩上，放在平日他早都挣脱开了，说丫头看着不好，可这一次他却将头轻轻地靠在李从的肩上，这样的温柔小意很让李从开心。大家闺秀的小放肆才让他觉得刺激。饭罢，云芝更换寝衣，穿着一身他从没有见过的新寝衣。王爷可敢用药啊？为夫难道不让你满意，还得用药？云芝给的药是黄杏子配的丸药，看李从目光中的怀疑，云芝自己咬了一块服下，将余下的药用嘴叼着送到了李从面前。李从欲火焚身，什么也不顾，便接纳了那丸药。大约连着留宿微兰院4、5天，期间李从也奇怪为什么云芝会突然间变化这么大。两人欢愉之后，他问过云芝，对方回给他一个娇媚的笑。虽然是少了个碍眼的侧妃，我心中自在。这
真是个爱吃醋的女人。善妒犯了7出，王爷要赶我走吗？自然不会，你我是结发夫妻，李从永不休妻。云芝也保证，永远不会被你休掉。李从以为云芝是指永远不做令自己不快的事，大为得意。他含情脉脉地看着云芝，对方恰也温柔地看向他，但这句话中藏着只有他一个人明白的杀机。朕决意立太子了。皇上打算立哪个儿子？你觉得谁好啊？皇上的儿子个个都是好的，老四勇武，老六体贴，都不错。朕倒认为啊，老四更适合太子之选。朕想叫他监国试一试。李从一下子站起身来，他不能任由这么多心血付之东流，尤其是他千辛万苦搭上了倭帅，给出去了几10万的银子，还费人费力的送他出城，保他平安回南疆。这么多付出啊，皇上一句话便化为乌有，全都白费了。为什么？你喊什么？皇上的决定什么时候轮到你一个皇子说话？儿臣孝顺父皇，为何在父皇眼中就是不容太师的外孙？父皇是真认为四哥比儿子强，还是惧怕太师那个王八超？你拿不下太师，连皇位也要送给王家的外孙。皇上究竟是明君还是昏君？皇上先是诧异，这个平时一贯顺服的儿子竟有这样的嘴脸，倒也是第一次见啊。你身为大周正统皇室血脉，书香门第出身，背后做的龌龊事儿，大梁你父亲聋了还是瞎了？以为我不知道吗？李从一时失语，难不成父皇知道了自己私藏倭帅之事？李从这时才稍稍的冷静下来。儿子不知哪里让父皇不满。皇上拔腿就走，生生的避开了这一跪。李从彻底的冷了下来，后悔自己刚才一时的冲动。晚上，李从要把饭摆在微兰院，通知几个姨娘一家子一起吃。管家跑得飞快，也顾不得几个内眷都在了。圣旨到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皇六子德行有亏，便为尊圣皇子，褫夺封号。殿下不必太难过，您是皇上的血脉，皇上只是在气头上，老奴赶着到四王府宣旨，不敢停留。什么旨意？宋公公多说一句，不会受罚吧？啊，那倒不会，封四爷为太子。他行了个礼，退出了微兰院。云芝，是不是你把消息传到父皇耳朵里了？我没有，窃藏倭贼是背叛大周，我也不信王爷夫君会这么做。你哥哥为了杀光倭贼而死，你该罪恨倭人，你敢做不敢承认。就是你知道本王藏了倭帅，为报复才把消息送到秦风耀那个丫头那儿，吃里扒外的东西是不是？啊！王爷息怒了，王爷，王妃的，是不是你？别再问你话，是不是你？肚子疼，快救我！是我，王爷，我也怀了你的孩子，望王爷念在夫妻情分，别伤了孩子，要关要罚都有你。他对李从能疯到什么程度已经没了把握，万没料到这男子竟然会对无辜的贺娘动手。对方肚子已经显怀，他明明看在眼里，却一点都没手软。李从狂怒之下掀了桌子，盘子碗儿的碎了一地。出去！王爷，云芝知错了，云芝会同凤鸟一起想办法，让皇上复了王爷的位。那又有何用？太子之位已被李恒抢去了，抢去了！他一手揪住云芝的头发，让她向后仰着。云芝喊道：“王爷别动我的孩子！”那也是我的孩子，我自不会动。他连扇了云芝4、5下，眼瞅着血顺着他的鼻子和嘴角流下来，方才松了手。
谢王爷不伤我们的孩儿。贱人！谁告诉你的？敢背叛本王？是谁？谁透露给你倭人藏在王府的？他上前一步，踩住了云芝撑在地上的一只手。这很难猜吗？只需随意抓住一个人，问一问府上出了什么事，猜一猜，猜中的话，你猜下人脸上是什么表情？你还不说实话！他脚上用力，刚想再次施暴，突然被院外吵嚷声惊得停下。哎呦，聪聪，你饶了老奴吧！李从，你打王妃？这院子里都是属于我的，不管是东西还是人，哪怕我杀了所有人又怎样？你们以为自己是主子啊？今天我就告诉你们，我才是这院中真正的主子，包括姓曹的和姓常的。别以为你们两家势大，就能拿皇子不当回事儿。我怀疑就是你二人通传消息，才害得我被父皇贬为尊圣皇子。你们听听，这多讽刺啊！尊圣，父皇在教导我做事儿呢。夫君要软禁元仪，求个恩典，把我与王妃软禁在一起吧。他虽是讨厌我，我却不讨厌他。我又怕寂寞，又怕他有孕照顾不好夫君的孩子。李从知道元仪素日里一向喜欢孩子，这一次他不打算给云芝在院子中留任何丫头，便答应了元仪的请求。他瞥了云芝一眼，对方狼狈不堪，一直在低头抽泣。他没有安慰一句，拔腿便离开了。这份仇他没算完，对云芝的惩罚也才刚刚开始。黄大夫，我这胎肯定是男胎吧？十有八九是男胎，不敢完全保证。你不是为了让我看胎来的吧？我想要慢性毒药。什么样的？死还是不死的？也不一定非得就死，失了做坏事的能力即可。倒也是，死了反而难办，半死不活最好。我出不去，你能把药给我吗？可以。他一句也不多问，云芝要他便给。这是凤耀临行前带的简信，云芝要什么他就给什么。不过几日时间，李从终于大好了，恰遇皇贵妃幼子，也就是他的亲弟弟百天宴。皇贵妃心情好，在宫中大摆宴席，请了李从夫妻来参加。一早云芝便欢欢喜喜的，又是梳发饰，又是挑衣服。马车备好了，临出门时，突然肚子就疼了起来。怎么办，夫君？这孩子怎么这样淘气？哎，稳妥起见，你还是在家里待着。叫黄大夫进来看看，我一人进宫即可。大约将过晌午时，宫中急匆匆来了一位公公，翠袖跑得飞起，边跑边喊：“宫里来人，叫王妃即刻进宫！”宫中此时乱成一团了。宴席上，李从一直好好的，直到他饮了一些酒，心头总觉得有些不畅快，憋闷的心慌。想着身子刚好的原因吧，便起身要到御花园里面散散。可才走到紫兰殿大门口，便一头栽倒了。云芝赶到宫里见到李从时，他气若游丝。夫君，你这是怎么了？你叫我和孩子怎么办？刘王妃，你先别哭了，我会再找太医为他诊治，若好便罢，若是不好，待你产下皇孙，朕会封他为王，不会叫你们娘几个没了依靠。他看着自己的儿子，从未见过这么重的急症，倒下便似是没有了呼吸。这毒云芝下的刁钻，并非是单一的毒药，也并非是慢性毒药，这是一种发作需要引子的药。引子很常见，那就是酒。只要不喝酒，他便能如正常人一般一直活到老。云芝在宫中那几天细心照顾李从，没有比他更细心温柔的妻子了。我家小姐自闺阁就对六爷一见钟情，从没见他对谁这样上心过。皇贵妃听得多了，又撞见几次云芝暗暗垂泪。不几日，云芝提出把李从带回府中，张榜请民间高手继续诊治，皇贵妃一口答应。5个女人一起吃饭，云芝坐在主位。这色不错，把夫君推出来，
让他也感受一下，也许能恢复得快些。李从被人抱到椅子上，为了不让他歪倒或溜下椅子去，云芝用绳子将他绑在了椅背上。王妃怎么可这样对待我们的夫君？大夫说他需要常出来吹吹风，不然脑子很快会不好使。依三姨娘意见，怎么带夫君比较好？男子是不能进来我们内室的，谁来一直扶着他呢？我来吧，我愿意。云芝将绳子解开，整个席间，灵芝一直站在李从身后，扶着他的身体。不到1个时辰，一双手臂像捆了铁块。姨娘累吗？不然叫翠秀几个丫头把夫君抬回去吧。李从面无表情，时不时需要擦一擦嘴角流下的咸水。灵芝真的坚持不住了，点头。那就扶进去就好。令云芝意外的是，灵芝跟着一同进了内室，照顾起了李从。你愿意操持一个戏班子吗？梅山一愣，抬头盯着云芝。我们可以买下个戏班子，你来指点。我肚子里怀的有可能是皇子，皇上许了我，皇子出生便可封王。我们家没了丈夫，也不能就此败了下去。有钱有势这2条不说占完，必得占上1条吧。你们几位姨娘放心，有我和元姨在，必不会叫你等吃了亏。产业想做大，我们须得团结。我会将现有的银子拿来买商铺、田产，投到各种有钱赚的行业里。云芝端起自己的酒一饮而尽。贺娘，你要帮梅商搞经营，他盯戏怎么攻克，绸缎庄你也要管起来。月底我要查账，每月结余的钱我会和大家报账。我与元姨拿7成，余下3成你们一人1成。这府里离开你们还能运转，离了我和元姨就转不动了，所以我们拿大头。哎呀，这怎么话说的？我们都是空手套白狼，1分没投就白拿1成，王妃真让我们无地自容了。梅山也欣然同意，这事儿便就这么定了。云芝举办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茶会，这次茶会请了京师有名的梅花落班子来唱戏，这班子便是梅山做班主所经营。可眼见着到了时间，只寥寥几人来到王府。云芝觉得不对，走到与自己相熟的一个4品小官的夫人旁边坐下，问了几句才知道，国公府大公子徐忠的夫人小字燕玲的，今天在家设宴款待贵宾。国公爷打了胜仗，听说此次是要把爵位传给大公子徐忠，大公子夫人就是将来的公爵夫人，谁敢得罪啊？现在国公府坚守恭敬防卫，可见皇上对国公家的信任不减。他爷儿仨都打了胜仗，炙手可热，巴结都巴结不上，怎么可能不去啊？我们都是官阶不够，他没下帖子请，今日才得空的。云芝一片疑惑，自己并不认得国公府大公子的正头夫人，他为何要针对自己呢？没等云芝去拜会国公府大公子的夫人呢，燕玲倒是先来王府了。他站在王府门前，看着气派的大门与门口的石狮子，心中万千感慨。想当初，他以为自己才会是这府上的女主人，命运捉弄他，嫁了旁人，只能以客人身份上门。云芝站在门廊之下，接待着突然来访的将军夫人。请夫人安。将军夫人亲自过来，不敢当。夫人不打算请我们夫人进去说说话，我们夫人不知夫人今天也有聚会，冲撞了好日子，所以亲自上门给夫人道歉。不如大家进去说话。他是我家内宅大管家封红，他身后带着一堆的丫头婆子，元姨安排他们去了。这是你的大公子？是啊，他4岁了。不知六爷现在在何处啊？我们自幼相识，好久不见了。夫君卧床也有数年，我能看看他吗？夫君身体情况不能见外客，抱歉，将军夫人若无他事，我们以后再见。夫人端茶送客喽。燕玲知道自己太急了，犯了对方的嫌恶。我这次回京是为着将军袭爵一事，想来不会很快就走。姐姐，我们后会有期。他起身向着云芝草草行了个礼，带着封红快步离开了会客厅。燕玲的仪从中带着好几个名医，她不信李从已经瘫在床上且没有意识，她必须得亲眼看到才能死心。不，我是不会死心的，我要用最好的大夫遍寻名医，把从哥哥给治好。亏你这孩子还念着我，
记着呢。燕玲从边关带了许多特产给皇贵妃娘娘。六哥哥瘫痪许久，不知都请了一些什么大夫医治啊？他的夫人云芝与从儿感情甚笃，从儿瘫了，他不知多伤心，请了京城最好的名医。可惜啊，药石无医。皇贵妃，可想试试别处的好大夫？我从边关带回一位大夫，善针灸，最能医瘫了。当时我便想着带回来给从哥哥试试，只是云芝姐姐仿佛不喜欢我，今日我去拜访，连从哥哥的面都没有见上，也不知照顾的怎么样。他那是不识得你，头里被江湖游医骗的次数多了，也不想从儿多吃苦。若是你带来的大夫，我同他说。那不如皇贵妃定个日子，让从哥哥进宫，这样我直接将大夫带到此处，当场试医，若有效果，咱们再商量后续的治疗。那就明天吧。娘娘，这种大夫不知来路，轻易就在夫君身上施针，恐怕不太好。夫人不知他来路才会这么说。在我们边关，他是赫赫有名的神医，医好过站不起来的军人。不信可以问问徐将军，我们夫人绝不扯谎。云芝不了解这位大夫，才会担心，就治治吧。皇贵妃发话了，那老者听吩咐，拿出一只布卷打开，里头是密密麻麻的各种型号的银针。他让人将李从平放在春凳上，将针用自己带的药水消了毒，开始施针。在扎到膝盖处时，李从颤抖了一下，所有人都倒吸一口凉气，云芝却把一口气提到了嗓子眼儿，而他的表情被燕玲看在了眼中。皇上按住太阳穴，最近他一疲累，太阳穴就爆疼，不能理事。皇上别烦恼了，叫青莲进来为您诊治一下。见皇上没说话，便叫来青莲，开了方子，叫人下去煎药了。皇上，听皇贵妃说起，昨天紫兰殿里来了个翻医，针灸很厉害，六爷的腿扎的都有了反应，不如请过来在臣身上试试针，要是可以的话，为皇上扎扎看。他说完看了凤药一眼，李从的情况与黄杏子密切相关，杏子一字都不瞒凤药。青莲好像也知道点什么，这又是怎么回事？凤药想着，突然就明白了什么，盯了青莲一眼。这个整天在凤药面前嬉皮笑脸没个正经的男人红了脸，看来黄杏子多年来明目张胆的喜爱终于得逞了。那翻译是有真本事的，他为青莲捏骨，断他有颈背之症，退了宫女，叫他光着上身，身上扎得跟个刺猬一般，扎上几针，青莲便觉得身子都轻了一半，整日里紧绷着的后背，低头便疼痛不已的脖颈瞬间松弛了。有了青莲试针，皇上作证，翻译摸了摸皇上头部的几处穴位，皇上强忍着耳鸣烦躁，由他摸骨，摸罢拿出了一套小针为皇上施针。第一针扎上，皇上只觉耳朵里的血液轰鸣瞬间消失了，世界突然就清静下来，连太阳穴的疼痛也止于轻微的一点点，可以忍受了。随着施针的进行，皇上竟然坐着就发出了轻微的鼾声。数分钟后，他睁开眼，身体松快，精神愉悦。大夫此次来中原，还回边境吗？叶落归根，总是要回去的。皇上，大夫如此好手段，不如奴婢为您找个人跟着大夫学一学。大夫离京，皇上跟前也得有得用之人啊。这手艺啊，他一两天学不了，朕离不得青莲。奴婢见的不是青莲，是黄女医。我倒有套治妇女病的针法，可传给女医。癸水期腹痛，扎上几个疗程就能完好，也有其他副症，都可用针刺穴位而已。翻译跟随太监来到了青丝殿，皇后已经等在了偏殿房内了。本宫腰疼数年，请大夫为本宫诊治。翻译跪在皇后面前，他摊开了针包，点上自己带来的蜡，拿出了一瓶药水，用药水擦拭针身，之后将针在蜡上来回烧灼几遍，之后才给皇后施针。翻译感觉到皇后病灶已久，很难化解，像是数十年都没有管过此处。此次行针花费了近2个时辰，大夫累得满头大汗，针毕，皇后坐起来，的确身子轻盈了许多。你果真是神医。小宫女端着一只棋盘，里面放着金元宝，足足10个。这些金子足够你在京师安家，不如就待在京城开个医馆。
范一谢过皇后，接了金子，去往了含元殿。皇上需要第2次扎针，这一次却是出了意外。在扎上第1针时，皇上便感觉到一阵头晕。他叫住范一，说了自己的感觉。范一按了按所刺的位置，并没有针偏，便叫皇上再扎下1针，感觉一下。但第2针下去以后，皇上的眼前一阵黑。随着2根银针都拔掉，皇上的头晕缓解了一些。范一查看皇上的颈部之时，大吃一惊，那小小的几乎瞧不见的牛毛小孔中渗出了一丝黑色。范一不敢耽误，用小刀划开了扎针处的伤口，一边挤血一边着人叫来太医。此时需要煎服解毒剂才算是清理干净。太医加范一全都无计可施，因为识别不出是什么毒剂，所以无法配出合适的解毒药。皇上觉得浑身困倦，在睡着之前勉强发布了2道皇命。1道赦免范一无罪，让他留在含元殿配合太医继续解毒；1道命御林卫队将青丝殿全部都包围起来，不许皇后出殿一步。范一去过青丝殿之后，直接就来了含元殿，然后皇上就中毒了。不是皇后下的毒，又能是谁？终于在第3天傍晚时，皇上睁开了双目，像是神识清明似的。这是好了吗？皇上，臣已尽力，但解毒剂实在需要时间调制。这时间不多了。臣女头次见这样的毒，不敢说。召公主觐见，召九王李霞觐见，召凤耀回含元殿，着中央军全面围住进宫，任何人不得出入，进宫内进入1级警卫状态。凤耀回来，不等皇上发话，便研了墨，铺好纸，严阵以待。皇太子李恒行为不端，悖逆纲常，致使圣公失望，故废太子为皇子，保留其封号实义，以为警醒。特此昭告天下，先使闻之，钦此。凤耀边听边写，待皇上说完，他也完成了诏书。着九皇子李霞总领金骑兵，钦此。李霞，你带着金骑兵给朕围了太子府，若有抵抗，格杀勿论。是。李霞领命而去。李俊听命，着公主李俊带一队中央左路军，查抄所有李恒罪证，不得有误。是，女儿领命。允之，你带了从儿先回府吧，宫中太乱，你护好儿子。允之巴不得，带了一行人赶紧离开这个是非之地。太师带着一群大臣谋划要面见皇上。太师想到是公主带人宣读圣旨，心中明白这个外孙女儿早已不和太子一心了，指着他开始骂起来，骂得不堪入耳。初时公主跪在殿门口，并不理会外祖父，直到听他提起了木之，提着名字骂公主浪妇配不上木之那样的栋梁，白给人家，人家都不看。我是不和，你的女儿好得很，她敢给父皇下毒。皇上仁慈，换成我，此刻将你王家一个个全部凌迟，包括你的好女儿。公主被皇上召回殿中，皇上脸色着实不好，在灯火下呈现出可怖的青色。好孩子，守好宫门，别叫一个大臣回府。父亲主意九弟吧，那就马上立诏书，立九弟为太子。傻孩子，刚废了太子，诈立皇子，朝政不稳。倘若朕明天驾崩，你可知你外祖父能掀起什么样的风浪？父亲肯定能躲过此劫。说朕，那就不让百官奔丧。你九弟新皇登基，不让奔丧，是为不孝不纯不悌；要百官奔丧，他又镇不住。金玉郎最早得到消息，一直等待着皇上召见。一个巨大的披着斗篷的身影无声无息地跪在殿中。想必你这个特务头子已经布置好了。是。
臣下已派出影卫监视京中各臣子。不如我先写个遗诏，父皇心中忠义9帝，也不算矫诏。你这算谋逆？你写好诏书，还要偷盖印玺，牵连的不止一人，事关重大，稍有疏忽，死的可不是1个2个人。再说，假的就是假的，哪怕皇上口谕，也比你自己在这胡搞要强。龟大人，你好天真，没有遗诏，单凭口说，你以为大臣会认，皇后会认，太师会认吗？到时你怎么证明皇上亲口说过这话？肯定不止一人听到。公主冷笑，模仿着太师的语气反驳：汝等皆为一党，所说之言为一家之言，不可取信。阁下该当如何应对？名不正言不顺，没有这张诏书，9帝做了皇位也后患无穷。你若敢胡作非为，我只得揭发你。公主知道龟山既说了这话，就绝对做得出。她愤愤甩袖离开了书房。有这功夫，赶紧让皇上立诏书啊！被关在宫内的大臣每天都在焦灼地等待，各大臣家中也派人来打听消息，挤在进宫的各门口喧闹不堪。各宫门口不得聚集人群，凡有聚众，即按造反。凤耀悄无声息将一张洒金花笺塞给了公主，上面只有2个字：俊儿。字迹潦草至极，几乎看不出是皇上的手笔。皇上手软握不住笔，可他一直都说自己马上要好起来了。父皇昨天晚上精神很好，昨天奇怪得很，的确像是大好的样子，就是没有力气。公主茫然地看着乱糟糟的大殿，黄杏子与一帮太医在为皇上的病吵得不可开交。他的意思是让翻医再来行针，或许还能清醒，可太医们都只反对意见。翻医把皇上扎中毒，怎能还让他动手啊？杏子说不过这帮老头子，走出来告诉公主，皇上已经弥留，不让那翻医动手，他咽了气也不可能清醒，准备后事吧。公主先去瞧了瞧皇上，还有微弱的气息，绝无可能拿笔写字立遗诏。好父皇，这是你一贯的风格呢，任何大事小情都能留下烂摊子出来。所有人都围着皇上打转。公主告诉凤耀自己要更衣，离了大殿。半个时辰后，公主再次出现在含元殿，身边带着那个翻医。让开，都给我跪到门外！她断喝一声，卫兵整齐地踏入宫中，将所有闲杂人都赶至了殿外。秦凤耀，你过来。凤耀皱着眉头走到了公主身边，两人协助翻医给皇上扎针。1刻钟的功夫，皇上长出了一口气，悠悠地睁开了双眼。皇上醒了，百官觐见，含元殿外跪后。我需要父皇再多留片刻。公主低声对翻医命令。那老者熟练地摸出了最粗号的银针，刺入了杨白、鱼腰、攒竹等头部大穴。别扎，疼！就在百官跪于含元殿外之时，有人听到殿内传来一声皇上的呼喊：“俊儿！”公主强忍着眼泪，她握紧老父亲的手，那一声呼喊用尽了皇上的力量。她鼻子下方的那根绒毛已经不动了。只见公主将头贴于父皇的嘴边，口中答应着：“是，女儿遵旨。圣上有旨，宣求皇子李霞觐见。”不多时，一个金甲兵飞马带来李霞。李霞跪殿外候旨，有旨意，卓奎大人带人到鹦鹉殿，正堂光明正大牌匾后，有皇上亲书遗诏，马上取回。龟山一脸惊讶，压下了满腹疑云，带着人去了鹦鹉殿。龟山打开匣子看了一眼，对大家点点头：“是诏书。”大家一起把诏书拿过来。公主命令龟山当着众人的面诵读遗诏：“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黄九子人品贵重，可成大宝，着立为皇帝，钦此。”众人都在震惊中沉默了，一时无人说话。皇上，女儿也按您的吩咐宣读遗诏。父皇，您说句话呀！那翻医将刺入神庭与百会的针又用力地刺了一下，公主只觉得父亲像泄了气的皮球一般，长出一口气，吹飞了鼻子下的那根绒毛。这是腹中最后一口浊气，陛下刚才就已经咽气了。皇上，驾崩！公主含泪高声呼喊。
他扑到皇上的身上，开始痛哭起来。礼部所有官员紧急到埗，开始按仪制治丧，整个皇宫一片雪白。凤瑶，现在只你我二人，我问你的问题，希望你可以说实话。你时时伴随皇上，可有见到他何时写了遗诏？臣女并不是时时陪着皇上的，但臣女在旁时，并未见过皇上写传位诏书。烛光一闪，李霞的脸色变幻莫测。凤耀知道，他也怀疑诏书的真假。龟山感觉自己已经快要被李俊气晕过去。到底是不是你，还是有人与你串通？是李霞？不是我。你到底什么是真，什么是假？金骑兵是假的，只是装了9地营房的金甲兵符。遗诏是父皇自己写的，跪在含元殿所有大臣都看到了，是皇上亲口告诉我诏书放在哪里，由你去取回。你怎么能连我都欺骗？这么大的事儿你都不告诉我？那诏书就是当时你仓促写就的吧？你在哪儿写的？何时放上去的？你怎么连自己妻子都不信？不是。龟山不等他说完，抓起桌上的青玉花瓶砸在地上。还不说实话？龟山，别不识抬举。本宫说了不是本宫，就算是我，你能怎样？那你有句实话吗？不是我。这一点才让我更伤心呢。那匣子一打开，我便闻到你早上熏过的松柏龙涎香。若不是这气味，这遗诏倒是天衣无缝。他垂下头，迈步离开了修真殿。公主狐疑地闻了闻自己的衣袖，诏书是他写的。在离开大殿去寻翻译之时，他快速来到了无人值守、平日几乎不用的鹦鹉殿，仓促之下做了这一切。一张假诏书又如何？若没这张破纸，宫内势必掀起一场血腥风波。龟山读书读得不少，为何想不通这一点？此时龟山在殿外踱步，内心十分的煎熬。保护爱人是做丈夫的责任，可是他的爱人触犯了最不该触犯的禁忌。他知道公主大胆，却不知道她到了敢矫诏的程度。太师党的拔除，凤耀功不可没。太师党根除之后，他向皇上请旨歇一歇。这可是皇上与臣女的约定的。与他一同到书房来请求的是金玉郎。朕可为你二人赐婚。还是不必了。准备何时出发？说是可以，现在就能动身。臣女游历大周后还是要回来的。臣女不在时，可将诸事托付明玉，她是我教出的丫头，办事稳妥。那再等3天，便准你出城。为除掉太师，这张网他与凤瑶密谋了太久，结网也结了太久了。在打仗时就开始了，以龟山为饵，要公主答应与太师和好，再到四皇子封地策反自己的亲弟弟，之后向太师表忠心。而皇上则与凤耀开始实施新政，并亲自到江南搜罗有识之士。他们知道，在太师的干扰下，本就阻碍重重的革新压根儿就搞不成，甚至冒着让大周陷入混乱的风险。不如此，恐怕大鱼不肯上钩啊。待大周乱象初起，皇上又甩开了所有事情，开始玩乐，将一个没用无能的皇上办得入木三分。做出如此牺牲，才叫太师相信时机已到，终于犯下了谋逆之罪。不如此，不能铲除所有奸党。论功行赏，凤瑶不但与皇上一同谋划，还在不知玉郎已经埋伏在殿外的情况下为皇上挡箭，其忠心感天动地。皇上下旨封他为内侍司司琴，官至一品，总管内廷所有事务，有对所有太监与宫女，包括1等大太监与1等大宫女及其他女官的直接任免权，同时有对皇后奉令暂不执行直奏之权。这个官位打大周开国起从来无人荣登其位，他的设置代表着对皇后权力的分权与不信任。直到盖上玉玺的圣旨递到凤耀的手中时，他才敢相信皇上竟然跳级封自己为1品女官。从此他从大家口中的凤姑姑变成了秦大人。龟山进入内阁，成为内阁首辅，实际代替了太师之职责。朝堂理顺，新政畅通无比，自上而下与皇上一条心，重振大周颓势，势在必行。胭脂已经出宫了，他手上拿着凤耀为他置办的房契，来到自己那家阔气的房前，抬头看了看匾额。大门洞开，院子里所有佣人都到齐了，
欢迎姑奶奶回府。这是什么鬼称呼？我成了嫁不出去的老姑奶奶？他迈步入府，这是他的家，也是凤耀的家。正安置呢，门房来报说一位姓常的夫人来拜访。胭脂出宫的日子，凤耀细心的写信告诉了云芝。云芝今非昔比了，带着大箱礼物上门，专贺出宫之喜。胭脂与他叙话，回想常府抄家那一日，三人的命运就绑在了一起了。小姐不必这般客气，这些年在宫里也不是白混的，胭脂我也是个富婆了。两人相视一笑。与此同时，一条巨大的船扬帆飘荡在了辽阔的水面，一个高大英武的男子与一个苗条女子十指相扣立于船头。请司琴大人下令，今晚我们宿在哪里？自然听从指使大人吩咐。我的官阶比你低，可是你是我的夫君啊。金玉郎紧紧地将凤耀的手握在掌心。这一天，他从德庆年开始，等到了建德6年。为人夫君本就该听从妻子吩咐，咱们家女人说了算。我有一段情如花后归旧梦故里，我有一段海落伤宽江前世印记，一程天晴一场雨，因我若惜平添这醉意，欲愿一抹香凝妆。